皇城国师府一声悲鸣划破长空。赵怀安、苏月，你们不是人！柴房里阴暗潮湿，一个衣衫褴褛、蓬头垢面的破碎身子奋力地朝前扑过来，但还不到门口，又被身上的铁链扯住，不得不止住脚步。苏黎看着前一刻还对着他说“小姐别怕，奴婢来救您了”的丫头，此时已经了无生机了。安哥哥，姐姐好吓人啊！玉儿别怕，她伤不得钱。苏黎，交出兵坚，也让你死得痛快些。赵怀安，你能有今天，靠的是我苏家，是我苏黎。什么天启第一谋士，没了我苏黎，你屁都不是。他能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秀才一步步爬到天子近臣的位置，确实离不开这个女人。但就是因为她善谋，所以他才不得不死。哎呀，姐姐，咱们女人嘛，就要以男人为天，那么好强做什么？苏月，你简直丧心病狂！配是你的父亲，你竟然下得去手，你简直畜生不如！姐姐，看来你的丫头都告诉你了，你爹和外祖父一家已经下了皇权了，还是以通敌叛国的罪名，死得极惨。你不知道啊，你外祖一家那血流了一地，染红了整个刑场。你外祖父的脑袋还被皇上挂在城门示众呢。机会，昏君，昏君！还有啊，姐姐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虽然喊了那人10几年的爹，可他却不是我爹。况且，他也没有把我当女儿，他的眼里只有你那个死鬼娘和你这个贱种。不服！爹爹向来一碗水端平，有我的一份，从未断绝过你封口。爹爹一生清明，你们让他一生无名的走，还是人吗？从未断绝分毫。那你死鬼娘过世，他为什么不将我娘扶正，让我一直被你这个嫡女压了一头？金皇登基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自然容不得他和你外祖一家。怪只怪他们有了你这个好女儿和好外孙女，怨不得谁。何必与他多言？我多见他一刻，都多一份恶心。这人前不久还拥着他，对他许下情深似海的诺言，现在却对他弃如敝履。他为了他第一次反抗父亲，为了他求外祖父投到6皇子军回的阵营。赵怀安，我腹中可是怀着你的孩儿，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姐姐，孩子而已，安哥哥想要多少，我以后就给他生多少，这可威胁不了安哥哥。那还是乖乖交出你外祖父的兵坚，还可以少受点罪。我就是死，也不会交出兵坚。算了，不交就不交吧，不过是少了个讨先皇欢心的物件儿。你就拿着那兵坚去陪你外祖父一家吧。安哥哥，你先走吧，我和姐姐毕竟姐妹一场，我最后再送送她。我最见不得你这双眼睛，明明这么丑，却有一双这么好看的眼睛，你不配。玉洁，去给我把她的眼珠子挖了。大小姐，对不起了。姐姐，这样看起来就和谐多了。姐姐，其实妹妹也有些心疼姐姐的，你精明半生，却也糊涂了半生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的命吗？因为你挡了妹妹的路了，就像你的娘挡了我娘的路，我娘就要了她的命。还有啊，姐姐，可知你表姐最后是怎么死的吗？是被官兵轮奸致死的。可笑，你一直对她爱答不理，她却到死都还在求着我，让我放过你。苏月，结回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。夫人，可死了，扔去烂葬岗喂狗吧。主子，这好像是老国公的外孙女儿，也是可怜人。苏黎只觉得身子一暖，他能感觉到一件大氅落在了他的身上。主子，韩吉走了。是他献计，让这个金才绝艳的男子寒疾加重，最终只能常年与轮椅为伴，失去了与君回角逐皇位的资格。可笑的是，在最后一刻给他温暖的却是他。若有来生，我定还你。我既然重生了，娘还在，我也还没有遇到赵怀安。君回，赵怀安，苏月，我苏黎回来了。
真是苍天有眼，这一世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。这是半年前，他和苏月外出，马车翻了，他也晕了过去，醒来便有了这条疤了。想来那次也不是意外。前世他虽然后来跟着师傅学了医术，但因为这疤痕时间太久了，也不能完全去除。现在以他的医术去掉这条疤痕，不过是时间问题。因为有了这条疤，他变得懦弱自卑，整日也不出府门。但苏月整日花枝招展的在外招摇，不知道的把他当成了尚书府嫡出的小姐了。天齐四美，哼，这一世有我苏黎在，苏月就休想冒头。小姐，你怎么又坐在窗边？你身子才刚好，可不能见风。思琪，等会儿和墨画陪我出去一趟。啊，好，奴婢这就去喊墨画。哎，墨画，我正说去找你呢。小姐说让咱们陪她出门一趟。那可能得晚些出去了。奴婢方才回来时，正看到二小姐往这边来呢。姐姐醒了吗？醒了，二小姐来的正好。姐姐，妹妹来看你了。姐姐今日好些了吗？姐姐是不是怪妹妹这几日没有来看你？那是因为我外祖父寿辰，妹妹贺寿去了。这不，我一赶回来就听说姐姐病了，立马就过来看姐姐了。望姐姐勿怪。妹妹能来看姐姐，姐姐开机还来不及，怎么会怪你？但是妹妹，你的外祖父应该是魏国公府那位，而不是夏家，可别再说错，惹人笑话了。姐姐说的是，妹妹记下了。姐姐，3日后便是天齐1年1度的琼花宴了，妹妹准备了一套碧色的衣裳，但是苦于没有同色的头面。我前些日子见姐姐那儿有一套翡翠头面，很是合适，姐姐可否借我？每次这个好妹妹来一趟，都要从她这里顺走一样东西，说是借，但哪一次她能还回来过？妹妹，这个恐怕不行。姐姐，只是借用而已。这套翡翠头面价值连城，外祖母说是魏家先辈传下的，母亲也让我好生收着。姐姐，魏国公也是我的外祖父，我就借用一下而已，也不可吗？这姐姐好不好嘛？人家只是借用一次，等琼花宴过了就还给姐姐。那好吧，只是你得写个欠条，这套头面实在贵重，我怕母亲问起，我没法交代。放心，这只是为了应付母亲而已。好，我这就给姐姐写个欠条。去把那套头面拿来给二小姐。小姐，姐姐都同意了，你还磨叽干什么？去吧。姐姐，你这个丫头也太无理了！要是我屋里的丫头敢质疑我的决定，看我不赏他们几个嘴巴子！很快，翡翠头面便拿来了。哇，不愧是翡翠12件，真美！姐姐，那我就回屋了，改天再来看你。小姐，就你大方，那翡翠头面那么贵重，你怎么说给就给？小姐，你把国公夫人给你的翡翠12件也给二小姐了，没事，我心里有数。你们这么小气做什么？两位小姐姐妹情深，一套翡翠头面算什么？夏姨娘还经常亲手做东西送咱们小姐呢。这么早，玉琪就和那边勾搭上了。小姐，奴婢说的不对吗？没有，你说的对。我就说嘛，咱们小姐和二小姐是天底下最好的姐妹。思琪，去把我帷帽拿来。墨画，去喊门房备车。是小姐。小姐，你要出门？小姐，玉琪陪小姐去吧。不了，这次就思琴和墨画去，你和支书守着院子，下次换你去。小姐你放心，我会好好守着院子的。去杏林药铺。他的疤需要药材，而且那个人的寒疾此时应该也是很严重的。小姐，到了。小姐是看诊还是抓药啊？抓药，按照这上面的分量抓。小的这就为小姐抓药。小姐稍等。让，请让一下。这是怎么了？都是我的错啊！去了好几个医馆，大夫说是误吃了什么黄金草，都摇头说没救了。这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也不活了。黄金草，那可是毒草啊！可惜了，这孩子只怕凶多吉少了。长春大夫呢？快让他出来啊！长春大夫出诊去了，少说也得等上1-2个时辰。就算长春大夫来了也没用，去年有个人误食了黄金草，长春大夫也束手无策啊。让我试试吧。你是大夫吗？学医多年。他没有说谎，前世母亲得病去世之后，他便拜师学医。好，你就试试吧。借你的地方一用，按照这上面抓药煎好，要快。你们店里有金针吗？有，小姐稍等。这姑娘不是乱搞吗？老头我活了7、80年了，还没听说黄金草的都能借的。可不是。你别说，这姑娘我看手法很专业，应该有2把刷子。有2把刷子又怎样？连长春大夫都解不了的毒，这个小丫头还能解？这便好了？不，这只是让毒性不再蔓延。小姐，药好了。把药拿过来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催吐，大部分的毒已经吐出，我再开个方子，再吃上2剂就没事了。谢谢小姐，你是我们一家的大恩人。小姐救了犬子，就等于是救了我王卫一家的命。小姐有任何吩咐，王卫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你先起来吧，
你是商行的人？是，在下有个商队。7日后到醉仙居找那里的掌柜。是。哎呀，竟然真的有人能解黄金草的毒啊！这么个小姑娘，医术竟然在长春大夫之上，不可思议呀！走吧，去醉仙居。小姐，你什么时候学的医术啊？我自学的，父亲书房那么多书，里面有很多医术。小姐，虽然你不喜欢出府，但也没必要把自己的衣裳首饰全送给二小姐啊。何况那翡翠12件还是国公夫人送给你的，那12件可不是那么好带的。她一个庶女，带那么贵重的东西出席琼花宴。小姐，奴婢明白了。二小姐若真是佩戴翡翠12件去，她肯定会成为众矢之的。那些贵女的手段，咱们可是再清楚不过的。小姐，咱们来醉仙居做什么？查账。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林伯，我娘出远门了，这个月的账我来查。小姐这是长大了。昨日账房夏先生就说把账本准备好了。林伯，这个夏先生是谁介绍来的？是老爷安排过来的，说是很有能力。确实有能力，要不然怎么不动声色的把账面抹得那么平，上娘这么久都没察觉。小姐来查账了，快把账本拿出来。哎，小姐请坐，这就是这个月的账，您请过目。夏先生，麻烦你把上月的账本也一起拿来给我看看。哎，夏先生来醉仙居多久了？回小姐快2年了。小姐，夏先生是真觉得这账目没人能看出其中猫腻？我老夏在醉仙居勤勤恳恳2年了，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那你说说，月头买了一批粮食，你月尾又买了一批，姑且算你是为了下个月买的，那你第2月月中又买，第3月月初又购买，作何解释？小姐，这夏季粮食便宜，需要多买些，为冬日囤些。那囤的粮食呢？小的让人把它囤在外面仓库里。把这2年的账本都给我。这怎么，东家要查账本都不行？还是夏先生心里有鬼？还不快去！小姐要查账，你推三阻四做什么？小姐，这就是这2年的账本了。夏先生真是为醉仙居考虑啊！这从去年就开始囤粮了，这外面仓库得有几十万斤粮食了吧？3天后我去看看这批粮食吧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那就好。好了，我也该回去了，3日后再来。小姐啊，对不起啊，我竟然没发现夏江有问题。林伯不必自责，这人是我爹推荐的，你当然会放心。但是林伯，这夏江可是西院那位的亲哥哥。什么？这几日找人看着他，别叫人跑了。小姐放心，6、7天后，有个叫王威的人会来找你，你先让他在酒楼帮忙，后面我对他另有安排。是，小姐。小姐，那个账房先生很明显就是私吞钱款，你为什么不报官呢？报官？咱们府里那位可以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，我给他3天时间，把挪用的给我全部吐出来。可是小姐，万一夏姨娘死活不拿出来呢？她会拿的。听说你病了，快让娘看看。娘，女儿好想你。都怪娘，你生病，娘没在你身边，现在可大好了。娘，我的风寒已经好了，娘也是为了祖母，怎么能怪娘呢？今日我去帮您查了醉仙居的账，发现了一些事。什么事儿啊？女儿发现醉仙楼的账房先生每2个月进3次粮食，女儿也是偶然得知那人是夏姨娘的亲哥哥。你先休息，娘有事儿先去忙了。守在院子里，不要让人进来。大小姐这是做什么呢？不该问的就不问，我只是好奇问一下，怎么了？你不会以为大小姐让你跟着出去一趟，你就能取代我了吧？告诉你休想，大小姐是离不开我的。吵什么？小姐，奴婢只是关心大小姐，问了一句，思亲姐姐就呵斥奴婢。小姐，奴婢知错了。大小姐，你不要怪思亲姐姐，她肯定是因为小姐今日带她出门，一时得意才斥责奴婢的。去院子外面跪2个时辰。思亲姐姐，小姐让你去跪2个时辰。我说的是你。大小姐，明明是思琴做错了事儿啊！随意打听主子的事儿，诬告他人，口舌生事，主子罚下人，还需要理由？是不是要我把你的卖身契交给牙婆，打发你另寻主家？奴婢错了，奴婢这就去跪着。你们3个听好了，我信得过的丫头就只有你们3个，我的人不能有软弱的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
这个丫头前世跟着他嫁入了赵府，被赵怀安那个畜生给糟蹋了。苏月还说是他勾引的，前世的他居然就信了。没想到最后这个丫头舍身似贼，偷了柴房的钥匙来救他，可惜被那2个狗东西给杀了。据说在他没有出嫁的时候就被诬陷偷了苏月的首饰，被发卖了，而墨画则是配给了苏月的表哥。这一世他苏黎再也不会让身边的人重蹈覆辙了。小姐，让玉琪跪上2个时辰，奴婢怕她承受不住。有2心的奴才，让她跪2个时辰，真是便宜她了。有2心，你们4人月钱都是一样的，但她的穿戴却比你们要好，那些钱是哪来的？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们会防着他的，不该他知道的，他休想从我们这里套出什么。守着门口，不要让人知道我在做什么。是小姐。小姐，大小姐这2天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，为什么突然对她就变了态度了？还是2小姐好啊，对下人温柔又大方。真是天助我也。柳儿，等天色晚点儿，你给玉琪送点药过去。该怎么说，不必本小姐教你了吧？奴婢知道。本以为大姐姐这几个丫头是铜墙铁壁，没想到这个玉琪是个心大的，却正合我意。祛疤的药配好了，相信1月之后她就不用出门戴围帽面纱了。小姐，方才望夏姐姐过来传话，喊小姐去夫人那边用饭呢。走吧。小姐，奴婢知道错了，求小姐饶了奴婢这一回吧。跪满2个时辰再起。来了，咱们娘儿俩好久没一起用膳了。那梨儿往后日日过来娘亲这里蹭饭。好好，你爹来信说明日便归了，咱们一家人再好好聚聚。对了，娘下午去醉仙居吗？去了，重新查了账本，果然其中猫腻不少。梨儿为何不报官？难道是顾忌西院？娘，女儿不是顾忌西院，是想让西院先把银子吐出来。3日后，娘和我一起去看看夏先生为咱们醉仙居囤的粮食吧。3日后是琼花宴，你不去吗？女儿不去了，去了也不过是看贵女们暗自攀比。梨儿，半年前那场祸事，你还记得清楚细节吗？娘，事情都过去了，现在就算有所怀疑，也没有证据。娘，这次夏姨娘之所以敢生了这样的心思，也是娘太宽容大度了。你体谅她，让她在西院有自家的小厨房，西院奴才们的卖身契你也给她了。你看谁家的主母如此宽厚？女儿说的不无道理，她想的是宽厚一些，家宅安宁，却不知道有些人你越退他就得寸进尺了。小姐，你们走后，我故意待在房间没出去，就注意到2小姐身边的柳儿来找了玉琪，还给了她1瓶药膏。她倒是会做好人。小姐，要不要敲打敲打玉琪？不必，我要的就是他们勾搭上，你们暗地里多注意便好。此情我的贴身义务，务必要守好，缺了什么及时告诉我。小姐放心。哥哥，你那么急着找我来做甚？妹妹，出事了！这次你可得救救我啊！你家那个大小姐也不知道抽什么风，昨日竟然去醉仙居查了账。我还当什么事儿呢？他查账就让他查呗，连他娘魏叔都看不出来问题，我不信他还能查出来。什么查不出？他把账查得清清楚楚，还限我3天内交出几10万斤粮食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那傻子还能有这本事？怎么不可能？我还能骗你不成？我拼拼凑凑也才1万两银子，你快再给我5万两。5万两？我哪有5万两？5千都没有。夏青之，你说话要有良心，我这2年送你的银子可不止5万两，你不拿，难道是想等你家那位夫人去报官？就算我蹲大牢，你也跑不了。哥哥，咱们可是亲兄妹，我有钱还能不帮你？我那不是没有那么多吗？不想你做的那些事情被妹夫知道，就乖乖掏钱，我也不黑心。5万两没有，3万总有吧？你想想，我蹲了大牢，你也就没了娘家依靠，父母还要拖累你，你合不合算？我回去凑凑。要快，今天一定要把银子凑齐，我明后日还要去购粮食。哟，知道了知道了。小姐，国公府到了。外祖父、外祖母、舅舅、舅母，还有表哥表姐，前世是我傻，悟性坚韧，害得你们如此凄惨，对不起。是梨儿来了吗？真的是我的梨儿啊！听下人说梨儿来了。舅母、表姐，好孩子，你可好久没来了，可惜你外祖父和舅舅都去上职了。要是他们知道你来，不知道得多高兴。他哪还记得有个外祖家呀？瑶儿，怎么说话？舅母别闹表姐，她说的对，梨儿这1年来实在太不像话了。我知道表姐是想我的，我才不想你呢。好表姐，你就原谅妹妹吧，妹妹也是受人挑拨，最近才想通了。表姐若还是生气，你就打我。好了好了，真是怕了你了。你一直戴着面纱做什么？一到小口子你就变了个人，简直不像姑姑的女儿。瑶儿，好了好了，她们小姐妹玩闹，你拘着她做甚啊？娘说的是，只是这瑶儿顽劣，梨儿如此文静，我怕她受欺负。舅母放心吧，表姐才不会欺负我，她疼我还来不及。谁疼你？不害臊。表妹，你这疤痕真的去不掉吗？听说你姑父请了太医院的邱太医，
连他都束手无策。外祖母不要难过，这1年多我躲在府里也没闲着，我翻遍我爹书房的医书，找到了治脸的法子，再过1月这疤就看不见了。外祖母，你不是腿痛的走路都走不了了吗？我有一套手法能缓解你的病症，配合药汤，不出半月你肯定健步如飞。你就别哄我老婆子了，我这可是陈年旧疾了。我为外祖母试试吧。好吧，那就试试。李儿，你也不要有什么负担，这本就是顽疾，治不好也没关系。外祖母有没有觉得好一些？小腿热热的，竟然真的有效啊！李儿说她能治好她的脸，我起初还不信，现在我倒是信了。表妹治好了脸，肯定是个大美人。那什么京城4美啊，都得靠边站。子言来的正巧了。君莫，字子言，见过本王。不必多礼，我也是出宫时遇到袁灵，正好找他商谈一些事，便厚着脸皮上门叨扰了。景王请上座。灵儿，你应该早点派人来府上说一声的。老夫人不必如此客气，我与袁灵乃好友，你就把我当一个小辈看待，上座万万是不敢当的。祖母不必多说了，子言才不在乎这些，他又不是没来过。表妹，你是梨儿表妹？表哥。难怪我见祖母今日脸上笑意不断，原来是你来了。我新得了一株墨兰，走，我带你去园子里看看。灵儿，你看是不是很美？表姐，你这花儿可不多见，这还是前几日云妃娘娘赏我的。表姐，你和云妃娘娘走得很近吗？本也和云妃娘娘不亲近的，也不知近来怎么就得了她的青睐。外祖父和舅舅就没和你说什么吗？只是说云妃有诏，不得不去，但是碰上6皇子得避讳。外祖父和舅舅说的对。梨儿，最近母亲一直逼着我相看人家，我都快烦死了。啊，对了，梨儿，2日后便是琼花宴，你要去吗？我就不去了。你的脸一定会好的，你连祖母的腿疾都能治，你那点小疤应该也不在话下。是啊，我对于治腿疾还是很有把握的。你就当陪陪我吧。表姐，我真有事，你就委屈一下。表妹会治腿疾，可是真的。梨儿真的会医术。子言，走吧。恭送景王殿下。表妹，你觉不觉得景王殿下有些冷啊？他人很好。我没说他不好。爹爹，你可回来了，月儿好想你啊！月儿今天可哪儿也没去，就一心等着爹爹回来。爹，梨儿，你娘说你得了一场很严重的风寒。女儿早就好了，老父请挂怀。姐姐都能出去玩了，怎么会还没好全呢？爹爹勿怪，我只是去了一趟国公府。你好久不曾去看你外祖母了。以前是女儿不好，但是夏姨娘告诉我，我这个样子去见外祖母和舅母会让他们伤心，女儿才……还有这回事？爹，是姐姐误会了，那是姐姐才刚毁容，我娘说的是暂且避避，哪知姐姐这一避就到了今日。你回去吧，今日你爹才回来，让他好好休息休息。爹爹，娘这几日病了，硬撑着下床为爹做您最喜欢的菜式。爹爹，去看看娘吧。妹妹，你娘这好好的站在这里呢。她病了就请大夫，我去了也无济于事啊。爹，你不过去，姨娘她真的病得很重，早不病晚不病，你爹一回来就病了。走，我亲自带着大夫去，好好给他看看病。不用了，姨娘已经看过大夫了，我回去劝劝她多休息便好。女儿先告退了。好了，万夏姐姐，你快去厨房吩咐一声，今晚做的丰盛些，咱们一家人好好用个团圆饭。这个团圆饭，为父等了快2年了。爹，夏姨娘说我现在毁容了，如果经常出现在爹跟前，你会越来越厌恶女儿。胡说，爹心疼还来不及，怎会厌恶？老爷，还有件事要告诉你，醉仙居那个夏掌柜做假账，被梨儿查出来了。当初他说让他哥哥去帮忙，没成想竟出了这档子事儿。不行，我这就去西院找他算账。用过膳再去。吵什么呢？二小姐在外面呢，思琴姐姐说小姐未起身，正拦着她呢。姐姐，你总算醒了，你这院子里的丫头越来越没规矩了，竟然让我在外面等了这么久。这么早过来有事吗？爹爹昨夜在西院动了好大的气，还进了我姨娘的族，你快去和母亲说说，让她去父亲跟前为姨娘求求情吧。妹妹这是求我听着不像啊。姐姐，我姨娘对你可比对我还好。爹爹罚姨娘，咱们去求爹爹，那不是质疑爹爹的决定吗？再说不用管家，正好姨娘轻松轻松不好吗？姨娘这个人天生劳碌命，这闲下来还不得闲出病来啊。你看这花儿开得多好，送你一支，拿回去插瓶。姐姐，妹妹说了这么多，你听了没？我会和娘提起的。我就知道姐姐最好了，姐姐也是心疼姨娘的，这花果然很香。你喜欢就好。心疼？是啊，我肯定会好好心疼心疼自己这位姨娘的。看好院子，不要让人打扰我。玉琪，小姐说这个房间谁都不能进。我这不是怕小姐渴着吗？想给送点茶水。小姐饿了渴了，自会吩咐。柳儿，二小姐这是还在午睡？是啊，巧和姐姐，是姨娘有事吗？柳儿，姐姐来得巧了，二小姐醒了，
小姐，你的脸怎么会这样？我的脸千万不能有事，贱婢还不快去请大夫！慌慌张张的成什么样子？月儿，你怎么了？娘啊，你快去让爹爹请太医来！小姐，先让大夫看一下吧。如何？无碍无碍，只是常见的过敏症状。我开几副药，几日后这疹子自然会消。我怎么等几日？有没有送好的法子？这老夫无能为力。姨娘，你快去求爹爹，把太医请来吧。女儿不能顶着这样一张脸出席琼花宴啊！我去找老爷。老爷夫人，夏姨娘在门外。她不是在禁足吗？姨娘好似说二小姐那边出了什么事儿，让她进来。老爷，你快进宫去请位太医吧，二小姐不好了。出了何事啊？太医可是为宫里的贵人看诊的，又不是我尚书府的府医。老爷，当初大小姐伤了脸，老爷都能请太医，为何二小姐就不行？老爷，你不能偏心啊！梨儿脸上的伤势多严重？苏月的脸上只是起了点小疹子，大夫都说了过几日便好。你怎么说的好像苏月快不行了一样？胡闹！明日就是琼花宴了，月儿现在这样可怎么好？还去什么琼花宴？这也是为了老爷啊！大小姐的脸是彻底好不了了，二小姐也是想露露脸，为老爷赢得几分好名声。这是惦记着在琼花宴上能攀上高枝儿啊！老爷的名声何须拿自己女儿去搏？谁不知道他苏尚书清正廉明啊？官场瞬息万变，有一门好的姻亲总是好的。不必说了，琼花宴可去可不去。娘，怎么样？都怪你！凭什么苏黎就能请太医，而我就不行？都怪你！你怎么这么没用啊？月儿，你怎么这么说娘啊？娘，你算什么娘？连爹的心都笼络不到，你不是手段多吗？怎么就不能让我光明正大的喊你一声娘？月儿，这话是能乱嚷嚷的吗？你是想让夫人把姨娘发卖了吗？姨娘，娘，对不起，我刚才是气急了。月儿，娘知道你委屈，相信娘，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的，总有一天我会让爹后悔的这么偏心。明日的琼花宴就不去了。不行，我要去，大不了我带着面纱去。这边发生的一切都被思琴一五一十的禀回了苏黎了。这还真不知是我这个妹妹什么好了，都这样了还想着出风头。可能老天有眼，虽然二小姐在您这里得了翡翠12件，那张脸却没法子露出来。哪里是什么苍天有眼啊，不过是人谋罢了。夫人小姐，你们来了。东家小姐，这是我租的一个院子，拿来堆放粮食的。您一直都是把粮食堆放在这处？我购买的粮食一直都是堆放在这里的。齐了。小姐还有何疑问？夏先生从去年便开始囤粮了，堆放在这里，这粮食竟然没坏吗？这小姐有所不知啊，我虽然没租粮仓，但隔段时间就请人把粮食拿出来晾晒，这粮食可都保存得很好。要是东家不信，可以查看。我自然是信得过夏先生，只是粮食堆在这里确实不好。林掌柜，还是让人把粮食运到咱们庄子上的粮仓里吧。好的，夫人。夏先生，本来你是老爷推荐的，我也很放心，但我这2日查看账本，发现醉仙居购买的米面粮油的价格都高于市场1/12。夏先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夫人有所不知，来咱们醉仙居的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，所以咱们买的都是品质好的，价格自然要贵些。这几家供货商我也派人去查了，他们甚至比市场价还低，这你怎么解释？夏先生，我给你的工钱可比外面高出许多，你这样做是想我报官吗？求夫人开恩，我也是一时糊涂，看在我妹妹的面子上，求夫人开恩。你妹妹？我妹妹就是您府上的夏姨娘，亲知。原来如此，那我就看在夏姨娘的面子上，再给你3日时间把银子还回。若是还不回来，咱们也没什么情面可讲。多谢夫人，多谢夫人，我这就去收钱。拿了我的就给我全部还回来，这么多粮。咱们醉仙居这2年都不用买粮了。娘，咱们醉仙居不但还要继续买，还要继续大量囤粮，这是为何？这么多得吃到何年何月啊？娘，您是不是觉得女儿这段时间变了很多？那是因为女儿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我梦见再过3月南方会有旱灾。傻孩子，那只是个梦。我还梦见今日琼花宴，太子会选出太子妃，乃是骠骑大将军嫡女。您若不信，便等上几日再做打算吧。好，那就再等几日。这是怎么了？小姐，你不去琼花宴，可便宜二小姐了。我方才看到她带着你那翡翠12件，打扮得贵气得很，风光得很。这样的宴会，打扮的扎眼，可不是什么好事。奴婢也知道，但是就是看不惯她那样。苏姐姐，今日我都不敢认你，你这头面也太好看了吧？是啊，方才娇娇还跟我说这是哪位皇家公主呢。不过月儿，你做什么戴着面纱呀？我前几日得了风寒，还未痊愈，所以才戴着面纱。至于这头面嘛，这可是翡翠12件，自然珍贵。啊，这就是翡翠12件，一直听说来着，只是没亲眼见过。原来竟在尚书府。苏姐姐，尚书大人对你真好，就舍得给你这么贵重的头面。那是自然，我爹最疼的就是我那个姐姐可是毁了脸的，我爹也指望不上她。苏月，这翡翠12件怎么在你身上？你也配？你又使了什么手段拿到的？表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谁是你表姐？我只有梨儿一个表妹。瑶瑶，怎么了？怎么生这么大的气？芷柔，这翡翠12件是我魏国公府传下来的，异常珍贵，是我表妹10岁生辰礼时，我祖母送给我梨儿表妹的，此时却戴在这个女人身上，你给我摘下来！魏小姐，月儿说了，这头面是尚书大人给她的，你这未免为难人。这是我表妹的，不知用了什么肮脏手
手段得来的。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庶女，且佩戴这么贵重的头面。表姐，是姐姐自知毁了容貌，便把这头面送我了。后娘娘、云妃娘娘、朝阳公主到。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，都起吧。谢皇后娘娘，大家都不必拘着了，坐吧。今日琼花宴，各位小姐展示才艺，魁首者皇后娘娘将有重赏。小女蓝玉参见皇后娘娘、云妃娘娘、朝阳公主。起来吧，不愧是将门之女，这等英气不输男儿。怎么，同是京城四美，人家蓝小姐得了皇后娘娘的青睐，你就不满了？有本事你也上去舞一曲啊！我只是为蓝小姐高兴呢。至于歌舞嘛，我倒是准备了。参见皇后娘娘、云妃娘娘、朝阳公主。你是？小女是苏尚书之女，风寒未好，所以以纱遮面。小女准备了一段舞，只为助兴。你去吧。是，娘娘，臣女献丑了。苏小姐不愧为才女，这都是你自己做的诗。回皇后娘娘，这几首诗确实是臣女方才现做的，让娘娘见笑了。放肆！这明明是一个学子做的，在今日之前就流传出来了，你竟敢在本宫跟前撒谎！求娘娘明鉴，这就是臣女做的诗。我在宫里都听说了这诗句，外面竟没人听过。公主，这诗确实是前2日就传出来的，我也听到过。苏小姐这是冒认他人作品，苏小姐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求娘娘开，求娘娘开！惠国公一门亲贵，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？梨儿知错，求娘娘原谅梨儿这一次吧。母后，儿臣记得苏小姐有几年没参加过这样的盛事了，是不是有些规矩也忘了，才会这样不知天高地厚？苏月几年没参加，怎么可能？哪次出风头会没有她？趁着表妹没来，就想往表妹身上泼脏水。表姐，是表妹做错了事，你不用为我求情。魏小姐，这事儿与你无关，你先退下吧。娘娘，做错事就应该受到惩罚，臣女也没想着为苏。表姐还是快下去吧。你不是来为你表妹求情的，臣女只认苏黎一个表妹。你不是苏黎，她是苏月，苏尚书的庶女，她戴着面纱又自称梨儿，何况打扮的也不像个庶女。往自己嫡姐身上泼脏水，真是好大的狗胆！娘娘息怒，臣女是万万不敢往姐姐身上泼脏水啊。臣女小字灵犀，方才臣女只是自称灵儿，并非梨儿。一个庶女打扮的比嫡女还贵气，你盗取别人的诗作，说是你自己的，你作何解释？来人，拖下去，重打50大板！娘娘饶命！苏月，前世那几首诗带给你的是荣誉，这一世带给你的是苦难。你们加注在我身上的，我会10倍100倍的还回去。小姐，表小姐来了。表姐这是怎么了？谁惹你生气了？你是不是把祖母送你的翡翠12件送给苏月了？表姐，我没有把12件给她，只是她上门来借，我也不好拒绝。有什么不好拒绝的？现在琼花宴也结束了，我陪你去要回来，免得你抹不开面子。表姐，表小姐，妹妹怎么样了？大夫说要养伤1、2月，她醒着吗？醒着。妹妹怎么好好的出去，回来就这样了？你来做什么？你以为我想来啊？我不过是来帮我表妹拿回她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翡翠12件，你也用完了，该还给我表妹了。姐姐，你不是说把这头面送给妹妹吗？怎么又要回去啊？妹妹，我什么时候说送给你的？这是我外祖母送的，我怎么敢擅自做主把它送人呢？瑶儿，你这丫头来了也不去姑姑院里。姑母，我这不是没来得及吗？姑母来的正好，你快帮表妹把自己的东西拿回来。什么东西啊？翡翠12件。妹妹说去琼花宴没有首饰配衣裳，要借去用用。没首饰配衣裳，我是缺了你的还是短了你的？你竟敢向梨儿讨要翡翠12件，还不快还回来！是姐姐给我的，姐姐说反正她也用不着，现在怎么能要回去呢？既然是大小姐送的，妾身大2小姐谢过大小姐，可那明明是借给妹妹的，怎么变成送的了？姐姐，你明明是送给妹妹的。娘，这是妹妹当日借头面时立的字据。苏月，去把头面拿来还给姐姐。妹妹记错了，以为这次也和以前一样是姐姐送给妹妹的。妹妹真是贵人多忘事，以前那些首饰妹妹也说是借的，就把以前借的一并还了吧。这不是我给梨儿买的翡翠屏风吗？还有那个妆台上的8宝装盒，连那幅仕女图都是我从库房里挑出来给梨儿，怎么都到你房间来了？男人，给我把原先大小姐房里的东西都给我搬到大小姐院子里去。这些可都是你送给2小姐的，怎么还往回拿呢？这要是外面人知道了，还不得说大小姐小气？夏姨娘，这真的是妹妹借的，说过些日子会还。今天既然都来了，那就不劳妹妹送过去了，我自己拿回去便好。放心，我的婢女对我的东西可清楚得很，不会多拿1件的，也不会少拿1件。苏黎，你这是强抢！我要告诉爹爹，我表妹只是拿回自己的东西，你有什么理由去告状？这些东西有好多都是我姑姑的陪嫁品，怎么可能便宜了你？我也未曾苛待你半分，你还敢笑想这些不属于你的东西？你看看你房间像是个庶女的房间吗？不用你去告状，我也会同老爷说的。夫人，2小姐还小，她还不懂事，那些借的东西不是都还回去了吗？就不要给老爷增添麻烦了吧。妹妹这是什么眼神？是不是觉得母亲做的不对，要让父亲给你评评理？姐姐说笑了。夫人，都搬完了。你不会记错了吧？有这么多东西都是梨儿院子的啊？对，奴婢还忘了一样，2小姐身上盖着的蜀锦金丝
丝被，也是从小姐那里拿的。拿走，都拿走。被子就不用了，都沾上血气了。娘，走吧，我送你回去了。妹妹受了伤，需要静养，咱们就不打扰她了。表妹，刚刚苏月的脸色你看到了吧？真是太逗了。娘，你觉不觉得苏黎变了？哎呀，人不可能一下子就开窍了，他都蠢了10几年了，怎么突然就聪明了？肯定是魏元瑶，可恶！等我好了，要她好看。回智有赵怀安，权有魏国公，才有许慕白。这一世，他的智囊团和兵权都没了。那现在要着手的就是赶在军回之前救下许慕白。老爷，姨娘已经不吃不喝2天了，说是老爷一日不消气，便一日不进食。那就饿死吧。要不是阿叔生李二世伤了身子，很难有孕，母亲做主让他进了府了，他才不会让他进府呢。守着心爱之人过一生，多好啊！什么事让你娘2个笑得如此开心？女儿说梦见娘给女儿生了个弟弟呢。这梦倒有趣。老爷，夫人，西院出事了。姨娘，这是演的投环自尽。你闹什么？与其让老爷这么厌倦妾身，其实还不如一根绳子吊死，好去侍奉老夫人。不过是罚了你禁足，你就闹成这样。老爷，妾自请去水月庵为苏府诵经祈福。你要出家，你这是在威胁我。妾身只是觉得府上这几日不顺，想求菩萨保佑罢了。那就等你好了，去护国寺上炷香便是。妾一介妾室，进不得护国寺。夫人，要不你就受累，带着梨儿和月儿也一起去吧。他闹这么一出，就是要出府。姑母，你真的要做傻事啊？我不这样，怎么能让你姑父心软？我就说嘛，姑母，你什么时候把银子给我？我前几日才给了你爹几万两，哪里还有银子？姑母，你这屋子里的摆件儿，一看就值不少钱。你少打我这些摆件的主意，拿出去多打眼，你是生怕别人发现不了是吧？我爹说了，你不拿钱，他就去找姑父。他敢！姑母，我爹在醉仙居拿的银子，可大部分都给了你呢，你怎么能不管我爹呢？姑母，你可是姓夏，我们才是一家人呢。你的钱财不留给我，难道留给表妹？表妹可是姓苏。文才，你说的对，咱们可是一家人，银子我等会儿给你。姑母放心，侄儿以后肯定会好好孝敬你的。这银子可是姑母的棺材本了，你爹要是还需要钱，姑母可真拿不出来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姑母昨日说的话，你可放在心上了。姑母你不提还好，一提我就生气。那个苏黎原来是那个德行，侄儿不喜欢。文才，你想要用不完的银子，就必须把苏黎娶回去。祖夫人就苏黎这一个女儿，苏黎还是尚书府嫡女，魏国公的外孙女，你娶了她，好处有多少？可是没有什么可是，你不喜欢苏黎，娶回去放着就是。等时机到了，是休妻还是怎样，还不是你说了算。苏黎身边那几个丫头，整日寸步不离的跟着她，侄儿根本靠近不得。这次去护国寺，你只要听姑母安排，肯定会手到擒来。但凭姑母吩咐。你竟然让苏月拿了你那么多东西！娘，以前女儿不是糊涂吗？以后不会了。表妹确实变了好多，那苏月简直是贪得无厌，连翡翠12件都敢笑想，亏得表妹对她那么好，她今日竟然还想往表妹身上泼脏水呢。还好皇后娘娘明察秋毫，这次是有你表姐在场，要是你表姐不在，她做的那些肮脏事不得你背着？你对她这么好，她却是这般现场。傻梨儿，瑶儿，今日就留下，我记得你们小时候可最喜欢腻在一起的，今晚你就去梨儿院子吧。太好了，我有好多话想同表姐聊呢。在经过这几日的不断改进，总算是配出了治疗君莫的腿疾的药，虽然还差白离子和千层双两的药引子，但现在这个药丸至少能压制寒毒。接下来就是找个时机接近君莫了，要接近他也唯有通过表哥那边了。京城中发生了一件大事，也可以说是一件喜事，骠骑大将军之女赐婚太子，这还真被女儿说中了。思琴，小姐，随我去趟醉仙居。是小姐。大小姐，你要出门吗？带奴婢一起去吧。上次小姐出门时说再出门就带奴婢的。一起，小姐出门带谁还要经过你同意。奴婢不是这个意思。走吧。大小姐，这是还在生她的气，这可是不行的，再这样下去她就彻底的失宠了。小姐，可算等到您了。小姐，前日他就来了，在下安排好家中就来了。王大哥，小姐喊我王威便好。王威，现在我这里有一项事情交由你去做。小姐尽管吩咐。小姐，给在下这么多银票做什么？我要你和你的商队用这些银票去南方收购粮食，然后分批次运回咱们粮仓，只是要谨慎些，不要引人注目便好。王威定不负小姐所托。若银钱不够，找林掌柜便好。好。林伯，下江那边可有异动？回小姐，从昨日那下江便没来过醉仙居，我派人跟着他，他正在筹钱。好，你继续派人跟着他。小姐，咱们回府吗？不急，天色还早着，先逛逛，你们也看看有什么喜欢的，小姐买给你们，把墨画那份也带上。是，小姐进去看看。苏黎穿得素的，没人知道她其实更爱张扬的红色。重活一世，她要按照自己的喜好来。小姐想选点料子还是诚意啊？咱们新到了一批顶好的料子，小姐要不要看看？红色的好料子有吗？可巧了不是，昨儿刚到的苏州丝光锦，那颜色亮的真是绝了，咱们家还可是独一份呢。拿来看看吧。好嘞，小姐稍等，这料子金贵，在楼上。这不我要了，这不我要了。这小姐是选料子还是成衣啊？我就
就要那匹料子。这料子仅此一匹，这位小姐要了。你可知你在跟谁说话？这位可是当朝右相千金，还不快把料子奉上？是这位小姐先来的，除非是这位小姐不要，小姐还是先看看其他的布匹吧。这匹布本小姐要了，你另外挑选吧。刘掌柜，帮我量身，我要用这匹布在你这里定制一身。你竟敢！你难道不知道我的身份，还敢同我抢？哼，区区一介庶女也敢这么嚣张，贱婢！挑打！我们家小姐乃尚书嫡女，你敢？我倒是谁呢？原来是那个毁了容的丑八怪。怎么不藏在家里，竟敢出来见人了？住手！参见五公主，参见景王殿下。见过五公主，景王殿下。你就是苏黎，苏月是你叔妹。回公主，是的。我在外面就听见你们争执了，人家先来的，那布料就是他的。右相就是这般教导家中女儿的，仗势欺人。神女知错了，神女这就告退。皇姐，快选吧，选好早点回宫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公主先选吧。你选吧，我没选到满意的。这苏小姐也是可怜，前几年我在宫宴上见过，有些印象。这几年不见，就毁了容，可惜了。命数罢了。年纪轻轻怎么这般老成，活像是看破红尘般。快找个王妃吧，免得德妃娘娘一直在我母妃跟前念叨。表妹，站住！你是谁？我是你的表哥夏文才呀。我只有一个表哥，是魏国公府的公子。哎，表妹别走啊！表妹等等！放肆！你再纠缠，我就让人把你丢进池子里。哼，小蹄子，让我得到你，看你还能不能这么硬气。这是怎么啦？思琴，我的衣服配饰都是你在打理，你记住了，这段日子千万管好，不要让人钻了空子。小姐您放心吧，您上次已经交代了奴婢防着呢。前世没有出现夏文才，大概是因为他一切都在那对母女的掌控中。到了吉吉之后，就嫁给了穷酸秀才。那场让他刻骨铭心的英雄救美，大概也是他们故意安排好的。李儿，你不必在乎你那条疤痕。我赵怀安岂是那种贪图美色之人？我看中的是你的内心。李儿，我赵怀安此生定不负你。李儿，六皇子有大才，若得了皇位，定是明君。你能不能去劝劝岳父大人和魏国公，让他们考虑考虑六皇子？李儿，你怀有身孕，我让你妹妹进府陪你吧。苏黎，交出冰坚，便让你死得痛快些。你就拿着那冰坚，去陪你外祖父一家吧。聚会，赵怀安、苏月，你们该死！去和林伯说一声，按计划行事。夏兄弟，走，咱们去玩两把。今日不玩了，我有事儿。玩两把也不耽误。哎，走。那就只玩几把。你手气这么好，和他们玩大点，多赢点回去，让你老爹刮目相看。我全压。明明一开始手气很好的，不知怎么的，后面手气背得很，稀里糊涂的就把10几万两的银票给输了，倒欠赌方好几万。钱呢？钱姑姑没给。你没把我说的话重复给你姑姑听。说了，姑姑说她也没钱。娘的，她还真想鱼死网破啊！姑姑说你有那么多宅子和田地，让你卖出去一些。你们把东西放到我院子里去，小心着些，那可是前朝的花瓶。我这里都要卖宅子卖田地了。没钱找小姑子呀，尚书府有钱。娘，姑姑不给。怎么可能？快点还钱，再不还，老子就废了你儿子的手。人家要债都要到家里来了，说你赌了20多万，你说你姑姑是不是给你银子了？给了。给了多少？15万两。今日怎么来了？还好我没出门。见今日天气好，就过来看看。李儿用了你的法子，也按照你的药方吃了一贴药，祖母的腿明显好了很多。李儿来了，外祖母安，舅母安。李儿，我听瑶儿说你那个庶妹不是个省心的，她是有些不安分。李儿也不是个傻的，不会任她闹腾。这几年我腿脚不利索，也没怎么出门。你那个庶妹，我还是多年前见过，只记得她嘴甜。是个能讨人欢心的，没想到他竟敢骑到你头上了。娘，这马上就是您的70大寿了，夫君说这次要大办，他也必定会来，到时候您敲打他也是可以的。舅母，表哥在家吗？在，这不马上就要科举考试了吗？他大概是在书房。表哥也要参加文试，他说他文举武举都要参加，说要拿下文武双状元。瑶儿啊，带你表妹去书房吧。李儿，你找我哥做什么？只是有些事情需要请教表哥。李儿来了，祖母和母亲都在府里，你们过去吧。李儿刚从外祖母院子里过来，是有事找表哥。找我？李儿就开门见山了，此次来是为了景王。景王？我知道景王有寒疾，表妹从何得知？我是医者，自然是看出来的。我能治好景王，只是景王不会轻易相信旁人，所以……你为何要为景王治病？因为前世欠了他。医者治病需要什么理由？这是我炼制治疗寒疾的药，只是还差2味药引，这个只能暂时压制寒毒，1年内不会复发。以后找到药引，再配以我的独门金针渡血，寒毒方可解。什么药引？百里子和千层霜。百里子宫里有，但千层霜只怕只有西城那种极寒之地才有。是，所以有些困难。还好只是困难，总比无望好。我会把这药交给子言的。魏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表情都这么凝重？是太子出什么事了？魏公子，王爷的寒疾愈发严重了，
现在王爷是把寒毒都运功逼到双腿上，虽无性命之忧，但每走一步都得忍着剧痛。大佬，您看看这药，你这药从何而来啊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制出这药的人医术远远在老夫之上啊！而且这药对王爷的寒毒正对症，这药配方也像极了我的师傅明阳真人的手法。给你药的是不是一个白发童颜的老者？这药是我表妹给的，她说这药还差2味药引，还说要根治子妍的寒疾，还要她的什么金针啊？对，金针渡血。你表妹在哪儿？我能见见吗？见到是可以，以后有机会自然会见到。这药王爷能吃吗？能，王爷吃了，寒毒至少可以压制1年以上。还差什么药引？白离子和千层霜，这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到。没事儿，咱们有1年时间慢慢找。王爷，你先把这药吃了，每日1粒。苏黎？对啊，就是我表妹炼制的。子妍，你不吃？会吃的。你又喊我出来做什么？哥哥把宅子和良田都卖了，填上最先居的漏洞就没钱了。既然钱都还了，还喊我出来做什么？还不是你那不成器的侄子欠了赌方几万两，还不出钱，人家就要他一双手。你救救文才吧！不是我不帮，你看你前前后后在我这里已经拿了10多万两了，我哪还有银子？我早就说了，让你好好管管文才，现在好了吧？这次是做哥哥的对不起你，但事已至此，总不能真让他被人砍了手吧？这次我真没钱了，你把你住的宅子卖了，去换你儿子的手。妹妹，你不能这么绝情啊！我宅子卖了，一家住哪里？那我管不着。你是要撕破脸吗？银子我实在拿不出来了。这样吧，明日我们会去护国寺，你让文才也去，先不要露面，等我吩咐，说是成功了，你们就有花不完的银子了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哥哥，不要怪我，是你逼我的。小姐，夫人那边派人来说，明日一早就出发去护国寺。苏月好了，差不多了吧？方才我还见柳儿扶着二小姐在园子里散步。明日你们3个都警醒些，注意着玉琪有何动作。是，小姐放心吧。姐姐恕罪，妹妹来晚了，好一对姐妹花。母亲安，姐姐安。上车吧。姐姐，妹妹和你一起坐吧。梨儿和我一起。夫人，小姐，护国寺到了。几位施主是参禅还是上香？劳烦小师傅安排一下。今日要叨扰归寺，明日我们要上头炷香。几位施主下午未时，空检方丈会在正殿讲经，各位可自行前去。小僧便告退了。小姐，奴婢发现玉琪鬼鬼祟祟的进了您的房间，但她离开后，奴婢仔细的查看了一番，发现小姐的小衣少了一件，按计划行事。谁？苏小姐真是警觉。景王殿下，您这是？苏小姐赠我解毒良药，本王来感谢一二。要感谢，什么时候不可？偏要挑在这个时候。可你并未服那药。苏小姐怎知本王未服那药？那药对你有益，你就当是我看在我表哥的面上才给你那药吧。不管你有什么目的，只要你所求在本王能力范围内，本王就还你这个人情，如何？随你吧。嘘，别说话，有人，还是个男子。需要本王帮忙吗？走的时候顺便把这人4肢折断丢下山去。没想到竟然想折断人家4肢，真残忍呐！殿下随意，我去看看我母亲。莫阳，王爷，按照苏小姐的吩咐去办。是。娘，你快点儿！急什么？娘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要喜怒不显。今日怎来的这么早？夫人不是要上头炷香吗？所以咱们来早点，免得耽误了。梨儿还没来吗？许是昨日累着了，可不是昨日累狠了。母亲，咱们一起去看看姐姐吧，也是身子不舒服。夫人，咱们快进去看看。不能进去！你这丫头竟敢拦着夫人！你快让开，我要看看姐姐。我回房等着，让你们小姐收拾好就过来。夏姨娘和妹妹这么关心我，我还真是感动呢。你怎么？我怎么了？我这不是好好的？咱们快去正殿吧。妹妹这是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看着姐姐的房间和我有什么不一样。夏文才那个蠢货，不会是怕事儿临时退缩没来吧？二小姐，咱们快跟上夫人吧。你不是说这次万无一失吗？怎么苏黎半根毫毛也没见少？娘还有后招。梨儿，真的是你？这位公子，大庭广众之下这样称呼我女儿，似乎不妥。对不起，是在下太激动了，一时没忍住。苏小姐，自从那晚，在下再难忘记，今日总算能再次得见芳颜。没想到苏家女儿竟然是这样的德行啊！你们以后离苏家小姐远一些，听见没有？这位公子，我们素未谋面，你是何人？竟敢污蔑当朝尚书之女，这可是要杀头的。就是啊，这要是真的，还是一桩好事；要是污蔑，你一家人
人可都要被牵连。你可有什么证据？李儿，你怎这般狠心？你说的那些话都是骗我的吗？好，既然你们要证据，我就给你们看证据。从那晚后，我就一直带着，每次想你了便拿出来看看。姐姐，那不是你的？没想到苏小姐这么放得开。哎呀，脸都毁了，可不得靠着身子吗？你拿出这个有什么用？又能证明什么呢？这是你的小衣，这上面还绣着你的名字。大胆狂徒，你是在哪里弄来的东西？竟敢污蔑苏家的女儿！你口口声声污蔑我，喊我离儿，你这上面的字却是一个月字。这不是我的，不是。反正都是尚书之女，能攀上哪个都是好的。灵儿，我一直喊的都是你啊，我喊的是灵犀的灵啊。我开始以为是大小姐，没想到却是二小姐不知检点啊！果然是姨娘养的。闭嘴，我没有。你们不要这么说，灵儿，我们是两情相悦的。在下这就回去准备聘礼，上门提亲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你一个地痞，还妄想做尚书女婿。妹妹，事到如今，你也只能自证清白了。把这个污蔑妹妹的狂徒抓起来！饶了小的吧，小的也是受人指使，小的是……封住他的嘴！你不是说你都安排好了吗？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怎么苏黎没事，反倒是我被那群人看了笑话？怎么还有机会？机会，你只会说好听的，但哪次是做成了的？每次都能让他逃过。还有那个贱婢，敢戏弄本小姐。一起说吧，那边还让你做什么？小姐，你好狠啊！你明明什么都知道，却不动声色布置陷阱等着我钻。我可是从小就跟在你身边伺候啊！你还知道你从小跟在小姐身边？没有小姐，你哪有今天？还不知被卖到哪个犄角旮旯？你还敢委屈？没良心的贱蹄子，一点小恩小惠就让你背叛主子，白眼狼！现在你有两条路：第一，再次取得苏月的信任，继续给他传递消息，消息的内容由我定，这根本不可能做得到。那便是第二条路了，以死谢罪，你选吧。大小姐从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狠了？你不选，那我帮你选，那就第二。奴婢选第一条。好，你就像往常一样，还是我身边的大丫头。夫人，有人倒在路中间。文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谁干的？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把他扶到轿子里去！夏姨娘，这份大礼，希望你喜欢。快把文才扶进去，把贼人先关柴房。小姐，听说那位夏公子的四肢骨头都碎了，怎么小姐看上去有些开心啊？前世的墨画配给了夏文才，结局凄惨。这一世的夏文才已经成了这样了，再也没有能力来沾惹他的丫头了，他怎么能不开心呢？小姐，不好了，柴房出事了！没想到他还能抽出时间灭口，难怪前世能害得母亲那样惨。这院里只怕他的爪牙不少。在咱们府上都能被灭口，娘有没有想过，这可能冲着女儿来的？那贼人最开始攀咬的可是女儿，可是那小衣上的字是女儿让人改的。女儿早就发现不对劲了，为何西院的寻死觅活的要去上香？又那么巧，夏文才也出现在护国寺，是不是昨晚发生了什么？苏黎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讲给了苏母听，只是跳过了君莫帮忙这一段。贱人，等你爹回来，让你爹为你做主。这样不是太便宜那对母女了？现在咱们没有证据，等女儿找到证据，恶有恶报，这一天不会太远的。夏家的儿子被人把四肢都弄断了，大夫说还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。这样一直在府上也不是个事儿。你派人把夏家那个儿子送回夏县，给他们些银子。姐姐，你这是……老爷说了，今日就把你侄儿送回夏家。文才的四肢都断了，现在还没有醒，这是动他，会要了他的命啊！大夫都说了，你侄儿还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。如果一直这样，难道要让他一直在府上？我苏府已经仁至义尽，这是1000两，给夏家的一点心意。既然这样，请夫人允许妾跟着去夏家，让妾劝劝哥哥。随你。现在夏文才只剩下一口气在了，这个样子送回夏家，哥哥看到了，说不定会胡言乱语些什么。哥哥，文才不好了，怎么回事？咱们还是进屋说吧。快抬进去吧，你给我进来说清楚。我好好的儿子，怎么一日不见就变成这般模样了？都是苏黎那对母女做的，我计划的好好的，再见文才就这样了。夏氏又把事情添油加醋的说了一番，只说是夏文才对苏黎一见钟情，他这样做是为了帮侄子，自己向来喜欢美人的儿子，怎么会对一个毁了容的女子一见钟情呢？大夫怎么说？大夫说文才也许很快就会醒，也许永远都醒不过来了。苏黎的心好毒啊，他让人把文才的4肢骨头都敲碎了。现在文才变成这样，你也有责任。你要是治不好文才，大家都别想好过。妹妹定会想尽一切方法治好文才。我还要苏黎的命。好，给妹妹点时间。
苏黎身份毕竟不一般，这是我好不容易凑出来的，你先把欠的银子还上，剩下的给文才看大夫，不够妹妹来想办法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要不是怕他乱说话，他何至于如此低声下气呀？今日哥哥来找我，给我送了一个人，说让我转送给你。墨云，墨云在，这是墨云，现在他是你的人了。墨云，你是暗卫？是。表哥为何要送个暗卫给我？我还以为是你那日在书房自己问哥哥要的呢。瑶儿啊，听你母亲说，最近在给你相看人家，说的是武阳侯家的公子还不错，你意下如何？武阳侯家的公子是不是那个京中盛名的季家三郎？正是。我娘说我小时候见过那个季怀州，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，就要让我嫁给一个陌生人。过几日不是百花诞吗？你让表哥约上那个季家公子，咱们远远的看一眼怎么样？那让你表哥看好你们，百花诞人多，不要走散了。小姐，玉琪来了，你还敢来见我？二小姐恕罪，上次的事情奴婢也不知为何会变成那样，奴婢对二小姐忠心耿耿，你为何会背叛你从小到大伺候的大小姐来投我呢？二小姐容貌倾城，芳名远播，以后肯定会有大造化。反观大小姐，为了容貌又没才学，以后配的人家可想而知。玉琪也想跟着一个有前途的主子，算你识相。那上次的事又是怎么回事？苏黎的小衣裳怎么会有一个月字？也许是那个地痞看不上大小姐，一开始就盯上了您，那人定是自己动了手脚，字才会变。玉琪拿到小衣时，奴婢也看了，上面确实是个梨字，那个镯子没白送。你起来吧，去把那只翡翠钗拿来赏给玉琪，你继续帮我看着苏黎，先下去吧。是，奴婢告退。墨云，你能帮我打听一个人吗？他叫许慕白，此人眼下有颗朱砂痣，祖籍凉州。3日内，属下必将此人找到。这么快？我们墨家暗卫找人，只要他还在这个世界上，3日内定会有消息。墨家暗卫。小姐，您找奴婢那边你搞定了？是。这里面是一只百年人参，你以苏月的名义亲自送去夏家，苏月问起来，你就说是在我库房悄悄拿的。这些也以夏姨娘的名义分批次亲自送去夏家，一定要让夏江相信你现在是替夏姨娘办事。下去吧。是，奴婢告退。季三，明晚空出来做什么？明晚百花盛诞，你不约美人，约我做什么？你空出来就是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我对你没兴趣。谁对你有兴趣？好吧，既然你诚心邀约，那我就和你把臂同游。滚！为了自己妹妹，我忍。今日忙了这么久，明日是该好好放松放松。算我一个。你的腿能行吗？好多了，多亏了苏大小姐。苏大小姐谁啊？关她什么事儿？子言的腿是吃了我表妹苏黎给的药才好转的。她还会医术？她那医术连代劳都甘拜下风。夫人，你看梨儿的疤是不是淡了些？还真是。女儿不是一直在父亲书房看书吗？前段时间找到一本古书，那书上记录着一些祛疤膏药的配方，没成想还真有用呢。我日日祷告，佛祖这是听见了呀。好好好。姐姐，你们要出门啊？妹妹可以一起吗？今日百花诞，街上人多，姐姐久未出门，万一有不长眼的冲撞了姐姐，你要出门就自己去啊，缠着我表妹做什么？灵儿，咱们走，看什么看？还不快去备马车！每年的百花诞，这里就是一场盛会。女子手中拿着一枝花，有意中人便赠送给她。若是男子对女子也有意，便摘下一朵，别于女子发间。男子若是有意于某个姑娘，就去花台猜灯谜得花灯，以花灯相赠。表姐，你说那位季公子若是赠你花灯，你是要还是不要呢？你就看我笑话吧，终有一日风水轮流转。小姐快来看，好美，在楼上看它多没意思啊！咱们下去猜谜斗诗、樱花酒怎么样？走吧。各位，1年1度的百花诞又到了，但奖品却不同了，谁拔得头筹，谁就能得到鸣琴绿绮，在往年的通关基础上加上一项弹奏，胜出者这绿绮就归他。姐姐，昨日姐夫送了我一架好琴，听姐夫说那叫绿绮。梨儿，我也是见月儿通晓音律，她又是你的妹妹，便给她了。今年的难度有增加，所以可以2人为一组。现在是猜谜，最先答出谜底的
且答对最多的胜出。第一个谜面，烟火勿尽便放心，打一字是 N 字。哎，这位姑娘答对了，正是 N 字。这怎么是 N 字呢？烟火勿尽，把烟字的火去掉，剩下阴，在阴下面放心，变成 N。没想到姐姐这么厉害，竟然把书上看到的谜题记得这么清楚。这好像是尚书府的二小姐，她喊那位姑娘姐姐，那岂不就是那个草包千金了？这位小姐，你答对了谜底，这盏花灯归你。这些字谜是我家东家自己出的，书籍上根本不可能有。原来如此，那是妹妹说错了。提点落子，将军抽车，打一字，此字为字。姑娘好学识，能连对2题，这花灯也归姑娘了。我是天齐才女吗？连我表妹都比不过，名不副实。下一题我一定会。来人竟是蓬莱客，打一字，山。对了，这花灯归姑娘。蓬莱之人自然是仙，哪一字加上人是仙字呢？当然是山字。今天倒成了姑娘们的专场了，咱们天齐的才子们这是在等什么呢？那你快出下一个谜面。表妹，你怎么不继续猜了？你看苏月得意的样子。咱们有1盏花灯，便可进入下一轮了，不必去管他。对人格外大方，打一字，是回字。表姐，这未来表姐夫长得可还行？什么未来表姐夫？你不要乱说啊！公子，这个谜底是怎么解开的呀？对人指双人偏旁，格指口，格外加一个方，变成了回。谢公子赐教。哼，画孔雀。第一关有7组人胜出，继续第2关斗士，需要2人一组。景王殿下，小女还差一个队友，能不能？不能。是小女冒犯了，殿下如此尊贵的人，怎能参加民间这些活动？表哥，我才不去，我可否有荣幸成为你的队友？君回，七弟也在。六皇兄，六皇子，这是小女的荣幸。我还差一个队友。表姐和季公子一组吧。那你呢？本王与苏小姐一组。毁了容也是狐狸精。魏元灵总觉得该阻止，要不然自家的好白菜可能就要遭殃了。那咱们就开始第2关斗诗，这一关会留下前3名进入下一关。既然今日是百花诞，就以花字为令作诗。西栈花阴落，波冲瘴色流。夜长酒阑灯花长，灯花落地复落床。柳带谁能结？花房未肯开。不是说苏家大小姐是草包吗？所以传言不可信。你说传言她毁了容，是不是也是假的？随着老者的铜锣一响，3个男子飞身朝着木架而去。七弟功夫见长啊！没看出来，平时不声不响的六哥功夫也如此了得。娘的，这俩人不道德，联手对付他。那可是景王，输给他不丢脸。你就把那琴让给妹妹吧，反正姐姐也不会弹。前是在遇见赵怀安之前，他对琴棋书画这些确实不上心。可赵怀安是才子，想要入他的眼，他逼着自己苦学这些。这琴归谁，各凭本事。若最后苏大小姐得了琴，放在房间落灰，也是她自己的选择。七弟此言差矣，放在房间落灰岂不可惜？还不如就给苏二小姐，她是知音人。你若是害怕这架琴被埋没，你就赢回去，让2组各出1人弹一首曲子，得到票数最多的，这琴就归他。我先来，姐姐你认输吧。不愧是京中有名的才女，苏二小姐的琴技了得。献丑了，六皇子，您觉得月儿的琴技如何？苏二小姐的琴技是京中少有的，不负盛名。姐姐还要弹吗？需要本王去吗？交给我吧。苏大小姐深藏不露啊！谁说苏大小姐是草包的？人家明明诗书乐理样样精通，远在二小姐之上啊！我虽然不懂弹奏，但我也听出苏大小姐的琴声更能感染人。哎呀，可惜了呀！要是苏大小姐的脸没毁，只怕尚书府的门槛都被提亲的人给踏平了。这个苏大小姐有意思，传言那般不堪，第一丑女，草包千金，今日一见，却知传言离谱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能引起老七注意的，果然不是泛泛之辈，他总能不断的给人带来惊喜。献丑了，真是让人出乎意料。这琴归苏大小姐，
实至名归，相信不必老夫多言，大家都知晓这绿旗的得主是谁了。恭喜苏大小姐与景王殿下。就算苏黎赢了秦又如何呢？她一个丑女能与她相比吗？恭喜姐姐得了绿旗，请姐姐允许妹妹也能偶尔去姐姐院子看看这琴。这琴可不是我一个人的，这也是景王殿下的。本王有洁癖，不喜外人碰本王的东西。那姐姐，琴技出众者可破例。苏二小姐爱琴，本王明日赠你一架，比绿旗差不了多少。真的吗？只要二小姐喜欢。表妹，咱们去醉仙居用膳吧。不介意多个人吧？既然这样，那咱们一起去吧。梨儿，这个果酒真不错，你也来点儿。果酒虽然不烈，但还是有后劲儿的，你不能喝。表妹说的对，谁让你喝酒的？真是一点都没变，像极了小时候追着他要糖葫芦的样子。舍妹不胜酒力，我们就先回了。六皇子，这天色不早了，臣女孤身一人。妹妹，你怎么会是孤身一人呢？这不还有我吗？真不愧是姨娘养的，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攀高枝儿啊！这要是真的由男子夜里送她回府，那尚书府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可是姐姐，咱们都是女子。别可是了，凌伯派的人跟着咱们，不会有事的。他现在的目标是魏元瑶，可不能和其他人扯上关系。回府。如此好的机会都被苏黎破坏了。叶白，你说今日老七为何会出现？老七一直深居简出，甚少露面，今日却出现在百花诞，而且还参加夺花球，总不会是看上了苏家大小姐吧？苏家虽不及魏国公府，但苏尚书也算文臣中说得上话的。君莫手中有兵权，再有个苏尚书，他又向来与魏元龄走得近，他若是要那个位置，还真是个对手，至少比那个病恹恹的太子难缠。主子是不是想错了？那苏家大小姐虽然不是如传闻中的那般不堪，但她容貌丑陋却是真实的。七皇子不至于。这个女子有趣得很，明明才华横溢，却传出了那样的名声。罢了，只要本皇子娶了魏元瑶，那个位置迟早是我的。小姐，查到了，他在哪儿？在城南的破庙里。走，随我出去一趟。小姐，咱们来这里做什么啊？有一个人，这还有气吗？不错，正是他。前世他曾经远远地见过此人一面，把他搬到马车上，拉到林院。去煮一些清粥来，顺便请个小童回来照顾。走吧，我们明日再来。小姐，那个人是谁呀？咱们为何要救他？他啊，是一个钱袋子，他可能还需要养几日。莫华，你偶尔过来照看一下。是，小姐。一整天都没看见你的身影，你去哪儿了？娘，女儿在府里有些闷，出去散散心嘛。最近你就少出门，太子大婚将近，各国都派了使臣前来，鱼龙混杂，容易出乱子。娘知道了。他要散心外出，由着他吧，多带些下人便是。你就惯着他吧。梨儿啊，你这疤好像又淡了。是啊，再过几日都快看不见了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快喝口清水。也不知最近几日是怎么了，老是恶心。娘，我给您把把脉。怎么样？不行，我喊人进宫去请邱太医。娘没事，只是要恭喜爹爹和娘亲啦。梨儿，你的意思是？是啊，娘。你们母女俩在打什么哑谜？恭喜爹爹，你要再一次当爹了。什么再一次当？你是说你娘这是有了？是，女儿确定，只是月份尚浅，还不足2月。太好了，夫人，你快坐好。王夏，你去吩咐厨房做些清淡的食物来。看你在女儿面前这般不稳重，像什么样子？娘，这是大喜事，爹爹啊，真是太开心了。对对，哈哈哈哈，赏，通通有赏。梨儿也高兴，梨儿要当姐姐了。等弟弟生下来，梨儿会教他读书识字，监督他骑射习武，给他买很多好玩的。你怎么就知道是弟弟而不是妹妹？神仙告诉女儿的。想起前世被西院害得生下来就夭折了的弟弟，这一次他一定要这个孩子平安的生下来。娘，爹都好久没来陪我们用膳了，一回来就往主院去，这样下去可不行。你到底听没听我说话呀？月儿莫急，苏黎得意不了多久了。娘有什么法子？姨娘，二小姐，主院那边传来消息，说夫人有了。有什么了？有身孕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是不是你听错了？不会错的，老爷大喜，府上下人人人都领了1两银子的赏银。娘，咱们得尽快了，要是等她生下嫡子，还有我们什么事儿啊？谁能想到那贱人还能老蚌生珠？这10几年都没怀，怎么这个节骨眼怀上了？她才30多岁，有孕也正常，但怀了不代表生下来。小姐，我让你办的事进度如何？回大小姐，夏江已经知道奴婢是为夏姨娘办事，对夏姨娘的怨气消散了不少。夏姨娘和二小姐对奴婢也很信任。再过几日，你寻个机会杀了夏文才。杀了夏文才？小姐，奴婢没杀过人，奴婢不敢。我是在命令你，而不是在和你商量。你和夏文才只能活一个，你选吧。奴婢答应，奴婢答应。你动手时必须让夏江发现。放心，到时候会有人救你走。此话当真？小姐没骗奴婢吧？小姐，你给我吃的什么呀？怕你不听话，一点毒药
要罢了。若按照我说的做，解药会给你的。奴婢一定会按照小姐说的做。下去吧。是，玉玺告退。他不会心软，这一世他就是从地狱里爬上来的恶鬼。太子大婚，官眷都要去，灵儿这么多年都没参加过如此大的宴会，你要跟好娘，知道吗？娘，爹爹这么爱你，他怎么还让夏姨娘进门呢？你刚生下来足有8斤多，可是我也元气大伤，大夫说以后很难受孕。你祖母便让你父亲再纳一个，也不是你祖母不好，只是不忍苏家断后。你父亲抗拒了1年多，但有一日你父亲闷闷不乐地回来，沉默了几日，我才问出来，他与同僚外出时，同僚找了几个身家清白的陪酒女，其中一个就是夏氏。你爹那时喝醉了，谁知夏氏争气怀上了，你祖母得知便做主纳进府了。那娘知道夏姨娘进府之前有没有婚约？没有，你祖母派人去查了，夏氏身家清白，只是父亲欠了官身钱，所以便拿他女儿抵债。看来想要弄清楚苏月的身世，还得从夏江身上着手。华夏姐姐，这盆花是哪来的？小姐，这是今日花匠才拿来的，把这些花都扔出去，以后娘亲院子里摆放的花都要经过我查看后才准摆放。丽儿，这些花有什么问题吗？这花叫灵雪花，有活血化瘀的功效，闻久了会滑胎。娘不用怕，不管是谁，女儿都不会放过她。让花匠来见我。是小姐。王通见过大小姐。你来尚书府几年了？回大小姐，小的在尚书府做了快7、8年的花匠了。主院那些灵雪花是不是你放的？是小的放的。那你可知灵雪花对刚有孕的妇人有害？小的不知啊，小的今日一早去画室，发现都是开得极好的灵雪花，并无其他花卉，所以这倒是奇了。那画室的老板说其他花卉可能会晚些到，小的也没有多想。把他先关起来，待查清事情再做处置。徐伯，你去把所有下人都喊到前厅。是，小姐稍等。大小姐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？要说就快说吧，我们还有很多的活要做呢。就是啊，我们可没那么闲，耽误了各位做工，是我的不是了。大小姐知道就好，废话少说些。你个刁奴，竟敢对大小姐这般说话，我看你是不想在尚书府做事了。实在是老婆子着急手里的活儿，怕耽误了老爷夫人怪罪。各位好奇今日我为何要召集大家，是吧？今日府里出了件大事，所以我觉得府里的人员也该肃清一番了。要不然有些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人，真以为能瞒天过海；有些人因为一点小恩小惠，就忘了这府里真正的主子是谁，领着谁的乐风，卖身契在谁手里。现在我点到的人，就自去收拾包袱，离开尚书府。大小姐，虽然你是主，我们是仆，但我们无过错，你不能这样做呀！你这样做会被人说刻薄寡恩的。各位急什么？难道各位也知道自己做的事足以让我把你们赶出去，所以才急了？你，还有你，别看了，就是你。自行收拾行李离去。大小姐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可没犯错，怎么说让我们离府就离府啊？是啊，大小姐，你可没有这个资格。我要见夏姨娘。夏姨娘，救救我们！大小姐疯了！你们不服，老张家的，你喊得最凶。不知道你的儿子打伤的那几个民女的案子是谁帮你摆平的？从那以后，你去母亲的主院次数少了，往西院跑的也越来越勤快。如此分不清主次的人，我还能留你？还有你，方翠，你一个厨娘，哪来的银子买了几座宅子、几亩良田？我记得你是夏姨娘提上来的。还有你，马房的李老头，那次我出门的马车是你准备的，为何好好的马会发狂，想要吃牢饭？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大小姐饶命，奴婢这就去收拾东西，立刻出府。求大小姐高抬贵手，小的自愿离府。站住，不准走！夏姨娘，你快管管大小姐吧。夏姨娘，你快救救奴婢们吧！大小姐，他们差事做得好好的，你为何要赶走他们？你笑什么？你不会以为你这个半奴半主的姨娘能管我这个嫡小姐吧？李儿，李儿也是你叫的。大小姐，你这样做，外面的人会如何传你？你本就加上刻薄寡恩，以后想要找个好人家更难了。这就不需要姨娘操心了，你还是多操心操心妹妹吧。她惹恼了皇后娘娘和公主殿下，一般人可要不起这门亲事。大小姐，这事一定要这样做，老爷知道了肯定会生气的。夏姨娘，若老爷知道了，只会赞同小姐的做法。这些刁奴一个个的黑了心肠，吃牢饭还是离开苏府，你们自己选吧。妾身不舒服，就先退下了。夏氏，你的报应很快就会来了。姨娘，这是老张家的出府时趁乱递给奴婢的。什么人能守住秘密？奶娘你知道的。奴明白，当初要不是姨娘出手，他那儿子指不定现在怎么样。如今竟敢拿着为姨娘做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儿，就敢要挟你。放心吧，老奴会处理好的。奶娘，还好有你。徐伯，尽快找牙婆买些身家清白的下人。小姐放心，老奴马上就安排。现在还有件事比较紧急，想要徐伯亲自去办。那花匠交代说，今日花市只有灵雪花一种花。如果王通没说谎，那就是花市的老板有问题。老奴这就去。娘，今日的饭菜怎么还没做好？去看看小厨房在做什么，怎么这么慢？姨娘，二小姐，小厨房的厨娘都被遣散了，说是以后姨娘若是想要在西院开火，就自己出月钱找厨娘买食材，若是不想麻烦，
大厨房去传膳就是。大厨房给我们准备的饭菜能入口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说是夫人下令，以后一切特例都取消。我去找爹爹，他们做的这么过分，我不信爹爹会任由我被欺负。你去了也没用，你以为你爹会为你做主吗？他不会，他心里只有那对母女。不会的，爹爹是疼我的。苏黎毁了容貌，爹爹以后能靠的只有我。你爹今日一回来就为那对母女撑腰了，说只有那对母女才是这个府里的主人。你算什么？月儿，这些东西迟早有一日会有的，而且是不需要人家施舍。怎么会这样？爹爹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偏心了？自从苏黎生了一场病醒来，就像变了个人。以前从来不亲近你爹，但是现在你看，他把你爹哄得团团转，突然对魏国公府也亲近了。你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不可思议。岂止是对人的态度变了，他还会查账，会作诗，会弹琴。姨娘，您说大小姐是不是沾染上了什么邪门的东西啊？咱们可以去请个道士来看看。是啊，就算不是邪物，我也要让她变成邪物。小姐，查到了，今日天还没亮，有人看见夏姨娘的哥哥去找了花市的老板，花市老板收了500两银子，随后吩咐除了林雪花外，其他花卉全收起来了。夏江，那就饶花江一命。夏江那边要不要老奴？不用了，这件事我自有打算，爹爹那里也暂时不用说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，老奴告退。看来夏江已经准备和夏氏联手为他儿子报仇了。小姐，这件事为何不告诉老爷？夏姨娘竟然敢对夫人下手，老爷肯定不会放过夏姨娘的。爹爹知道了，最多就是夏氏倒霉，但我要的可不只是夏氏倒霉，苏月、夏家一个也跑不了。娘身边人手够用了，不用添人了。娘，这2个丫头是外祖母准备的，姐姐叫妙言，擅长食补；妹妹妙语，擅长医术。她们都是有些功夫，有她们陪在您身边，爹爹和女儿也能放心。二小姐出事儿了，老爷，你快去看看吧。老爷，去看看吧，去看看又出什么幺蛾子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鬼，这府里有鬼！娘，我看到好多鬼，爹，月儿怕。去请大夫。没用的，妾身已经请了好几个大夫了。我看妹妹这是癔症，得送去庄子上休养一阵。果然是装的。老爷，二小姐嘴里说着鬼神，妾身想二小姐当时冲撞了什么。妾身认识一个道士，明日想请他前来看看。女鬼，我不怕你，我打死你！老爷夫人恕罪，二小姐现在神志不清，她不是有意的。这对母女还真是明里暗里的想对付母亲呢。道士、鬼神，难道是今日自己的变化太大，对方在怀疑什么？不论是不是，我都得防范于未然。暮云，连夜送去护国寺，交给方丈。丽儿，昨日西院闹那一出，不知又憋着什么坏。你今日就在娘这里。娘，别担心，不会有事的。今日怎么这么早就下旨了？夏氏派人来说，月儿在道士做法时有些起色，我去看一眼就过来。看来苏月在父亲心里还是很重要的，毕竟是他的女儿。是不是爹的女儿还不一定呢。3柱真香通信法，3界神明显神通，上香。老爷，您来了，这可是太清宫的无锡道长，法力无边。何方妖孽？本道在此，还不速速现形！竟然道行还是如此之高的妖孽，但今日本道在此，你逃不了了。咱们府里竟然真的有妖孽，好吓人啊！你不是说这道长很厉害吗？有他在，怕什么？这妖孽狡猾得很，他以活人的身躯为障眼法，但他运气不好，遇上了本道。这妖孽藏在何处？在东南方向，刚好与这个院子相对。那不是大小姐的院子吗？荒唐！本道不会看错，时间拖得越久，对本体害处越大，到时候想救人都来不及了。难怪近日来大小姐的变化如此之大。去把大小姐请来。这个贱人用这么阴毒的法子来对付我女儿，真当我是泥捏的不成？老娘这就去扒了她的皮。娘，最后吃亏的还不知道是谁呢，你安心在院子里等着我，我去看看。娘和你一起去。娘，那边混乱得很，要是有哪个不长眼的东西趁乱冲撞了您，这不正中对方下怀？女儿答应你，绝对不让自己吃亏。那好，往下你也去，一有不对的就来告诉我。有爹在，你还怕我吃亏啊？你爹什么都好，就是对后宅女人的手段不了解。爹，您找我。妖孽，见到本道还不束手就擒！尚书大人，本道要做法，把大小姐身上的妖孽逼离小姐的身体，不准伤了我女儿。老爷放心，道长只是把妖孽逼出来，这样大小姐才能恢复正常。灵儿别怕，马上就好了。尚书大人，大小姐被这妖孽占了本体时间太久，气运有些受损，以后大小姐身边的人都会厄运连连。可有破解之法？有，将大小姐送到庵里，在菩萨面前清修5载，积些福缘，
自然气运就会恢复了。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。还有没有其他法子？我可以捐出全部身家做功德，这样可行吗？不可，这件事只能大小姐亲自来，谁也帮不了。此时的大小姐说直白点就是灾星，最先克的可是她的父母。本道建议大人尽快将大小姐送走。那我在府里设个佛堂，请尊菩萨回来供奉，可以吗？不可，大小姐命里的气运已经没了，需要远离红尘世俗苦修才能修回气运。你是说我不离府，会克与我亲近之人？不错。爹、姨娘、姐姐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月儿，你好了，道长真是神啊！老爷，咱们就依道长所言吧。道长说大小姐首先克的可是您和夫人，夫人现在可是有孕在身，大意不得。离儿不用离府，你们若是怕，可以去庄子上住。至于夫人，就先去魏国公府养胎。我这一辈子没做什么亏心事，我不怕，离儿别怕，爹爹陪着你。爹，你为了苏黎，竟然让我们家四分五裂，你老糊涂了。要是我变成扫把星，你是不是会二话不说就把我送走？从小到大，你的眼里只有苏黎。小时候你下职回来，抱起的永远都是苏黎，你会为他请御医。我呢，我伤得爬不起来，你都懒得看一眼。你疯了，怎么可以这样和你爹说话？你别拦他，让他说。他自问对这个二女儿虽然比不上李二，但也做到了一个父亲的职责，吃穿用度从不克扣。他这个庶女比别家的嫡女也不遑多让，没想到他还不知足。说就说，该送走的是苏黎这个扫把星，你却想把我们送走，你不是糊涂是什么？苏黎，我要是你自知是扫把星，我就自己离府，省得克自己的父母。你们不知从哪里找了个不着边的道士，就为了逼着我离府。大小姐，本道无锡乃是太清观天产子道长的大弟子，可不是您口中说的那种招摇撞骗的道士。老爷，护国寺空见方丈来访，快请。阿弥陀佛，小施主，咱们又见面了。空见方丈。今日路过此地，想起前些日子大小姐来护国寺求了一签，那日老衲没看破天机，昨日机缘巧合才解了签文，所以今日就顺道来送签文的。谢过方丈，那签文是不是说我是灾星？小施主何出此言？大小姐是天生的贵人命格，一生顺遂，您亲近之人都会遇难成祥。这个道长说我现在是灾星。这位道长是太清观天产子道长大弟子无锡道长。无锡道长，我与天产子也算是故友。太清观的无锡道长不是眼前这位。你究竟是何人？为何要冒充无锡道长？来人，把这个骗子送进大牢去！大人饶命，小人确实叫无锡，给人算命卜卦为生，是府上的姨娘找到我，让我来府上帮忙也。老爷，妾身也是被他骗了，谢老爷明察。让方丈见笑了，请至前厅用茶。不用了，老衲还有事。对了，贵府确有人气运极差，且会殃及生身父母。二小姐，老衲劝你多积功德，化解自身冤孽，否则必将大祸临头。方丈，若是我为菩萨塑金身，可能为小女积功德，生身父母帮衬也是可行的。老衲告辞了。这次有劳方丈了，连累方丈打了诳语，把我的命格说得这般好。出家人不打诳语，老衲说的全是实话。小施主若真的要谢我，就把您信上承诺的事履行了。心经我会尽快默写好，给您送去。如此甚好，老衲告辞。方丈慢走。好你个神棍，你竟敢骗我们，还差点冤枉了我姐姐，看我不好好教训你。够了，月儿，你退下。只要你老实交代是何人指使的，我就让爹从轻处置。乔大小姐说的什么指使不指使的，分明是这神棍想骗咱们府上的钱财，就把他关进大牢去算了。不是他，就是他让我来府上，说让我诬陷大小姐被妖孽上身，他给了我100两银子，银子我不要了。老爷，你别听这神棍胡说，他这是拍药，妾身待大小姐如亲女，怎么可能如此陷害她？老爷，你快将这人打入大牢去。明明是你身边的丫头来找的我，不然我怎么知道大小姐近期变化大，能说是妖孽上身？那你可能认出是何人去找的你。那个婢女右边脸上有个大大的黑痣。夏姨娘，丹青去哪儿了？丹青身子不舒服，我准她嫁了。来人，把这个神棍押到官府去，派人去把丹青也抓过去，给我好好的审审，务必尽快给我个结果。丽儿，走吧，陪你娘用午膳。去护国寺添些香油钱，这是为苏月积功德呢，可是要苏月的生身父母才有用。爹，您找我。官府审问的结果已经出来了，这次的事情确实是夏氏做的，意料之中。你不是和夏氏与月儿亲近的吗？他背地里做这些，你竟然不惊讶？爹，一开始女儿和夏姨娘及苏月确实亲近，但自从知道一些事后，便不再亲近了。你知道了何事？事情不止一件，这得从夏姨娘挑拨我与您和娘亲的关系说起，从二妹妹故意在外散播我是草包无言女说起，从女儿脸上这条疤的来历说起，从护国寺找人污我清白说起。
从无数件爹爹不知道的事说起。你说的是真的，去好好查查大小姐连毁容那日夏氏做了什么，还有查查这些年大小姐在外的流言蜚语是从哪里传出来的。是。既然爹爹已经有了主意，那女儿就告退了。是时候让他爹知道一些事情了，不然一直被蒙在鼓里，做着家和万事兴的美梦。娘，我和爹摊牌了，他心里一时半会儿可能接受不了，正郁闷着，你好好劝劝他。我早想说了，你爹那边你就别担心了，西苑那样他也有责任，要不是他把那个苏月和你放得一样高，养足了他们的野心，夏青之也不敢如此放肆。娘，也不能全怪爹，你还不是一样，你给西苑的特权可以说是天启姨娘中头一份儿。你们都是宽厚的人，但有些人就是这样，不但不感恩，还得寸进尺。好了，不说那对倒胃口的母女了，后日就是太子大婚，明晚会在皇宫宴请使臣，你要穿的衣服啊，娘亲都准备好了。我看你脸上的疤都好的差不多了，这次咱们好好打扮打扮，让那些长舌妇看看。娘，明晚你一定要小心些。娘知道，放心吧。小姐，奴婢一定给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梳个平常发饰就好。小姐，如今你的疤痕好了，应该好好打扮一下，让那些流言蜚语都消失。今日我们怎么低调怎么来，把面纱给我。小姐，你脸都好了还要面纱做什么？拿来吧。这张脸太招摇了。为何还戴着面纱？你脸不是好了吗？这种场合，女儿这样就好。天色不早了，娘，咱们出发吧。母亲，姐姐，我都等你们好久了。姐姐，本以为此次妹妹没机会参加这样的宫宴，没想到竟然得了特许。姐姐好多年不曾参加宫宴了，到时候妹妹会照顾好姐姐的。妹妹真是厉害，竟然能有特许，不像我，还好姐姐我不要特许也能参加。贱人，有什么了不起？等姨娘的计划成功，嫡女的身份我也会有。姑母、李儿，你们来啦！表姐，孟小姐，我比你大，你喊我一声姐姐就可以了。孟姐姐，小妹啊，你来了，快坐我身边。你现在可大意不得。嫂子，哪有那么夸张？怎没看到孟伯母？我娘整日礼佛，也不出门，今日可是卧病在床，吃了药也不见好。等空了，我去看看伯母吧。对啊，芷柔，我表妹医术可好了，我祖母的腿疾就是我表妹治的，你让她给你娘看看，肯定能药到病除。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为伯母看看。不介意，不介意。李儿，谢谢你啊。真是臭味相投，管他们做什么？咱们小声些，我嫡姐刚刚的眼神好可怕。你怕她一个草包做什么？你应该向我学学。我哪有你那么好命，又像大人那么疼爱你，不像我。月姐姐，你嫡姐的脸是不是真的毁了？而且还一点才学都没有。是啊，这不是经常人人都知道的吗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你说等会儿让她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怎么样？那可是在帝后和文武百官面前，你嫡姐不得羞愧死啊！以后在月姐姐面前还怎么生气啊？不好吧，要是我爹爹知道了，不会放过我的。你啊，就是太懦弱了。你不敢，我帮你。我不但要让他出丑，我还让他的那张丑陋的脸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。皇上到，皇后娘娘到，参见皇上，参见皇后娘娘，皇上万岁万岁万岁！娘娘千岁千岁！众卿不必多礼，请身。谢皇上。今日乃为各国使臣接风洗尘，不必如此拘束。北燕丞相到，北燕七公主到，参见天齐皇帝陛下。皇帝陛下，今日我们前来为天齐的太子殿下贺喜，祝愿太子殿下与未来太子妃琴瑟和鸣，举案齐眉。朕代太子谢过丞相和七公主，请入座。南疆世子到，东续使臣到，天齐陛下，请入座。感谢各位使臣来为太子贺新婚之喜，各位远道而来，有不周之处，还望海涵。我说，你好歹也是皇子，我们也是贵公子，怎么像做贼似的？我也不知道紫妍要来啊，以往他都说宫宴无聊透顶，这次竟然会主动来，真是奇了怪了。闭嘴！紫妍应该是怕北燕几个国家的使臣在宫宴上嚣张，皇上招架不住吧？有紫妍坐镇，才万无一失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太子殿下不能来，紫妍替他来也说得过去啊，哪有那么多原因啊？我就是无聊来看看，不行吗？天齐陛下，雪儿此次前来还带来了一件天下至宝生骨花，想送与天齐太子殿下。世上真的有生骨花呀！若殿下服下生骨花，那病肯定能好一半。本公主早就听闻天齐人杰地灵，所以这次特意央求父皇让我来了天齐。若天齐能赢了雪儿，
那这株生骨花，雪儿双手奉上。公主想如何比？你们天齐不是闺阁女子自小都会学习琴棋书画的吗？那就比这个。好，大家都听清了，谁愿意与七公主切磋一番，不论输赢，朕都有赏。既然七公主要比，那本宫来凑个热闹，请七公主赐教。好，这把琴名叫幻琴，弹奏者若是心智不坚，就会陷入幻境，比如嗜杀者就会当殿杀人，好色者就会当众出丑，除非你无欲无求，白纸一张，这琴也就奈何不了你了。不知道五公主敢不敢试试啊？这不只是比琴技呀，还是比心智坚定。贤妃，你怎么了？哼，平日里与皇后一个鼻孔出气，现在就打退堂鼓了。臣妾突然头痛不已，可能要先行告退了。去吧，婉儿，陪着你母妃回去，再请太医好好看看。真是不巧的很，不过没关系，咱们在场这么多才女，朕就不信没人能镇得住这把琴。既然如此，那雪儿就先来献丑了。雪儿弹完了，天齐派出的是何人？七公主琴技果然了得。咱们天齐不是有4才女吗？赵王府的小郡主和苏尚书之女苏月何在？皇后娘娘着急了，我说就算咱们输了，那生骨花也能拿到。娘娘这么急做什么？你是要去使馆偷？知我者，园林也。当人家北燕人是傻圈？好吧，臣女在，你们谁去试试那琴？若是输了也不要紧。娘娘，咱们婉哥那个才名是因为作诗得来的，他的琴技就算不受幻境影响，他弹的曲子也赶不上北燕七公主。苏小姐，怪只怪他太爱出风头了，每次的各种宴会都有他的身影，而且还高调的人尽皆知。若是你能赢了这场比试，本宫马上向皇上为你请旨，封你为县主。县主，那可是他梦寐以求的贵人身份，以后苏黎见了他都得行礼呀。娘娘，臣女斗胆一试。苏月越弹心里越兴奋，她马上就是县主了。苏黎，你这个贱人，你还不跪下磕头？苏黎，你也有今天，贱人，我打死你！你有显赫的外祖家，爹爹偏爱你，你无德无言，凭什么压我一头？原来他一直以为乖巧可爱的女儿背地里竟然是这样的，他记恨自己的嫡姐，恨不得自己的嫡母嫡姐去死。他自认为对这个女儿也是疼爱有加的，没想到他心底有这么多的怨言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没想到天齐的闺女竟是这样的，真是。公主此言差矣，苏月只是个小小的庶女，不能代表咱们京城的贵女。既然这样，那您找一个真正的贵女出来，与我比试一番。皇后娘娘，臣女认为有一人适合这一场比试。臣女听说百花诞时，有人一曲夺冠，赢得民情，且此人多年足不出户，没有涉足世间纷纷扰扰，符合白纸一张这个条件。这怎么说的这么像我表妹？夺得民情的除了你表妹，还有谁？这真是一场大戏啊！这位小姐是谁？苏黎。咱们在场女子的琴技，说不定都没有苏大小姐高。哦，以前怎么没听说过？还有这么一位。苏大小姐是哪位？走上前来。你为何戴着面纱？回皇后娘娘的话，臣女娘娘有所不知，苏大小姐的脸早就毁了，戴着面纱自然是为了遮丑。我看你们天齐的女子就这一个还算顺眼，就她吧。你可有把握？前世思晴来救他时告诉他，君回要杀爹爹和外祖父，皇太后曾冒着危险向君回进言，罢了，就当还他前世的恩情了。臣女愿尽力一试。若是苏大小姐能胜了这一场，朕重重有赏。不错，方才本宫说的也作数，你若是能赢了这场，本宫就请旨，封你为县主。谢皇后娘娘。他竟然没受幻境影响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这个苏黎真是该死，要不是他多管闲事，这株生骨花就拿不到。没有了生骨花，那太子也就是苟延残喘罢了。臣女献丑了。好，好，好，
重赏。虽然他没被幻境影响，但也不能证明他就赢了我们公主。只有他的琴技比我们公主高，才算赢。本宫愿赌服输。本宫说话算话，这就请皇上下旨，封你为县主。皇后娘娘，臣妾认为苏小姐确实该赏，但这比试还未结束，琴棋书画才比了一场，等剩下的比试完再行封赏也不迟啊。那就比完再赏。苏大小姐先入座吧。第一场比试你们天齐赢了，咱们再来进行第二场比试吧。第二场比棋艺，臣女或许可以一试，希望臣女能向公主讨教。苏小姐，请。七公主，请。我们灵儿真是优秀，这些年真的是明珠蒙尘了。这个表妹可真是真人不露相啊！不瞒你说，我也是才知道我表妹这么厉害，难怪我娘说要亲上加亲。承让了。苏小姐，敢问你师从何处？我没有师傅，我毁了脸，每日足不出户，就以这些作为消遣。苏小姐何必妄自菲薄？你确实很优秀，本公主心服口服。苏小姐可把满殿的文武大臣都比下去了。娘娘折煞臣女了，臣女是个闲人，对这些消遣的玩意儿有些研究。各位大人不同，他们忧国忧民，司的是名声大气，臣女不及他们万一。参见父皇、皇后娘娘，请父皇恕儿臣来迟之罪。快起身吧。你也是因为办差事来晚了，何罪之有？琴棋2场比试过后，接下来便是书画。我画好了，我也画好了。北燕七公主厉害，自是不必多说，但是苏小姐真是出人意料啊！你画得很好，公主的画技不俗，苏黎佩服。作为朋友，我觉得我应该说实话，你配不上人家苏小姐。哪里配不上？明明很配。季三说的有道理。子言，你不厚道啊！本公子有那么差？本公子长得玉树临风，风流倜傥，文武双全。算了吧，你个舞痴跟苏大小姐哪儿聊得到一块去啊？诗词歌赋有多难？我还准备参加文举呢，拿他个文武双状元。武状元有可能，文士名落孙山后，别找我和季三哭鼻子。怀儿，你觉得这2幅画哪幅更好？父皇，儿臣对画作也只是知道些皮毛，若是三皇兄在，他定能分辨孰高孰低。我倒觉得这2幅画确实各有千秋。这样吧，算平局，总的算下来，你们天齐赢了，这株生谷花归你们天齐了。那本宫代太子谢过七公主了。皇上，苏大小姐既然赢得了比试，是不是可以下旨封苏小姐为县主了？还得选个封号吧。苏黎上前听封，苏尚书之嫡女。苏黎秀外慧中，颖悟绝伦，特封苏黎为长宁县主，特赏10亿千户。谢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快起来吧，谢娘娘。黎儿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，那什么苏月和你比起来简直弱爆了。你现在可是县主了，以后我见了你是不是还得行礼呀？表姐说笑了。表姐，你有没有发现那边角落有人啊？看到了。哥哥不是说不来吗？他躲角落做什么？未来表姐夫也在呢，好打是不是？做什么做这么规矩？又没有小姐看上你。那可不一定。花孔雀，娘，爹应该等急了吧？我的脚！娘，你没事吧？娘没事儿。你娘没事，我有事。苏黎，你把我脚踩得好痛啊！你快给本小姐道歉。孟芷云，你好好的，你的腿怎么跑到本小姐脚下来了？还有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忘了什么？苏黎，你别岔开话题，快给我道歉！你是不是忘了？我已经被封为长宁县主了，你不但不行礼，还以下犯上，幼相就是这样教女儿的。长宁县主，皇后娘娘派奴婢过来送你们出宫，这些是皇后娘娘赏给县主的。谢皇后娘娘。县主，这里是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没什么，就是我不小心冲撞了县主，芷云给县主赔不是了。县主大人大量，就原谅我吧。你方才不是还嚷着让我道歉吗？您是县主之尊，别说您没错，就是错了，也断没有让您向一个庶女道歉的道理。县主，都是芷云的错，求县主饶了我这一次。罢了，我娘身子不适，今日就算了。县主，奴婢送您出宫。谢祥和姐姐。苏黎这个贱人，下脚真狠。天齐第一丑颜，面纱下竟是如此绝色，有意思。世子，咱们该回驿馆了。走吧。老徐，你让那孽障去后堂跪着。二小姐，老爷，这夜里更深露重的，二小姐身子单薄，让她跪一晚那是便宜她了。是，老奴这就派人去二小姐院子传话。若是她吵着要见我，就说我不想见，让她给我好好反思。若是不从，以后我就当没这个女儿，她是死是活，以后都跟我没关系。是，老爷。说吧，你都查到了什么？主子，大小姐毁容的事情发生的有些久了，所以查起来还需要些时间。但是这2年外界传的关于大小姐的流言，查到最后都是夏姨娘身边那个老嬷嬷的身影。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加大力度给我继续查，我要知道这几年她背着我到底都做了些什么。是，主子。
小姐，老爷这次对二小姐是彻底失望了。昨日他这风头可出够了，丢脸都丢到天齐外了。思琴姐姐，二小姐受挫，你怎么比小姐还高兴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前世是仇人吧。可不是仇人吗？走吧，咱们去看看娘亲准备好了没有。梨儿一个人去，我不放心，我小心些就是了。夫人，我会看着梨儿的，而且梨儿现在是县主了，谁能欺负她？娘，女儿一个人可以的，我身边有思琴和支书一直跟着，何况舅母和表姐也会去，不会有事的。那你今日一定要跟紧你舅母。思琴、支书，你们2个丫头给我好好看着小姐，知道了吗？娘，真的不用担心女儿，倒是你在府里小心些，离西院远一些。思琴，昨日夜里我给你的药方，你给墨花了吗？是啊，小姐说那是许慕白的药方，我就一并给她了。她今日一早就出门去了别院，顺道应该会把药带过去。许慕白应该好些了吧？是的，墨花说好多了，都可以下床走动了。她说要亲自拜谢小姐救命之恩。苏小姐，皇后娘娘派奴婢来接您，先到皇后宫里。有劳香荷姐姐。梨儿，上前来，本宫和你有缘，可以喊你梨儿吗？能得娘娘垂爱，这是臣女的荣幸。本宫向来喜欢女儿，可就生了太子一个。你娘有你这么贴心的女儿，真是好福气啊！皇后娘娘说的极是，这苏小姐真是个可人疼的，妹妹看着也喜欢的很。皇后娘娘，时辰差不多了，可以前往东宫了。去吧，你们年轻姑娘待在一处自在些。谢皇后娘娘。梨儿，你怎么和皇后娘娘一起来啊？皇后娘娘抬举。娘，昨晚梨儿可是帮太子赢了山谷花呢，皇后娘娘自然对梨儿不一般啦。苏小姐，这是我家小女茵茵，我看你们年纪相仿，可以一起玩。这是我家小女，她也喜欢琴棋书画，你们肯定有共同话题。我表妹有我就可以了。瑶儿，怎么和各位夫人说话？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令千金真性情，直率的性子啊，讨人喜。是啊是啊，魏夫人，我有个儿子年方20，昨日宫宴见了苏小姐一次，惊为天人。你看，还有我娘家的侄子，年少有为，和苏小姐实在是相配。感谢各位夫人的抬爱，这是我外甥女的福气。可我虽然是她舅母，但这种大事我做不得主。梨儿，你这么优秀，我若是男子，我肯定会喜欢上你。表姐，梨儿不好，前世的梨儿害惨了你。对了，我母亲前些日子说亲上加亲，要不梨儿你嫁给我哥算了。你看啊，我哥虽然有时候缺根筋，但也算人模人样的，有祖父祖母，我爹娘和我在，他肯定不敢欺负你。他不配呀，他是害得前世魏国公府灭门的祸根，他是来赎罪的，今生注定手染鲜血，怎配得上一门忠烈的国公府呢？皇上驾到！错吧，今日太子大婚，大家不用拘束。吉时到，请太子、太子妃上前，喜今日赤绳既定，珠联璧合，千里姻缘一线牵。请太子、太子妃牵红绸，鸾凤和鸣良缘会。恭请太子、太子妃同拜堂，一拜圣上谢姻缘。一叩首，再叩首，三叩首，起。礼成送入洞房。殿下，侯兄，皇儿，宣太医，请皇上恕罪，老臣无能为力呀。怎么可能？太子不是用过生骨花了吗？为何会这样？回皇上，太子殿下这是中毒了。此毒是慢性毒药，殿下中此毒至少半年之久，毒发之前是查不出的，只有毒发后才能查到，但查到时就证明为时晚矣。请您救救太子，你的任何条件我都答应你。太子情况紧急，我也顾不得这么多了。我向你保证，就算最后你救不回来，父皇母后也不会怪罪你。好，七弟，你不用病急乱投医。苏小姐才多大，连太医都束手无策，她如何能救？皇上让苏小姐试试。皇上三思啊，她就算医术再高，能高过太医吗？苏小姐，你放心的治，朕恕你无罪。皇上，臣女一定竭尽全力救治太子殿下，让太医派出一人过来协助我。不要有心理负担，尽力而为便是。果然是君麾下的手，还是老手段。能这么快判断太子的毒，还要归功于前世。有几个支持君莫的老臣就是这样不知不觉的毒发身亡的。邱伯伯，丫头，若是出了岔子，你就推给我吧，反正老夫一把年纪了，不在乎这条命了。邱伯伯，你相信我，我可以解毒，把你的银针借给我吧。太子的毒已经侵入五脏六腑了，你打算怎么救？心脉还未受损，我先施针护住太子的心脉，再逼出毒素，施针时伴随剧痛。邱伯伯，你负责看住太子。
让他不要再迷糊间咬舌。你竟然能用金针护住心脉，这针法老夫只是听说过，还不曾见过。我也是偶然学的。邱伯伯，咱们开始吧。开始吧。怎么这么久？苏小姐的医术到底行不行啊？没有动静，也许是个好现象。怎么样？太子还好吗？太子还好吗？太子没事。什么？没事？怎么可能？毒已经解了10至6期，再开个药方，清了余毒，殿下就彻底没事了。那你为什么面无表情，一言不发，害得本宫误会？好了，苏小姐此次立了大功，朕有重赏。皇上，这毒不是1日2日了，若找不出毒的来源，太子这次就算治好了，还是会再次中毒的。皇兄的膳食都是银针试过才入口，为何还会中毒？就是这个，这锦缎是泡过毒的，再经过熏香，掩盖住毒药本身的气味。偶尔接触这锦缎是不会中毒的，就算用银针接触都验不出来，但日积月累，毒素就会一点点侵入体内。敢在朕眼皮子下对太子下毒，简直是胆大包天。这件事交给你去查，无论查到是谁，朕当严惩。皇上，苏大小姐此次可立了大功，这次太子能顺利解毒，邱太医也帮了大忙。都赏邱正善直接提为院正，统管太医院，把太医院好好肃清肃清。谢皇上。赐苏家大小姐苏黎公令，可以自由出入皇宫，赐黄金1万两，绢帛100匹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哪怕是亲如兄弟。请问你们说的神医是哪位？就在城南，他那医术真是绝了。我老母亲已经倒床快10年了，那老神医一贴药下去，好了。老兄，你说的太夸张了，这傻妹不信可咋办？那位神医住在城南哪里？我把地址写给你吧。请问有人吗？你找谁呀？您就是吴次人吴神医吗？我就是。我想请吴神医为犬子看病。我的诊金很贵，100两黄金。我先给你开一副药，你给你儿子吃下去，到时候你再决定要不要我继续为他看诊。这神医真有用。老爷，您在愁诊金的事儿吗？咱们没钱，但小姑有钱啊。这真是把我当摇钱树了。嬷嬷，帮我做件事。贱人，谁让你来杀我儿子？是不是夏信之派你来的？都死了，姨娘交代你的事，你做得很好。走吧，回去领赏。夏欽之，不过是要你一点钱，你就想要我父子的命？既然你不忍，就别怪我不义。主子，丹青招了，说是夏姨娘让他去找的无锡，这是丹青的公子。属下还查到，大小姐毁容是夏姨娘收买了马夫，夏姨娘让其兄长收买花市东家，使其给夫人院子里摆放对有孕之人有害的花卉。夏姨娘的兄长之子欺男霸女，是夏姨娘用尚书府之名对苦主施压，使苦主有苦难言。老爷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啊？徐锦，把这毒妇给我送官，连那些证词一起。老爷，二小姐眼看着就是出阁的年纪了，这时把她生母送官了，这会毁了二小姐呀！老爷，你为月儿想想啊！月儿就是被你这个生母教坏了，小小年纪不敬嫡母嫡姐，女儿也是被那把魔钱害的呀！爹爹，你为何要把娘送官？徐锦，还不动手！老爷，夏姨娘的兄长求见，他说您看了这信，肯定会见他。爹，别喊我爹，我不是你爹，不用送官了，陈堂。不是这样的，老爷，你别听夏江瞎说。夫人，你怎么过来了？老远就听见这边又哭又闹的。尚书大人，那信上的内容句句属实，苏叶确实不是你的女儿，而是……哥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不忍就别怪我不义。难道那群人杀错人了？没杀知道他秘密的夏江，反而把要死不活的夏文才给杀了？文才是我侄儿，我怎么会对他下手？你敢说那个玉琪不是你的人？玉琪是大小姐的婢女，怎么会是我的人？你女儿早就告诉我，玉琪被他收买了。怎么现在杀了人，还想用老法子甩给大小姐？苏月到底是不是本官的女儿？不是。我怎么不是您的女儿呢？你是你娘在未出阁之前与邻家儿郎苟且怀上的。那时候有官员在选干女儿，其实就是为他们升官铺路的。你娘聪明，设计了尚书大人，你呢就从一个平民之女变成了尚书千金。可怜你亲爹最终郁郁寡欢，在你出生的那一日就病死了。难怪空见大师说妹妹克亲人，父亲明明安然无事，原来……你闭嘴！我生来就是尚书府的千金，我的爹爹是天齐的户部尚书，不是什么平头百姓。要弄清这件事其实也很简单，那就是
滴血验亲，不能验血，不能！夏青之，你在心虚吗？你也有今天。老爷，你这样做，让玉儿以后在京城如何抬头做人？这是要逼死我们母女！这件事根本就传不出去，与其让父亲怀疑，还不如验血以证清白。还是说，苏月真的是……爹，女儿真的是您亲生的，您亲手喂过我吃饭，手把手教我读书认字。爹，女儿不乖，你可以打我罚我，怎么可以不要我的？苏月，你还知道父亲对你的好，前世又如何下得去手？分开了。苏尚书，你替别人养了10几年的孩子，把夏氏关进柴房，明日一早，陈塘。至于你，离开苏府吧，我会对外宣布苏月因疾去世。这不关我的事，我也是受害者。爹，你养了我10多年，我是亲爹胜似亲爹，就让女儿余生留在您身边，报答您的养育之恩吧。妹妹，哦，对，你现在不是我妹妹了，留在府里，难道是为奴为婢报答父亲？但是你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你的母亲设计父亲，让父亲沦为笑话，只是赶你出门，已经是开恩了。以前是妹妹错了，求姐姐别赶我走，我再也不敢和姐姐争了。徐杰，把他赶出府。是。徐大哥，怎么了？大小姐的意思是直接把他扔进牢里，关上几日再放出来，他也就老实了。我知道了。小姐，话带到了，明日是个好日子。赵怀安，你快要上京了吧？关进笼子，投石投河。小姐，夏氏已死，回府吧。是。夏青之，前世你害得我胞弟胎死腹中，害得我母亲早早离世，前世因，后世果。相信很快你就能和自己的女儿团聚了。这场雨是一个讯号，南方本就干旱了一整年，庄稼收成本就差，就在要收割的时候，又接连大雨。朝廷有心想开仓放粮，可恰巧碰上了北方大雪封路。徐慕白跪谢小姐救命之恩，小姐大恩，慕白永生难忘。起来吧，不必谢我，我也是那日顺路救了你，是你命不该绝。什么顺路啊？我们可是来回折腾了好几个时辰，专程救这个人的。你病已经好了，可以回家了。我没有家了。你若现在无处可去，那就暂时住在这里吧。但我不养闲人，你会做什么？谢小姐，我会经商。等的就是这句话。刚好我最近也有开些铺子的念头，等过几日，我给你一笔银子和铺面，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。小姐，我一露面就会引来仇家。我会给你做一张人皮面具，前期你就带着它，到了后面你也不需要事事亲自露面。苏黎想起了一个人，盐运使司运同于桥之女于半夏，一个对军回至关重要的人。他提出的一些经商的法子，军回都交给许慕白去一一落实了，而他提出来的一些治水赈灾等见解，军回通常都是把这些建议让赵怀安继续深入，然后落地实施的。当然，最后完善这些想法的人不是赵怀安，而是他苏黎。于半夏，前世是我完善的法子，最后得到夸赞的是你，这一世拿你一点想法也算扯平了。君侧，你给本公主站住！君侧，你跑什么？姑奶奶，你饶过我吧，你都缠了我这么多天了，你不累啊？不累，昨日你赢了我一局，我要赢回来。七公主，你看我皇兄的婚礼都过了这么久了，你不回北宴吗？不回。你不想你父皇母后？不想。你就不怕你父皇母后想你？不怕，我不在，他们能消停几日，肯定偷着乐呢。你也知道自己很烦。他们都说你是天齐最有才的男子，我不找你比，找谁比吗？是哪个长舌妇告诉他？七公主，天齐最有才的不是我，是我七弟君莫。七弟，对不住了，为兄实在是没法子了。可是景王殿下说你才是最有才的呀。景王殿下那字写的根本没法子看，笛子也吹得刺耳难听。君莫，你也太不厚道了，他那连第一书法家的太傅都点头夸赞的字就不能入眼，笛子吹得刺耳难听？谁？极善音律的景王殿下。早知道在第一次这女人找我比试时，我就不该认真对待，悔不当初啊。好啦，咱们今日就比2样，齐和画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。你不比，我就去找天齐的皇上和贤妃娘娘，说你怠慢我。你还不知道吧？今早我去找了天齐皇上，说我在天齐一日，你就得陪一日。天齐皇上答应了。什么？你去哪儿？回房比齐。大小姐，你是来带我出去的吗？放你出去可以，但我们还没有算账。什么账？不过是要在你身上淘点东西罢了。大小姐还看得上奴婢身上什么东西啊？你的一双眼睛。求大小姐开恩，以前是玉琪有眼无珠，玉琪错了，求大小姐饶了玉琪。你的命和一双眼睛只能保住一样，你选吧。奴婢选保命。依你。
世子，你要出门？你家王爷要我给他带个天齐的儿媳妇回去，我不出门，难道还等天上自己掉下来？原来您还记得王爷的话。那世子，咱们这是去哪儿找世子妃？直接去皇宫找天齐皇帝赐婚，一步到位。世子，天齐的2公主已经出嫁了，就剩4公主和5公主了。属下觉得5公主朝阳公主不错，才貌双全。废话那么多，到时候你不就知道了？还不快走！皇上，南疆世子求见。宣吧。梁玄庭见过天齐皇上。不必多礼，世子来我天齐这几日可还习惯？习惯，吃得好，住得好。可惜我父王催我回南疆了。朕与你父亲都快20年未见了，他身子还硬朗吧？劳您挂心了，父王很好，只是此次来天齐，除了来恭贺太子大喜外，父王还交代我一件事。是何事？天齐和南疆自来交好，我父王的意思是为了两国关系更加和睦稳固，联姻是上策。我们南疆愿将与天齐相邻的东面2座城池作为聘礼。不知南疆王是看上了朕的哪位公主？不是南疆王，而是本世子，也不是皇上的某位公主。本世子看上的是天齐户部尚书的嫡女，苏家大小姐苏黎。世子可知苏小姐的脸？本世子知道，但本世子不在乎。皇后娘娘驾到！见过皇后娘娘。你怎么过来了？这段时间太子一日好过一日，皇上说今日要陪着我们用膳，皇上忘了。方才我在外面就听见什么公主联姻，是南疆看上了我们哪位公主了吗？不是，是世子看上了尚书府的嫡女了，来要朕赐婚的。可本宫听说苏小姐是有婚约在身的，皇上，这传出去不好吧？竟有这事？本世子记得苏大小姐原来在天齐的名声可不怎么好啊，谁还能与她有婚约？这就不清楚了。本宫只是那日听魏夫人提了一嘴，本宫那日也觉得苏小姐不错，想给她指门亲事，哪知竟被人捷足先登了。毕竟是大臣家事，本宫也不好细问。今日这赐婚圣旨，怕是要缓缓了。待朕召苏尚书进宫问问。那玄庭就回驿馆等着皇上的圣旨了。玄庭告退。所以世子不娶公主，要娶那个毁了容的苏小姐。苏大小姐虽然有才，可她丑啊，你朝夕相对，不会食不下咽？不会，只会觉得秀色可餐。世子啊，你是不是不满王爷逼你联姻啊？你用这种方式是在无声的反抗？不是，本世子很感激父王强迫我来天齐。母后，父皇打消赐婚的念头了吗？南疆给出的条件太诱人了，要想彻底断了你父皇的念头，当下就得找个人选，直接上苏府去提亲，而且动作要快。苏小姐与我有大恩，她的婚事自然不能马虎，哪里去找这么合适的人选？只能先坐实有婚约一说，断了南疆世子的心思。等他回了南疆，苏府也可以找个理由退了婚事，退亲总好过离乡背井远嫁南疆。儿臣也是这般想的，有母后在，总不会委屈了苏小姐。去宣季怀燕进宫。母妃，召儿臣前来有何事？皇儿，你觉得苏尚书嫡女苏黎如何？若不说容貌，天齐再也找不出能出其左右的女子。不错，她身后有户部尚书和魏国公府，户部尚书掌管天齐财政，魏国公手握兵权。你若是娶了她，可以说是皇子中的独一份。母妃，儿臣也是这般想的，只是我看苏家和魏国公府根本无意皇室，眼前就是最好时机。南疆世子求娶苏黎，皇后托辞苏黎已有婚约，明日你就去苏府提亲，远嫁北疆和成为六皇子妃。本宫想，只要苏家不傻，他们知道如何选择。儿臣知道应该如何做了，儿臣这就去安排。见过殿下，殿下召怀燕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怀燕，你也知道苏尚书嫡女苏黎与东宫有大恩，难道太子看上苏大小姐了，要娶回东宫做侧妃不成？苏小姐家世做正妃都合适，做侧妃魏家和苏家能答应吗？苏小姐虽然容颜有损，但她才华出众，何况还有那一手绝顶医术。完了，真让我猜中了。本宫认为苏大小姐与你极配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你爹武阳侯为你的婚事都找了本宫好几回了，本宫想你找个合心意的，这才回帮你挡了过去。殿下，实话和你说吧，今日南疆世子进宫，以2座城池为交换，让父皇为他和苏大小姐赐婚，母后用苏小姐已有婚约挡了回去。我想父皇肯定不会放弃，那毕竟是2座城池，只有你上门提亲，以武阳侯府和苏家再加上个魏家的重量，总抵得过2座城池了。原来如此。等打发了南疆世子，你若针对苏小姐无意，让苏府退了这门亲事便是。那我这就去备聘礼，虽说假的，但也不能叫人看清了苏小姐。大哥，太子急急忙忙找你进宫，有什么事？南疆世子突然要皇上为他和苏大小姐赐婚。啥？这梁玄庭吃错药了？
你做什么去？去看我的小青梅。魏兄，你快收拾收拾，去苏府提亲。你吃错药了。所以你要尽快去提亲，晚了你表妹就得远嫁南疆了。你自己做，我有事。为了他的小青梅，他可是帮了自己未来大舅子的大忙了。谁？苏小姐真是警觉，睡觉还枕着匕首。没想到光风霁月的景王殿下竟然有夜闯深闺的癖好。本王好心来给苏大小姐送消息，竟然被大小姐说成了登徒子。什么消息能让殿下深夜翻墙入院？苏小姐与南疆世子很熟，为何有此疑问？今日南疆世子梁玄庭进宫，以2座城池为聘礼，请我父皇为你们赐婚。怎会？我与那南疆世子从无交集。苏小姐美而不自知，世子可是大手笔，美人倾城，大小姐一倾就是2座。他大仇未报，怎么可以离开天齐呢？不行，得赶紧想个法子。这次你得感谢皇后娘娘，要不是她赶去阻止了父皇，可能赐婚的圣旨今日就送到尚书府了。皇上会放弃2座城池不要？皇后娘娘用的什么法子？皇后说你已有婚约，我看父皇还未放弃，所以本王建议苏小姐把这个婚约做实，而且对方身份地位还不能低，这样父皇才不会逼迫苏府退亲。我看明日父皇就会向尚书大人提起此事，此事拖不得。若是大小姐没有好的人选，看在大小姐赠药的份上，本王愿搭把手。你呀，本王身份地位恰巧符合，何况本王长得也不磕碜，传出去也不会堕了大小姐的名声。你为本王治腿疾，本王就当还你的恩情，如何？等南疆世子离开，苏小姐若是不愿意，找个法子退了这门亲事就好。只是到时候退不退得了，就不好说了。好，感谢景王相助，你放心，待到打发了南疆世子，臣女绝不会耽误景王殿下。好，那我明日就上门提亲。你不用请示德妃娘娘吗？我母妃此人吃斋念佛，心肠软得很，先斩后奏的事本王做过不少。皇子的婚事不都是由皇上亲自指婚吗？到时候皇上不会发怒。这样说吧，你的身份嫁给任何一个大臣，父皇都不会放心，但嫁入皇家，他是乐见其成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太子中毒一事可有结果？背后之人做的隐蔽，只查出了几个换洗房的管事和东宫的几名下人。意料之中。那日大小姐留下的那句话是知道些什么？殿下觉得六殿下是个怎样的人？六皇兄谦卑和顺，在朝中素有贤名，若不是云妃母族示威，只怕成就不止如此。但本王觉得人有时候太完美了，就有些假了。本王不信这天下有这样的人。殿下慧眼，如果我说太子殿下的毒与六皇子有关，你作何感想？苏小姐因何断定？一者嗅觉比常人灵敏些，六皇子的随从身上有那药粉的味道，很淡，却是常年接触留下的。如此事是真的，那本王这位六皇兄野心可是有些大。可不是有些大吗？人家盯上的可是最上头那把椅子。多谢苏小姐告知，今日天色不早，本王先走了。景王这是要去验证心中所想，其实也不难。殿下不妨从六殿下的产业查查看，说不定有惊喜。多谢苏小姐指点。对了，咱们明日就是未婚夫妻了，看殿下有些生分，咱们做戏做足，离儿喊我子言即可。夫人，你快到前厅看看，有人来提亲了。这君莫动作还挺快，娘，别着急，咱们慢慢过去。武阳侯长子季怀燕见过苏夫人、苏小姐。季公子，这是？苏夫人，怀燕对苏大小姐倾慕已久，故今日请了官媒上门提亲，还请苏夫人成全。这是季家大公子，他怎么会上门提亲？难道是受君莫委托？苏夫人、苏小姐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是我糊涂了，季公子请里面奉茶。苏夫人和苏小姐可能对怀燕此次上门提亲有微词，觉得怀燕唐突，这其中是有缘由的。昨日南疆世子以2座城池作为交换，请皇上为他和苏小姐赐婚。什么？竟有这事？苏夫人稍安勿躁，此事被皇后娘娘以苏大小姐已有婚约的借口给挡了下来。多亏了皇后娘娘了。娘娘和太子的意思是，婚约一事须得尽快做实，所以才有了今日怀燕唐突上门提亲的一幕。苏夫人、大小姐放心，等南疆使臣离开后，苏家可以推了这门亲。夫人，表少爷也来提亲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灵儿，你这是……我来提亲，这是约好了，这到底答应哪一家呀？这苏大小姐现在变成香饽饽了，一来就是2家，而且还是武阳侯府和魏国公府，都是世家大族，大小姐好福气啊。虽说苏大小姐现在是县主了，
但他脸还是毁了。这些贵公子都不在乎。苏家有2位小姐，说不定是给苏二小姐提亲呢。你这消息就落后了吧？前几日啊，传出苏二小姐突发疾病，恐怕有这事儿。哎，以前看二小姐多风光，现在看来大小姐才是有福之人呐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是啥好日子？提亲的这么多。咦，那不是景王殿下吗？这看着像是提亲啊，没听说景王被指婚了啊。真是景王哎，是谁家小姐这么有福气啊？走，咱们跟上去看看。走。七弟，六皇兄，你这是？为兄去尚书府提亲。七弟这是？巧了，本王与苏大小姐两情相悦，也正要去提亲。皇兄是看上了哪个尚书千金呢？户部尚书。看来咱们今天只能各凭本事了。夫人，又来了2家。娘，你慢点。六皇子，靖王殿下，这也是来向他家女儿提亲的。苏夫人，使不得，臣妇如何当得起2位的礼？君回，你这是换目标了。苏夫人，我倾心令千金已久，今日特来提亲，这是礼单，请夫人过目。苏夫人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今日本王也是来向苏大小姐提亲的，这是礼单，请苏夫人过目。喝茶。苏爱卿别紧张，爱卿可为令千金定有婚约啊。想起今日出门时女儿的嘱托，定下了。是哪家的儿郎如此有福气？胡闹！给朕把那几个都带到朕跟前来。是，皇上。把长宁县主一起带来。皇上，小女年纪小，不懂事，皇上要罚就罚微臣吧。起来吧，朕没怪罪你闺女。苏爱卿，苏大小姐真是京城独一份呢。奴才见过景王殿下、六殿下、长宁县主2位公子、苏夫人。小林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回景王殿下的话，圣上派奴才来请2位殿下、县主和2位公子一同进宫面圣。娘，没事的。苏夫人请放心，有本王在，梨儿1根头发都少不了。苏夫人，父皇应该只是询问一下此事，夫人不必担心。等父皇问完话，君回定将大小姐安然送回府上。参见皇上。听说你们几人今日让京城百姓追着看了一场笑话。父皇，这怎么是一场笑话呢？这是美谈。美谈？你们2个好大的胆子！父皇，您说过咱们兄弟几个的亲事都不会干涉，儿臣心仪苏小姐，所以就去提亲了。父皇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儿臣也心仪苏大小姐，情难自禁，望父皇恕罪。哼，什么情难自禁？别以为朕不知道你们心里那些小九九。长宁，你说你到底有没有婚约？回皇上，臣女确实有婚约。哦，是这4个中的哪一个？景王殿下，魏国公府和武阳侯府不能选，虽说是做戏，但无端连累他们，被皇帝猜忌就不好了。剩下的2人还用选吗？胡说！朕怎么不知你们何时定下的婚约？德妃更是宫门都未出一步，你们哪儿来的婚约？父皇，虽然母亲未出宫门，但我与她提起过，我心仪梨儿，母妃给了我1枚玉佩作为信物，与苏家定下了婚约。老七和苏小姐留下，其他人先出去。这个七弟什么都占了，现在若是再娶了苏家小姐，以后就算太子倒了，这也是个劲敌。说吧，你们是不是听到了关于南疆的风声？父皇，什么南疆？儿臣不知。装，接着装！你不就是听说南疆世子要求娶苏府小姐，才上演了这一出吗？长宁，你说你们当真有婚约？父皇，儿臣确实心悦苏小姐，此生都非她不娶。朕倒是不知你何时与苏小姐有如此深的情谊了。儿臣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认定的人和事便不会放手。你还是个情种吗？父皇，儿臣长这么大，从未求过您什么，这次是儿臣唯一所求，求父皇准了这门亲事。您要的无需拿什么去换给，儿臣挽弓跨马给你打回来。胡闹！朕贵为天齐皇帝，想要什么得不到？是，父皇想要的当然能得到。父皇，南疆4王野心勃勃，近年来他们动作不断，儿臣认为终有一日他会向天齐开战，此时接受他们的城池隐患极大，倒不如来日儿臣将他打下来送给父皇。罢了，你若针对苏家小姐有意，去礼部走一趟，按祖宗规矩办。谢父皇。这便是被人护在身后的感觉吗？臣妾参见皇上。起来吧，你是为了老七的事来的吧？是，皇上。墨儿去苏府提亲，臣妾事先是知晓的。皇上若是生气，就怪罪臣妾吧。你不用替他兜着了，这婚秋自己都说了。皇上，您不是老说这几个皇子的婚事令您头疼吗？臣妾看着这苏小姐和墨儿极配，臣妾虽然是第一次见苏小姐，但却不是第一次听说。臣妾对这个儿媳很是满意，皇上就成全这2个孩子吧。
好了好了，这没说不准这门亲事，只是气着魂球，招呼都不打就去提亲去了。儿臣知错，父皇，你这就下旨赐婚吧。稍后儿臣就去礼部请上官媒，正式上门提亲。你说皇上会不会一怒之下就把我表妹给直接嫁到南疆去了？有景王殿下在，我说那是我表妹，有难也应该我冲，你们凑什么热闹？谢娘娘维护之恩，本宫相信自己儿子的眼光，这么多年他眼里也没什么人，本宫还担心他要孤独终老了。今日第一次见，这就全当见面礼吧。娘娘，这太贵重了，臣女不能。真好看，谢娘娘。好了，本宫回去了。恭送母。恭送娘娘。表妹怎么样？皇上没说什么吧？没事。耶。上车吧，你娘该急了。父女二人前脚回府，赐婚的圣旨后脚就到了。母妃，此次是儿臣无用，这也不是你的错。没想到君莫居然也会去。太子现在一日一日好起来了，东宫的防范也严了不少，咱们的人此时也不好再有动作，只能等待时机了。儿臣担心，就算太子倒了，君莫也是个大威胁。他本就手握兵权，若是再加上苏家和魏家，还有谁能挡得住他？别担心，我看东宫可能更慌。皇后娘娘以为阻止了苏黎远嫁，就能把苏家拉入她的阵营。千算万算，她也没想到苏家会选择景王，我看她肠子都悔青了。可君莫一向和太子走得近，若是太子放心，君莫也忠心，两股绳合为一股，那咱们更动他们不得了。那个位置哪个不想要？本宫就不信景王一点心思都没有，就算他没有，也要皇后和太子相信才行。等着看吧，必要之时，咱们添上一把火。母妃高明。皇儿，如今你七弟手握兵权，若是再娶了苏家的女儿，母后放心，儿臣相信七弟。七弟对那个位置无意，若是他有意那个位置，以他的能力，早就没儿臣的事了。何况此次儿臣能好起来，全靠七弟。要不是七弟建议苏小姐为儿臣医治，只怕……不是母后猜忌，是这皇家向来如此。母后也不是那种恩将仇报之人，只要老七没那种心思，你们兄友弟恭，母后自然也乐得清闲。只是儿臣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今日上门去提亲，魏国公府能理解，但六弟……老七，我道他是真看上苏家小姐了，老六他那心思怕是不简单。六弟平日为人和善，难道也是被苏大小姐吸引了？但愿吧。天色不早了，母后休息吧，儿臣告退了。丽儿，就算为了不去南疆，你也可以选你表哥啊。爹，女儿是不想连累外祖父，魏家本就是风口浪尖，若是再传出苏魏两府有婚约，你们一文一武，皇上岂不是更加忌惮？所以思前想后，女儿觉得景王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再说，以后找个机会，女儿会解除婚约的。明日我得去一趟岳父家，梨儿的事情，他外祖父肯定有些担心。六皇子此人深不可测，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。至于景王，我是真看不透了，难道是真看上咱家梨儿了，还是说纯粹好心，为了挡住南疆的赐婚？景王殿下和咱们梨儿还真般配，德妃性情好，梨儿嫁过去我还是放心的。娘，说这些为时尚早呢。娘也不想那么快把你嫁过去，娘还想多留你2年呢。女儿也不想嫁人，就这样陪着爹娘，等弟弟出生，咱们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守在一起。梨儿，你和景王我们什么都没有。我还没说什么呢，你不知道啊，现在全京城女子有多羡慕你，被这4家同时提亲啊，话本子都不敢这么写的。现在外面都在传说景王和六殿下都被你迷得神魂颠倒，为你不惜决裂，大打出手呢。这传言也太离谱了。我与景王不过才见过几次面，与六殿下更是话都没说上几句。要不说我表妹厉害呢，这话都没说上，人家就上门提亲了。你不知道吧？孟芷云对六殿下那可是死心塌地的。这次六殿下来苏府提亲，他肯定鼻子都气歪了。哎，表妹，这是什么？我这边把几个空着的铺面改成酒楼，这是里面的一些陈色布局，还有一些经营想法。表妹，你要经商？这年头银子最实在，铺子空着也是空着，租出去也没几个银子，还不如收回来随便做点什么。只是现在我手里银子还不够，暂时就先开1-2家试试水。你银子不够找我呀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回去拿银子。我哥的闲钱放着也是放着，我一起拿给你。表姐，不用了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赚钱。没事儿，亏了就亏了。思琴，去备车。是，怎么了？好像撞到人了。马车上的人还不出来？你们撞到人了？哎，这好像是苏府的马车啊。可怜了这老头啊。爹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一转眼就这样
姑娘，事已至此，赶紧把人送去医馆吧。你放心，银子咱们出。有银子了不起啊！我要送你们去见官！马车上的人下来，你们都撞死人了还不露面，架子也太大了。姑娘别怕，我父亲是当朝右相，今日这事儿既然被我遇到，我就会管到底。请小姐为我们做主啊！孟小姐真是善良啊！马车里是苏家的哪一位啊？是苏夫人还是苏小姐？这位是苏家大小姐身边的大丫头。苏大小姐这么久都不露面，是因为面丑不好意思，还是撞了人心绪不改呀？孟小姐慎言，一个奴才，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？滚开！住手！苏黎，你总算露面了。孟小姐要见我，倒是费了不少心思。你撞死了人，给点银子就想打发了人家。老尤，去报官。是，小姐，这里出了什么事了？苏小姐马车在闹市急奔，撞死了这位姑娘的父亲。苏小姐莫怕，这里交给本皇子便可。不劳六殿下费心，臣女已经报官了。殿下，既然苏小姐不领情，您就别管她了。哎娘啊，全是大人物，小的参见3殿下、6殿下、7公主、长宁县主。你喊个仵作来查看查看。苏小姐别怕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事的。本王的未婚妻就不劳六皇兄操心了，又遇上麻烦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恰巧路过。明明是巴巴的赶来的，先说是碰巧。下官参见景王殿下、3殿下、6殿下、7公主、长宁县主。起来吧。事情你手下应该都告诉你了吧？是。爹，你死得好惨啊！女儿这就随你一同去了吧。死者真是你父亲吗？作为女儿，为何会用自己父亲的命来陷害人啊？你从哪里看出来人家是陷害你了？我们只看到了一个可怜姑娘深渊无门，被逼以死明志的惨剧。死者身体外部虽然有伤，但这死者的伤却更像是被人用东西击打而成。死者一看就是常年做农活，这姑娘呢，她手间有薄茧，这是常年抚琴的人才会留下的。试问一个农家的女儿怎会如此？哪条律例规定穷人家的女儿不能弹琴了？那你又如何解释死者身上有中毒的迹象呢？中什么毒？你是县主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民女一条贱命，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儿吗？你不承认也没关系，只要仵作检验一番，就真相大白了。这样也是太残忍了，死者为大。虽说死者为大，但身为子女，找到真正的死因不是更重要吗？话已至此，你若还不同意验尸，那就是心里有鬼。我不是，我没有。那就是同意验尸了。姑娘大意，能让老六老七上心的女子果然不一般。怎么样了？回大人的话，死者死前曾被人殴打致重伤，但真正死因是中了腐肠毒。真是中毒！大胆刁民，竟敢陷害长宁县主！枉我以为你是苦主，帮你伸冤，没想到事情竟然是这样的，毒害生父，嫁祸县主。你这样做，就不想想你的其他家人吗？幸好他手里握着他亲弟弟的性命。是民女狼心狗肺，想利用老父亲讹诈一笔钱。那一开始说给你一笔钱你不接受，却一心要把我们告到官府，这说不通啊。就是我心思不纯，为了报复。把他压下去。苏小姐，你是怎么看出那人是中毒而亡的？我发现死者四肢用力蜷缩，静脉凸起，这是因为中了此毒的人内脏开始腐化，所以痛苦无比。苏小姐真是心细如发，可惜那姑娘不肯交代其他。没事儿，腐肠毒有一个特点，接触这个药的人接触的部位会慢慢溃烂，若无解药会蔓延至全身。本想帮忙却没帮上，全靠苏小姐自身。这女子聪明冷静的让人佩服，若得这样的女子相助，真是如虎添翼呀。黎儿还有事儿，就先告退了。你去哪儿？本王送你一程。我去别院。景王今日很闲，偷得浮生半日闲。今日的事明显就和孟家庶女有关，你就这般放过她，这不像你啊。那景王殿下眼中的臣女是怎样的一个人？黎儿聪明果决，锱铢必较，不是会吃亏的人。臣女姑且当这是夸奖了。殿下，此处风景甚好，您慢慢欣赏，臣女就先行一步了。美人不留，美景自然不在。臣女可是天齐出了名的丑颜。美人在骨不在皮，说苏小姐丑的，无非肤浅之人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我派人去查了我那位六皇兄的产业，真是看不出来，他竟然有那么多私产。殿下，你查到的还只是皮毛，去查查江家吧，还会更加吃惊。本王总觉得你知道些什么，但你不愿说，本王也就不问了。是时机未到，臣女告退了。你心里究竟藏有什么秘密？
六殿下，您走慢点。殿下，今日天气真不错，咱们去泛舟吧。殿下，你闭嘴！一路叽叽喳喳，吵死了。本公主没邀你同行，你跟上来做什么？公主，大路朝天，公主走的，臣女为何走不得？那你先走，臣女跟在六殿下身后便好。六弟桃花开得真旺啊！你怎么了？小姐，奴婢怕是沾上那毒药了。什么？你赶紧滚远点，快回府。他怎么了？哎呦，云儿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娘，快救救我！都怪他，把他打死！拖下去！小姐饶命！你娘饶命！娘，快去请大夫，我肯定是中了腹肠毒了。快请御医！娘，杀了我们！老爷，你快想办法！我就这一个女儿，她可不能出事儿啊！右相，你哪里不舒服啊？不是本相，是小女。来都来了，就看看吧，就当卖她一个人情。太医，你快为她看看吧。还好吸入的毒不多，性命无虞，但这容貌，怕是您请另寻高明吧。小姐，你来了。这是我这几日定的一个开店计划。小姐，这想法太好了，这个新奇的吃法，我相信一经推出定会大受欢迎。没错，只是这个味道还需要找个有经验的厨子，按照我上面的配方再研究一下。交给我吧，午膳就留着用。思琴，你先回府，给我娘说一声，午膳我在外面用了。墨画，再添点茶水来。墨画，是不是觉得许公子很好？是啊，人长得好，识文断字，会经商，还会下厨。若是喜欢，就大胆点儿。可奴婢只是个下人。傻丫头，你们的卖身契我早就毁了，你们是自由身。前世这丫头嫁给了夏文才，受尽了折磨，这一世希望她能有一个好归宿。小姐，墨画姑娘，你们尝尝。就是这个味道。没想到你还会下厨。也许天赋异禀吧，试着做了几次，我发现只要我吃过的，我自己做出来都相差无几。这也多亏了小姐的配方详尽。这得谢今生还未回京的余半夏。现在已经确定配方没问题了，铺子也准备好了。你这边要做的就是人员问题了，还有火锅用的炭火，得用金丝炭，还需要大量收购。金丝炭的事情交给我。要快，今年入冬早，最好在半月之间运到京城。妹妹，我和娘来看看你。你来做什么？来看我笑话吗？娘，快把他赶出去！怎么这么严重？昨日出门一趟就这样了，连太医都束手无策。这毒太阴损了，应该是个偏门的。宫里太医都是治病的，对于毒，怕是还没有一些江湖郎中了解。不如去请几个民间大夫试试。快去多请几个大夫，特别是长春大夫。是，老爷。你们进去为小姐看看，治好了，本相有重赏。右相，老夫无能为力，告辞了。老夫才疏学浅，也告辞了。这是什么毒？竟如此奇怪！这是腹肠毒，那可有解？老夫不能解，也许有一个人能解。您是说苏家大小姐？正是。老爷，你快派人去请苏小姐啊！云儿和苏小姐向来不和，两个小姑娘难免拌嘴。老爷派人去请她，是看得起她。好了好了，我这就派人去请。神呢？老爷，小的压根儿连苏小姐的面都没见着。你话带到了吗？说是我们家老爷有请。小的说了，可苏家下人说他们家小姐千金之躯，不是江湖郎中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让他们小姐看诊的。老爷，你再想想办法呀！老爷，你去哪儿？你怎么过来了？走着走着就到这儿了。你在为芷云的事心烦？柔儿，我那次宫宴见你和苏小姐坐在一处，她人很好，我们是朋友。听说苏小姐医术很好，你能不能出面请她来为你妹妹看看？爹，女儿不能用友情去勉强苏小姐。这怎么是勉强呢？你和她是朋友，这点小忙她能不帮？好了，你逼柔儿做什么？你要请就自己去请，让赵氏去跪去求。但我的女儿不想去，谁也不能勉强。你们母女一个样，哼！柔儿，别难过。女儿不难过，只是替母亲委屈。不奢望就不会失望。文霸，出去后不要乱说话，否则你就只能在牢里待到死。苏黎，害我到了如此地步，我好恨苏府的每一个人。总有一天，我要让苏家后悔当初那么做。外祖父、外祖母，开门啊！哪来的叫花子？赶紧走！表舅母，我是苏月。赶紧滚，不然老娘报官抓你坐牢。表舅母，我外祖父、外祖母呢？你们怎么住着他们的房子？你外祖父、外祖母死了好几天了，还是老娘心善出银子安葬的。这房子现在是老娘的。秀华，谁呀？表舅，是我。月儿。表舅舅，月儿被苏府赶出来了，无处可去。进来吧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谢谢表舅舅。夏泉，你胆儿肥了，敢自作主张留下这个小贱人，你早说啊！
还是你心眼多。哟，醒了？是哪里？你们是谁？这里呀，是萧金库，是金钱窑，是美人香，也是英雄冢。你说这是什么地方？救命！救命！进了老娘的地盘还想跑？我父亲是户部尚书，等我爹知道了，你们全都小命不保。我呸！还尚书是你爹呢？你咋不说宫里的皇帝老子是你老子呢？刀疤，给老娘好好教教他楼里的规矩。知道了。小姐，属下已经把人放出大牢了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先是去了一趟夏家，昨夜被人扛进立春院卖了。咱们的人还用看着他吗？暂时先跟着，他不会这么快认命的。是。立春院，前世他那样对表姐，这一世也是他的报应。今日我把银子给你拿来了，你看看够不够？我大个小气，说是存着娶妻用的，最后说是你要，他才给了这么点儿。这里少说也有20万两了吧？21万两，那1万两是我的，这已经很多了。过不了多久，我们这些银子连本带利的都会回来的。没事啊。对了，方才我在街上过来，碰上了芷柔，好像是她母亲不好了，她请了大夫要赶着回去。木华，表小姐拿来的银子，连着我给你的一起送去给许公子。是，小姐，思晴，咱们去一趟右相府。是，小姐，我与你一起。表姐，这真是芷柔的院子？没错，就是这儿。原来芷柔可不是住这里的，她的院子被孟芷云给占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离我远些，免得过了病期。曲姨，让我为你看看吧。你便是李二吧？是啊，李二早该来拜访你。丫头，没事儿，不能治也没关系。能治，这不是什么严重的病。其实心病还需要心药医。曲姨，你本身就身体亏空的厉害，加上忧思过重，病情才会一日一日加重。再这样下去，就是神仙也没法子了。娘，女儿知道爹伤了你的心，但你还有我啊。你为了我，好好的把病养好，好不好？曲姨，既然过得这么不开心，为何不带着孟姐姐离开呢？合离说起来轻巧，但就我这个身子，和离了还不是得回娘家拖累父母兄长。娘，你若是在这府里不开心，咱们就离开吧。女儿相信外祖父、外祖母还有舅舅不会嫌弃娘丢了他们的面子，他们只会心疼你啊。女儿不要娘为了女儿这样委曲求全。曲姨，你就不要管那么多，为自己活一次吧。让我想想吧。我先给你开几贴药，不管作何打算，先把身子养好一些。孟姐姐，你多劝劝曲姨，这里真的很压抑。苏小姐请留步。李儿、阿瑶，你们快走。站住！苏小姐留步。孟芷柔，你快拦住苏小姐。你就是苏小姐吧？我是孟芷云的娘，请苏小姐为我女儿看看。姨娘，苏小姐是来为我娘看诊的，她现在要离开了。你闭嘴！离开什么离开？看一个人也是看，看2个人也是看，有什么区别？要我帮孟芷云治病也可以，我的诊金可是很贵的。苏小姐只管开口。那就准备好20万两黄金，拿到尚书府，我自会上门。这些年被右相搜刮的民脂民膏，何止是这些呀？20万两黄金，苏小姐能不能少一点啊？这20万两黄金实在是太多了，1分都不能少。站住！姨娘还有事。我就知道你不想云儿好过，等你父亲回来，看我不好好说道。随你。娘，你怎么下床了？快回去躺着。娘看今日天气不错，想走走。柔儿，这些年来可有怨过娘无用？女儿懂娘，娘是不屑去做那些事。你为娘磨墨，娘想给你舅舅写封信。这些年是娘钻了牛角尖，井底观天，固步自封。娘自认为是为了你，却并不知这并不是你想要的。柔儿，这信一旦送出，便开弓无回头路了，你怕不怕？娘，女儿不怕。好，孟启超，既然你已经忘了父亲的提携之恩，到了今日地步，且不要怪我不念夫妻情义了。什么20万两黄金？老爷，我看你的宝贝大女儿和苏家小姐关系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人家上门来为夫人看诊，1文钱都没收，还送了只百年人参。这轮到云儿了，她就狮子大开口。那柔儿就没帮着说几句好话？说什么好话呀？把人请来给他娘看病都是偷摸着的，生怕被我们发现。要不是我时刻注意着那边，动作快堵上了苏小姐，咱们连苏家小姐的面只怕都见不上呢。孟芷柔，你这个逆女，给本相出来，本相有话要问你。你要问什么就在这儿问，柔儿不出去。我只是来问问他，那苏家小姐要那么多诊金才肯帮云儿治病，她为何不说几句好话？柔儿说不说好话在于她自己，你嫌贵就不治就是了。这是你一个当家夫人该说的话吗？什么叫不治了？你没看见云儿现在有多痛苦吗？你好歹也是她名义上的母亲，现在诊金这么多，你也应该出一份。亏你还记得我是当家主母，是她名义上的母亲，她可有把我当母亲。晨昏定省她来过一
一次。既然他都不把我当母亲，我又为何要出钱给他看病呢？你不说我还没想起来，当初我10里红妆嫁给你，让赵姨娘给我清点清点，全部还回来，这是我留给柔儿的嫁妆。你好歹也是大儒之女，怎么把这些身外之物看得这般重？说出去也不怕多了你父的贤名。我现在才想明白，要贤名做什么？不能吃不能穿，那只是束缚。名声哪有这些身外之物重要？何况这本就是我的。你清高，你了不起，你身上穿的平日用的哪一样不是这些身外之物换来的？你这些年不也为了这些身外之物做了那么多昧良心的事吗？你还有资格还有脸提我父亲？你今日吃枪药了，那些话是能乱说的吗？哪句话说你做了昧良心的事？怎么怕了？哼，不可理喻。说了这么多，心里舒坦多了。娘方才都没有咳嗽一声。老爷，这诊金可不能拖呀，咱们女儿可等不得。老爷呀，你可是鱼儿的父亲啊，她现在那么痛苦，你可不能不管我们呀。好了，别嚎了。这真金本相拿。小姐，右相府派人送来了好大几箱子黄金，小姐快去看看。这么快，我还以为还要等上几日。看来赵氏和孟芷云在右相心里的地位确实不一般啊。苏小姐，这是20万两黄金，你点一下。不用点了，我相信右相不会拿孟二小姐的病开玩笑。你回去告诉你家老爷，就说我明日会上门去为二小姐看诊。是，那小的先告退了。梨儿，这怎么？娘，右相的庶女生了怪病，想让我去看看，这是诊金。诊金这么多？右相大方，这一下开店和买金丝炭的钱都有了。太医来看过了，大夫开的药也没用。他的药别人怎么可能解得了呢？这腹肠毒我可以解，但这脸和身上的肌肤溃烂太严重，没法子复原了，会留疤。什么？你不是神医吗？你不能恢复她的容貌，你还要那么多诊金？治不治随你，你也可以去把诊金抬回来。娘，你杀了我吧，我好难受啊！娘，苏小姐，解毒吧。毒解了，这些毒疮不痛不痒，后会结痂。虽然不能恢复容貌，但穿上衣服戴上面纱，也与往常一般无二。不是笑他是天级第一丑颜吗？这下自己坐上这个位置，好好受受这个滋味吧。这就好了。小姐，这20万两黄金也来得太轻松了。对孟芷云来说，右相是个好父亲，可这对孟大小姐太不公平了。这世间哪有什么公平不公平？今年这天气也太奇怪了，这才9月中旬，毫无征兆的就下雪了。还好许公子买的金丝炭前日都到了。小姐，今日得穿袄子了，外面实在冷。墨云，今晚让你主子来见我一面。小姐，您就是墨云的主子。原来我也以为我是，可从他3番2次夜里来，而你没有出现阻止时，我就知道我不是。帮我传个话吧。是，小姐。今年真是奇怪了，说下雪就下雪，只怕今年的炭火要涨价了。还好你囤了那么多金丝炭，咱们府上不愁了。这一下雪，就像是要过年节似的。景王殿下想把你们的婚期定在什么时候啊？我们都没怎么见过面呢。娘，这天突然冷起来，只怕外祖父府上都没来得及准备金丝炭，让管家给他们送2车过去吧。还是梨儿想得周到。往下，你去和管家说一声。是夫人。你来了。美人有约，不敢不来啊。梨儿这里倒是一点儿也不冷，你可以取下面纱。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就大方的取了，怎么现在反而生疏了？怕误了殿下的眼。怎会？梨儿不信我？殿下说了喊我子言便是。子言，对于六殿下，你查到了多少？我查到他竟然还在蜀地养了一支不小的军队。你手下的人能力确实不俗。这多亏了苏小姐的提醒，本王发现他暗地开了赌场、青楼等敛财，顺着一查，还真有收获。六殿下的意图很明显，若他真敢动，本王就让他后悔来这世上。殿下和太子的关系很好，本王算是在太子皇兄的背上长大的，第一个字是太子皇兄教的，第一次拉弓射箭也是皇兄教的。所以趁着六殿下在明，咱们在暗，可以开始慢慢拔除他的势力了。我是为了太子皇兄才不得不与他为敌，而你与君回可以说没什么交集，你为何也要与他为敌？何况你好像对他很了解。可能前世有仇吧。再说皇后和太子与我有恩，有人对太子殿下不利，我当然要尽一份力了。算了，你不想说就不说吧。南方近日雨水不断，而北方又开始下雪，
只怕过不久就会大雪封路，到时候南方闹饥荒，又得不到北方朝廷救助，情况会很糟。不错，所以我前几日得到消息，就运了一批粮食过去，明日也准备奏请父皇，开始运粮。南边还未传出消息，若是你报上去，只怕圣上会猜忌。你说的不无道理。但本王不能看着那么多百姓活活饿死，这些狗官为了自己前程瞒报，真是拿百姓的性命不当回事。我的人在那边建了几个粮仓，也收购了些粮食，这些都交给你，由你出面赈灾。离儿真是有钱人，但粮仓和粮食是你的，我可不能占。但是在地方上施粥，必然会同当地官员交涉，只有你皇子的身份才能做成此事。若你是担心这个，那大可不必。你难道忘了你是未来景王妃，你的权力可不小。当然，到时候本王肯定会去一趟。好吧，到时候咱们一起去一趟。你父母会允许你去那么远的地方？我自会说服爹娘。我拉过去的粮食不过杯水车薪，你粮仓里的粮食够吗？哼，管够。不早了，殿下回吧。话说完就撵人，离儿好无情啊。墨云，属下在。往后苏小姐便是你唯一的主子，你就跟着她，听她调遣，明白吗？是。墨云见过主子。还是喊我小姐吧。是，小姐。其实墨云从跟着你开始，也没有把你的事告诉本王，只是本王是他的前主子，他也不好对本王动手。你歇下吧，本王先走了。哥，还有多久啊？冷死人了。快了，马上就到京城里。去。安儿，停车做啥？娘，这里好像躺了一个人。安儿，别管了，快走吧，这天真是冻死人了。等到了你姨母家，我可要好好喝上一大碗鸡汤才能缓过来。听说姨母家是当官的，咱们去了不但能顿顿吃肉，还有漂亮的衣服首饰。眼皮子浅的，等你哥中了状元以后，咱们要啥没有啊？那些官家千金啊，皇室公主啊，还不得往上贴呀？到时候我就是和皇帝做亲家也使得。娘，我想救他。救什么救？我们哪有银子养闲人啊？安儿，等你中了状元，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？娘，你还记得我说过的那个梦吗？她和我梦中的那个女子长得一样。这么巧？娘，既然哥哥要救，就让他救嘛，反正哥哥马上就要中状元了，就当提前买了个丫鬟。那你带着他吧，就让他在马车外就行，里面我和你妹妹都挤得慌。小姐，徐大哥传来消息，说苏月放了一把火，然后借机逃出了丽春院，被人救了。救他的人进了钦天监监判柳继昂的府上。钦天监监判，救他的人长什么样？是在哪里被救的？徐大哥说是在城外的官道上，救他的人是一个长相俊俏的年轻男子，马车里还有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小姑娘。赵淮安，你终于来了。你们还真是前世的缘分续到了今生。这一世，苏月不再是官家千金，你会怎么对她呢？没了我苏黎出钱出力，你还能登上高位吗？还会得军麾赏识吗？让徐景继续派人跟着，连那个救他的男子一起看着，有任何举动来报我。是小姐，奴婢这就去跟徐大哥说。离开市还有不到半个月时间，既然人都到齐了，有些事情可以开始准备了。状元做梦。墨云小姐，你去帮我办件事。娘的病才有了点起色，这天气就变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小姐，苏小姐给咱们送金丝炭来了。金丝炭？离儿哪来的金丝炭？孟小姐，这是我们小姐吩咐送来给你的。我们小姐说了，这炭火只是给您和夫人的。哎呦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何必计较那么多？替我谢过你家小姐了。管家还不把这炭火搬进咱们库房？我家小姐说这是给孟大小姐的，其他人休想染指。好好好，我不用行了吧？等搬进府里还不是我的？替我谢谢李儿。孟小姐，我们家小姐说这是用的墨家的机关九曲锁，小姐说你能打开。你回去告诉你们家小姐，我很感激她。既然如此，小的就回去了。管家，把箱子抬走。住手！大小姐，你和夫人也用不了这么多，你妹妹还生着病呢，咱们用一些又怎么了？这是苏小姐给我的，你们不是有木炭吗？木炭那味儿呛死人了，下人房里都不用。这箱子你们抬走也打不开。怎么可能？所用斧头劈开就是了。那是墨家九曲锁，你劈不开。什么玩意儿？九曲锁？你肯定知道这怎么开，给我打开！我让你打开，你没听见？你住手！你想打我女儿？姐姐可别乱说，妾身怎么敢打大小姐呢？滚出去！姐姐，我说滚出去！我们走，等老爷回来，有你们好看的。苏小姐真是咱们的贵人。是啊，遇到阿瑶和黎儿，女儿很幸运。你们有炭，怎么就紧着自己用？不知道分出来一些？这是苏家小姐指明给我们娘俩的。可是云儿还病着，你
他病只是他的事，你买不回炭，他就只能冻着。你现在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？如此自私，怎配当一家主母？这个主母我还不想当了。孟启朝，咱们和离吧。什么？和离？自我嫁你，我自问没哪里对不住你。可是你呢？宠妾灭妻，这么多年我受够了。你又闹什么？不就是要你一点炭吗？我是认真的。我现在不想说这个，快点把炭拿出来。你去把那箱子打开。你这逆女，想忤逆不孝吗？够了，你有完没完？今日你必须把炭拿出来。你是逼我进宫找皇后娘娘评理吗？不可理喻！哼！老爷，炭呢？没有，没有，连老爷都没要来，姐姐也太过分了。这么冷的天，连老爷受冻都能忍心。好了，木炭也不是不能用，将就一下吧。最近别去那边招惹他。妾身何时敢招惹夫人？老爷说话好没道理。娘，舅舅回信了，快拿给我看看。娘别伤心，以后都是好日子了。走，陪娘去一趟前院。哟，姐姐怎么出来了？你身子好了？姐姐房里有金丝炭暖着，病肯定就好了。哪像咱们每日受冻才是要生病了。你管着宫中，这是我的嫁妆单子，你给我整理出来。姐姐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你的嫁妆早就填补宫中了，现在哪还能拿出来啊？那就折算成银子。香儿为你打理这些就是，何必劳神？姐姐，你这不是为难妹妹吗？有何为难？这嫁妆单子物件后面都写了估计的银钱，还是说这偌大的相府竟然还有侵占妇人的嫁妆？这传出去，孟启朝，你只怕要沦为天齐笑话了。把他的嫁妆清点出来，交给他。老爷，咱们府上哪还有那么多银子啊？府上有多少银子，本相心里有数。给你2天时间，若是少了一样东西，我就进宫去找皇后娘娘谈谈心。这么久不出府，现在身子好了，还真想多出去走走。老爷，你看他，你老实告诉本相，你是不是也动了那些东西？没有。最好没有。把缺了的东西都给我用银子补上。要是我在外面听见什么风言风语，我唯你是问。是。小姐，许公子也来这么早？这几日我都来过。小姐，这1楼按照您的吩咐分为大厅，也就是用餐区、柜台、后厨、菜品区，在门边还专门辟出一块作为等位区。这2楼也是按照您的图纸来的，你看这中间是镂空的，可以直接看到1楼大厅的场景。4个方位都有楼梯直通2楼，方便传菜。2楼这一圈共有32个包房，我还在这基础上给每个包房都命了名，里面的装饰也是按这个名字来的。小姐，这个酒楼还未定名，就等着小姐赐名。就叫今朝醉吧，刚好我还知道一个酒坊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甚好。小姐，许公子真是有才，墨画没有看错人。墨画这丫头真是藏不住事儿，你们都看出来了。整日许公子的挂嘴上，想不知道都难。小姐，别说话，你没发现外面太安静了吗？小姐，思琪，他们的目标是我，等会儿你趁乱跳车往回跑，去找景王。思琴不能留你一个人，小姐，咱们换衣裳吧，让奴婢替你。你得听我的。前世的思琴就是为他死的，这一世说什么他也要护住他。小姐，听话。也不知道墨云怎么样了。思琴，跳车，朝北跑。景王，你们是谁派来的？苏小姐，我们无意伤你，你也别做无谓的反抗，免得我们不小心伤到你。带苏小姐走，小心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王爷，出事了。怎么回事？王爷，小姐被人劫走了。莫阳，召集全部末位，随本王走。是。主子，人在里面。你下去吧。是，主子。他怎么敢？苏小姐既然醒了，就陪本世子说说话吧。世子，此举何意？何意？自然是接本世子的世子妃回南疆啊。世子，现在我已经是未来的景王妃了，你这样做是想挑起2国战火吗？哼，明明是本世子先去求天齐皇帝赐婚，你本该是我的世子妃，却莫名其妙冒出来个莫须有的婚约。哼，当本世子是傻子吗？哼。世子何必如此？苏黎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，不，比普通女子还不如，是毁了容貌的无颜女，不值得世子如此执着。苏小姐真是把世人都骗了，本世子不懂了。面纱下容色倾城，却甘愿被传成天齐第一丑颜，到底为何？好了，乖乖和本世子回南疆，做本世子的世子妃，别想着不切实际的东西。咱们已经出了京城，没人追得上了。世子，有人追来了。扶苏小姐上马车，本想让你好好休息一晚，看来要连夜赶路了，委屈苏小姐了。君爷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马车上是什么人？是我家夫人，她得了病，我们老爷正拉着她外出寻医呢。打开帘子。君爷。君爷，看完了咱们可以走了吧？娘子别怕，他们马上就走了。李儿，苏小姐。
李儿，你怎么样？李儿，我没事，你先起来。原来你没有中软骨散，梁玄庭，你这样做就不怕挑起战火，成为两国的罪人？哼，君莫，你还好意思指责本世子？苏小姐本该是本世子的世子妃，你横插一杠夺他人所爱，就不担心挑起战火？本王与李儿本就有婚约，横插一杠的人是你。哼，婚约？当本世子是3岁孩童？废话少说，今日你若是把苏小姐让出来，这件事就一笔勾销，不然苏小姐就要成为人们口中的红颜祸水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让你永远留在天齐。世子，长明，护着世子先走。世子，咱们走。世子，快走啊！咱们追。穷寇莫追，咱们回去吧。李儿，醒了。这是你的房间，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我很好，这次多亏有你。也多亏李儿聪明，还能在那种情况下留下线索。车轮上那银粉到后来没有了，你是如何认出我的？你的眼睛，虽然当时只是短短一瞥，我就知道是你。一夜未归，我父母该急了，得回府了。你就这样回去？你不愿露真容，我没有擅自为你卸下。你的婢女昨夜到了我府上，我让她回去说你得寻敏长公主赏识，在她府上。等会儿咱们去她府上，由她派人送你回府。咱们走。咱们走吧。你还是把面纱戴上吧。小姐回来了，小姐回来了。夫人，你慢点儿。李儿，你可回来了。娘，长公主只是让我为郡主看诊，天色晚了，就留女儿住了一晚，让娘担心了。思清回来都同我说了，但你一夜未回，娘还是担心。小姐，你受伤没有？是啊，小姐，你瞒着老爷夫人可以，但别瞒着咱们。小姐，你饿没有？你家小姐没事，你看一根头发都没有少。小姐，幸亏景王殿下把你救回来了，要不然奴婢……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？好了，你们几个快去休息，昨夜肯定都没睡吧？那小姐有事就喊我们先退下了。小姐，你来了。离开夜的时辰还有一会儿，咱们先上去吧。小姐，这个包房是今朝最好的，不对外，留作您的专属房间。表妹，我来了。哇，这里看的湖真好看，我方才在楼下看了一圈。先不说你这里的食物味道如何，就说这环境，那就是京城独一份了。我都看见银子在向我招手了。阿瑶说的没错，这里的布局看得出来费了很多心思。李儿表妹，你这次好大的手笔啊！苏小姐，贺你开业之喜。谢谢三公子。这是表哥的。表哥已经给了黎儿那么多银子，这里黎儿不能再收了。那不行，你收了季三的，就得收我的，是表哥的一点心意。黎儿，我没有我哥有钱，这是我为你选的，你不要嫌弃啊。还有我的，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，你们太客气了。小姐，开业吉时快到了，你要下去吗？你出面便是。那好，我这就下去了。表妹，你看这也快50了，咱们是不是也该开饭了？思晴，可以上菜了。是小姐。大家别拘束，这酒很烈，你们少喝点儿。表妹，你这酒在哪里买的？这比醉仙居的味道还好。我自己酿的，等会儿你走时带几壶回去，给外祖父和舅舅带回去。就等你这句话，没看出来表妹还会酿酒。黎儿，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吗？苏小姐真是有钱，我见你这火锅都是用的金丝炭啊。这话怎么这么酸呢？不用金丝炭，难道用木炭啊？那不得边吃边流泪啊？大家别光顾着说话，快去尝尝。我说今日怎么不见你们两个，居然跑到这里来了。见过景王殿下，今日我只是来贺黎儿开业之喜的，不必多礼。黎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？子言，以往这种场合你从来不参加的，所以我们就没喊上你。你尝尝，苏小姐亲自酿的。表妹，你这个今朝醉，我敢肯定会比姑母的醉仙居还赚钱。我看等位的人太多了，再考虑是不是要开个分店呢？以目前情况看，我看可以。小姐，没想到今朝醉能这么成功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。以后你帮忙照看着点，我怕许公子忙不过来。把这些衣服洗了，然后就把院子里的血清扫了。虎妹子，你在院子里大声嚷嚷什么？打扰到你哥哥温书，看我不打死！我哪有打扰到哥哥？这个天冷死了，姨母也真是的，才这几天就让咱们出来住，这院子一点也不抵风雪。等安儿考上状元，他就上赶着巴家。进来，公子喝点热粥歇歇吧。放下吧，我等会儿喝。白雪却嫌春色晚，顾川庭树作飞花。此句甚是贴合，没想到苏姑娘还通诗书。月儿以前也曾是饱读诗书，谁想家道中落，才会……既然你通诗书，以后你就在书房伺候笔墨。果然，没有男人能逃得过他的攻势。可是老夫人，娘那边我去说。月儿谢过公子。公子，粥快凉了。南边旱涝灾害导致百姓颗粒无收，正闹饥荒的折子终于传到了皇帝的案头。黎儿，
为何还不歇息？爹，是不是最近在为南方饥荒一事发愁啊？是啊，皇上有心放粮赈灾，可要道都被大雪封了。那皇上可有说该如何处理？景王请令去赈灾，虽然粮食没法过去，但要表明朝廷赈灾的决心，安抚百姓。爹，其实女儿在蜀地让人修建了2座粮仓，还收购了一些粮食。你哪来那么多银子建粮仓？女儿梦到南方有灾，母亲便把最先居的一些收益都给了我，还有些银子是女儿为右相千金看诊得来的。财迷，我与景王商量好了，与他去一趟南方。什么？那怎么行？我要是同意了，你娘非跟我急。娘同意了，娘说有景王殿下在，她放心。爹，女儿的安全问题你不用操心，殿下专派了末卫跟着我，而且有殿下在，不会让人伤到我的。话虽如此，可爹，粮食是女儿的，女儿不去看着心里不踏实，粮食不放出去，以后被圣上得知，只怕会有麻烦。爹替你去。不行。为何不行？他总不能说他粮仓里的粮食不够，得他去军回粮仓里现拿吧。你看，女儿才与景王被赐了婚，但是我们还不熟啊。在这京城中，说句话都会被传成各种版本。这景王要去赈灾，女儿也去，正好借此机会好好熟悉熟悉。你说的有道理。那爹是同意了。去吧。对了，六殿下问我们府上是不是有大量的金丝炭，说他愿意高出市场价来买，希望我们拿出一些，帮他先抵上。你告诉他，就说我们只够自己用。明日我就这样回他。娘，你别担心，女儿此去最多大半月就回来了。娘知道，只是儿行千里母担忧。还有啊，娘虽然答应你和景王一起去，但你得跟娘保证，不可越雷池一步。娘，你想什么呢？娘认真的。知道了，女儿保证怎样去的就怎样回来。娘，你快些进去，这外面太冷了，路上小心些啊，注意安全啊。夫人，咱们进去吧，有殿下在，小姐安全着呢。走吧。是，小姐。小姐，殿下在前面。来了。你就带1人。他们先行出发了，走吧，咱们也得尽快，不然中午就得饿肚子了。小姐，要不喊景王殿下来马车上吧，我与支书去后面的马车。殿下，冷吗？还行。哦，就这样。小姐，您太不冷。小姐，你也太不知道心疼人了，我怎么不会心疼人了？再说，君莫需要我心疼吗？小姐，就算殿下不冷，你也要把话说完哦。来不来车上是殿下自己决定。殿下，要不要进来喝杯热茶？也好。主子，你们可来了，这就是咱们王妃吧？莫允年纪小，口无遮拦，梨儿不要生气。主子，咱们进去吧。有人吗？各位客官。你就是这家客栈的掌柜？是啊，我和我老伴儿年老体弱的，守着这客栈几十载了。给我们准备几个房间，再烧些热水，然后准备2桌饭菜。2楼都是客房，你们随便住吧。老头子，多炒些菜，来了好些人呢。知道了，老婆子。小姐，房间收拾好了，你是要先梳洗一番，还是先下楼用饭？你们各服1颗，然后把剩下的悄悄给景王。菜来了，各位别嫌弃啊，小店就这些东西了。孟启朝，你若签了这和离书，那一切好说；若是不签，那我只能进宫一趟了。锦娘，怎么好好的又说起这事儿了？咱们以后好好过，不行吗？好好过？这件20年来我也想好好过，可是你让我好过了吗？高官厚禄蒙了你的眼，莺莺燕燕拢了你的心，你早就不记得你求取时立下的重誓，背弃便丢官弃爵，不得善终。再看看你今时今日的做派，迟早会应试。早点签了和离书，免得连累我们母女。锦娘，以前是我不对，你再给我次机会，这府里的管家之权交给你。谁稀罕？废话少说，今日你到底签不签？柔儿是本相的女儿，她不得离开相府，你确定能舍得下她？孟启朝，你是不是忘了当初你可是入赘的？怎么靠着岳家爬上高位，连自己当初做的事都忘了？你是入赘，和离后柔儿本就该回曲家。你今日就是说破天，本相也不会签这和离书。你死了这份心，乖乖回你的院子，否则你要如何？爹，哥哥，岳父大人，舅兄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哼，老夫不来，怎知你把我女儿和我外孙女儿欺负成这般模样？岳父真会说笑，小婿岂敢？你不敢？你真是有胆，宠妾灭妻，嫡庶颠倒。这就是你那妾室。听说你为了他的女儿花20万两黄金去求医，孟启朝，老夫竟然不知你家底如此厚啊！岳父，是小婿一时鬼迷心窍，被这女人所惑。小婿
小婿这就休了他，只求岳父再给小婿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好好对锦娘。废话不必多说，快签了和离书。锦娘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咱们近20载，怎么能说断就断啊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孟启超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以前的意气风发早就被官场腐化的一点不剩了。我对你不是失望，是绝望。相爷，太子命下官来协助曲公接女儿回家。走，回家。爹，还有我的嫁妆。娘，你病刚好，你与外祖父先去马车上，这里女儿看着呢。曲公放心，这里有我呢。孟小姐，请您清点好东西，我派人搬上马车。请随我来。柔儿啊，你也在这相府生活了10多年，你怎忍心把府里搬空啊？这是我母亲的嫁妆，自然是要搬走的。但你们在相府这么多年，吃穿用度哪一样不花银子？这天启哪家主母和嫡小姐吃穿用度还要自己交钱给府上？小心！多谢季公子。小姐，快上马车吧。还不睡？这次我来还有一个原因，你的寒疾除了用药压制，还需要金针渡血。从今日开始，未来半月每晚行一次针，到回京时差不多会好，到时候再找到药引，你的寒毒就彻底解了。让离儿费心了。咱们开始吧，行针有些疼，你忍忍。不是，开始吧。离儿是发现了什么？院里的花，大雪覆盖了万物，那花上却没多少雪。那老妪满脸皱纹，可是她的脖子却细腻光滑。离儿观察入微，最主要的是汤里的食材，汤里是马椒，与院子里花香结合，人一旦入睡就会陷入昏迷。我猜他们会在子时以后才会动手，到时留几个活口问问。这人也不知是冲着你来的，还是我来的。这么大手笔，只怕是你。应是本王连累了离儿啊。好了，我先回房了。离儿，要不本王去你房里吧？你别多想，本王就是担心对方伤到你，我可以睡地上。不用了，我就在隔壁，何况有墨云在。你安心睡，本王会护好你。不好，中计了！小姐，你又放毒了。王妃威武啊，一出手就解决了这么多人，那咱们怎么没事？我想是那颗药丸的作用。查出来是谁的人了吗？是宫里的人。看来这一路不太平啊。离儿怕了，是冲着殿下来的，我怕什么？你是我的王妃，咱们现在可是一体的。本王很好奇，离儿是怎么说服爱女如命的苏尚书放你去蜀中的？我自有自己的法子。本王想到要出发的前一日，尚书大人对我说的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尚书大人说，年轻人万事不要急躁，来日方长。本王一直不解其意，苏小姐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吗？没什么特别的意思。是吗？主子，前面就要到云水城了。小姐，越走气温越高了，这炭火用不着了，奴婢把它灭了吧。各位客官里面请。你们云水城一直都这么热闹吗？客官有所不知，今日是城里1年1度的花灯节，10里8乡的人都赶过来看热闹。晚上小姐们都结伴出行放花灯，到时候还会有焰火，可热闹了。小姐，咱们晚上去看看吧。好。我看该遮起容貌的是殿下才对。离儿不悦了。我不悦什么，只是这样多少有些影响我们看花灯了。离儿可要去河边放花灯。小姐，我买了5个花灯，咱们一人1个，给。莫阳，对姑娘要温柔些。拿来。什么？花灯。不看焰火，看他做什么？秋风凉，小心风寒。前世他也为我披上了大氅。怎么了？我只是怕他受寒，把披风给了他，他怎么就红了眼眶？难道是我唐突了？对不起，我……谢谢。越往后施针时越痛，今日要痛过昨日。殿下，没事，离儿尽管施针，明日就能到蜀都了。今晚早点休息，明日就进城。明日我们2个先走，先去探探情况。本王正有此意。这一路行来，没发现几个灾民，这太不正常了。殿下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你在怀疑你家王妃的医术？本王很好。明日本王与王妃先走，你带着其他人进城去郡守府安顿。你们去郡守府，他们的注意力就会放到你们身上，我们相对安全很多。是，主子。离儿为何做男子装扮？这样方便，咱们走吧。起码方便一些。
来了来了，王大哥，是我。小姐，快进来快进来，这位是景王殿下。见过景王。出门在外，不必在这些虚礼。现在这里什么情况？小姐，他们把难民全都关在蜀都以南，现在这里米价飞涨，再这样下去，就没人能买得起粮食了。以蜀都城门为界，阻断灾民北上，他们是疯了吗？我让你查的事情，查到了吗？查到了，咱们的粮仓离江家粮仓不远，江家共有4个粮仓，我把每次换岗的时辰和人数都摸透了，里面还混进去2个我们的人，而且小姐让我找的能人我也找好了，就等小姐一声令下。咱们这次就好好的给江家以及江家身后之人上一课，什么叫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我等这一天等好久了。李儿好像对江家很了解。不是很了解，殿下应该知道的比我多。那我给黎儿说说这江家。江家现在的家主是君回的外祖江旭，江旭有2个儿子，江鹤与江啸。江啸在外就是个浪荡公子的形象，在这之前他也是一个能人，尤其对机关术有研究。只怕浪荡风流是他想让世人看到的。江啸此人十分警觉，而且他身边还有皇家暗卫，能让皇家暗卫保护的不可能只是个浪荡公子。我那个好皇兄把暗卫都能让出来，他是让他的舅舅在背地里做什么事呢？养兵屯气。不错，还有咱们借粮的计划虽然好，但是还得去借人手，就算把粮食运回咱们仓里，也得有人守着。而且借的人还想要比郡守官职大一些的才能压住他，那只有到蜀都之北的徽州总督府去借了。这些我会安排，走吧，去会会这些蜀都的地头蛇。你们是何人？无事便走远点。瞎了你的狗眼，这是景王殿下。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请殿下恕罪。臣接下来迟，请景王恕罪。来人啊，把这2个瞎了眼的狗东西拖下去，关进大牢。罢了罢了，他们也没见过本王，情有可原。殿下真是宽宏大量，我的人可都到了？到了到了，殿下请进。殿下和这位公子舟车劳顿，下官备了薄酒。不必麻烦了，我们用过饭了。本王一路行来都未见灾民，直到进了蜀都城门。殿下有所不知，这些难民都愿守着故土，不愿背井离乡逃荒，就等着朝廷赈灾呢。哦，是这样啊，本王还以为郡守拦着这些灾民是有大用处呢。殿下说笑了，下官拿难民有什么用处？用处可大了，把人逼到绝了，再给口饭吃，你就是让他造反，他也会听话。何况还得用这些灾民来成全君回的贤王名声。本王此次来蜀都赈灾，只来了个人，却没带粮食，只因北方大雪封路，粮食运不出，所以这次赈灾还得靠大人鼎力相助啊。这样吧，明日你开个宴，喊上你手下官绅，为本王接个风洗个尘，如何？接风洗尘是假，只怕要人均粮食才是真，只怕这景王要失望了。应该的应该的。好了，本王也乏了，先去休息了。李儿，方才下人来报，接风宴安排在今晚。宴会没有设在郡守府，那咱们这是去哪儿？不管龙潭虎穴，咱们都得闯一闯。王爷，魏公子，咱们快快进去吧，他们应该都到了。郡守大人来了！哎呦，好生俊俏呀！妈妈，我还没见过这么俊俏的郎君呢。参见景王殿下，各位不必多礼。早听闻景王殿下风姿无双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殿下，这位是江家家主之长子江鹤，原来是我六皇兄的娘舅啊！本王出发前，皇兄还让本王代他问好。这次赈灾还需得江伯父相助啊！殿下言重了。愣着做什么呀？快过去呀！王爷，这是凤楼里的楚楚姑娘，至今还是处子。王爷，这是蜀中最有名的屠苏，楚楚敬您一杯。公子，奴不如楚楚姐姐好看吗？最难消树美人恩，姑娘当然是好看的，千秋无绝色，悦目是佳人。这样光喝酒都没意思，去唱个小曲儿。小公子怎的光吃菜？来，奴家敬您一杯。我出去一下。你们继续，本王去就来。你出来做什么？脸怎么这么红啊？你们男人就爱这种烟花之地。这是郡守安排的，要是我事先知道他安排在这儿，说什么我也不会来。要不是你说什么蜀都出美人，他会安排在这里？好，是我错了，走吧，咱们进去说正事。你先进去，我等会儿。不行，此地危机四伏，你不能离开我的视线。进去就进去，两个大男人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姑娘们都下去吧。各位别这么严肃，大家都知道本王是最好说话的。本王此次来蜀都，目的大家都知道。殿下，下官实在是没办法，朝廷没有粮食出来，灾情一日日严重，下官也是很痛心啊。
是啊，我们真的没有多余的粮食了。面子话我就不多说了，这次赈灾，朝廷的粮食可能要明年开春才能运到，所以在座的各位有粮出粮，你们的功绩，本王会上报朝廷，给予嘉奖。晋王殿下，是家中实在没有啊，就是拿刀架在我们脖子上，我们也拿不出来呀。是啊。本王有时间陪你们耗着，今日拿不出粮食，就别出这个门了。希望王大哥那边一切顺利。放心吧，都安排好了。殿下、小姐，一切顺利。走吧，又轮到我们登场了。晋王殿下，你就是把我们关上10天半个月，我们也拿不出粮。本王这也是职责所在，各位别怪罪本王。不敢。本王与各位商讨了一夜，也未得良策，本王也尽力了。各位签了这个就可以回去了。这上面写明了，他们确实家中无粮，无能为力。看来这景王果然是为了走个过场，拿着这纸好交差。这群人想不到，这叠纸有一天能让他们有苦难言。王大哥，粮食够了吗？够了，我已经安排人把一部分粮食秘密运往受灾的各州县，咱们粮仓里还有满满2大仓。你已经开始运了，是怎么运出城的？咱们用的老方法，直接从地下走的，地下通道出口是在城外10里外，没人会发现的。粮食早就安全出城了。那就万事俱备了，只等莫风他们带着徽州总督到了。一路行来，咱们看到的灾民大多是老弱妇孺，我猜失踪的那些男子跟江家脱不了干系。小姐，蜀中西边有座密林，叫铜鼓寨，那密林里频繁出事，人去了基本是有去无回。那咱们就去探探这个铜鼓寨，在这之前，咱们找机会再去一次群芳院。咱们今早才离开，还去做什么？还记得我和你说过，江笑表面是个浪荡公子吗？他可是群芳院的常客，而且每次去都只让群芳院的头牌楚楚陪着。我觉得那个楚楚姑娘应该知道些什么。既然如此，那咱们再去会会这个楚楚姑娘。楚楚见过2位公子，2位今日想要听什么曲儿？楚楚姑娘弹什么，咱们就听什么。那楚楚就献丑了。楚楚姑娘有心事，身处这种地方，要说没心事儿，那心得大到何种地步才行啊？我听说蜀中首富江家2公子可是对楚楚姑娘一片真心呢。我不过是他的挡箭牌罢了。每次来这里，我都是在外间睡的。我常常半夜迷迷糊糊的醒来，就看见他在与手下商量事情。只要他留宿，我都困得不行，好像睡不够似的。有一次，我好像听见什么弓弩、七仙什么的。那你知道这蜀都城里男子失踪的事儿吗？我的弟弟就失踪了，江二爷说他建功立业去了。楚楚姑娘说到的七仙洞是铜鼓寨第7峰，咱们是直接去那里吗？此行太危险，本王想了想，还是我带着莫阳先去探探。不行，深山里的瘴气和隐藏危险多，我去才有保障。罢了，咱们一起去，本王可以护你周全。殿下，咱们可好几年没见了。是啊，自边关一别，总督可好？托殿下的福，一切都好。倒是殿下的寒疾，你看本王健步如飞，就知道并无碍。这位是苏尚书之女苏黎，见过王妃。梨儿脸皮薄，都同喊声苏小姐便是。你带兵到蜀都，只怕郡守和江家会有所防备，会派人盯着你。你就只负责赈灾，除了蜀都，受灾的各州县也得派人过去。粮食已经运出去了，你的人要保证赈灾顺利。殿下放心，没想到六皇子的心这么大，这一次就叫他偷鸡不成蚀把米。江大爷，再这样下去，咱们的计划就没办法进行了。没想到苏家竟然在蜀都也有粮仓，为今之计，咱们也只能开仓放粮。这不是用咱们的粮食去成全景王的名声吗？到时候咱们大肆宣扬六皇子捐粮一事，至少不能让景王独占鳌头。爷，出事了！什么事？咱们的4个粮仓全空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这景王那边突然间就有粮食赈灾了，咱们的粮食却不见了。走，去找景王给个说法。景王殿下，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！你们有事情应该去找郡守大人，本王不过是来赈灾的，对蜀都不甚了解，只怕帮不到各位。殿下有所不知，今日看苏家捐粮赈灾，深受感动。本来我们准备捐献粮食一起赈灾的，却发现我们仓里的粮食不翼而飞了，那可是4仓粮食啊！如果本王没记错，各位才签了一份家中无粮的单子，这才过了1天，你们就冒出4仓粮，各位是耍本王吗？这4仓粮食确实不是我们的，而是六殿下的。我们才收到六殿下的指令要捐粮，却发现粮食被盗了。哦，本王没想到六皇兄在蜀都还有这么多粮食，但你们看管不力，导致粮食失窃。
想必六皇兄知道了，只怕要惩戒各位。本王既然碰上了，就为六皇兄代劳了。来人，这群人玩忽职守，弄丢了六皇子的赈灾粮，给本王每人赏100大板。是。给殿下添麻烦了。离儿永远都不是麻烦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水蛭，没事的。你们腰间的香囊不要弄掉了，这些东西不敢靠近。给你们长靴上撒些药粉。多亏有离儿。这山里真的有秘密吗？这江家也太变态了吧，把人藏在这里面。他们做的事可是抄家灭族的大事。小心些，注意四周，看来就在前面了。对方人多，半夜我和莫阳再去探。离儿就留在这里，墨雨你留下保护好王妃。墨雨也一起去吧。不行，墨雨留下，殿下放心，墨雨会护王妃周全。这是迷药，这是借血封喉的毒药，这是我改良后的致幻药，你们每人1份。王妃放心吧，他们会安全归来的。怎么了？君回真是狼子野心，那里全是山洞，里面到处都是机关。幸好我们墨家精通这些，我们顺利进去后，里面全是兵器，最里面关押着很多百姓，应该就是失踪的难民。最重要的是，那里面驻扎着军营，人数大概有多少？预估不少于5万。5万，这隐藏的军队足够出其不意地拿下京城啊！还好提前知道了，要是任由他们发展下去，说不定前世的噩梦又要重演了。走，咱们回去。你准备怎么做？我用了你给我的致幻药，审问了一个士兵，他们只知郡守，不知江家。你是说江家会把一切都撇干净？不错，咱们得把那些难民救出来。江家丧心病狂，这些难民稍有骨头硬的就会被杀，明日又会被处决一批，所以我们要赶在那之前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什么？六皇子竟敢！你召集部下，今晚就出发。制药也给走在前面的士兵用上。那边交给你，如果顺利，明日午时，你们的好消息就会传来。殿下，属下定不辱使命。殿下，大获全胜，王妃那药真是神了，这仗打得也太轻松了。以后打仗，我得多向王妃讨些药。我想对方这批人还没开始训练，才让咱们钻了空子。可不是，一个个都快天亮了，还在那呼呼大睡，这仗不过瘾。你都受伤了还不过瘾？让江家老二跑了，他身边的暗卫实在太厉害，只抓了个郡守的侄子。无事，他办砸了事，回了江家，不死也得去半条命。明日咱们得启程回京了。咱们来蜀都已经快半月，赈灾也算顺利。也好，我还真有些想家了。殿下，废物，贝麻进宫。是。这么晚进宫做什么？辉儿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儿臣没事，母妃，蜀中出事了，粮仓里的粮食不翼而飞，反而苏家跳出来捐了粮食赈灾，铜鼓寨被人一锅端了，咱们多年的经营毁于一旦。你说什么？苏家？哪个苏家？我从来不知蜀中有个苏家。信上说的是苏尚书家的小姐，恰巧在蜀都有2座粮仓。那铜鼓寨又是谁干的？去没没了，全没了。没了？怎么就没了？母妃，你别急。不急？本宫怎么可能不急？那几乎是咱们母子的全部身家呀，是咱们的依仗啊！你舅舅他们真是废物，君莫如此狡猾，他也没防着点儿。对了，你外祖父他们没事吧？不会牵连到咱们吧？不幸中的万幸，咱们当初幸亏推了个傀儡出去，江家没受到牵连，但是以后江家在蜀地的发展肯定会受限。没事，你父皇身子还行，也没有退位的打算，咱们还有时间，还可以重新来过。本宫有的是耐心，君莫毁了咱们的棋局，本宫要他拿命来填。你的寒毒已经控制下来了，有了2种药引就能完全解除。我听说百里子在宫里，但千层霜应该在极寒之地的西城。离儿，你好像对我的寒疾特别上心。医者本能。是吗？小姐，咱们终于到了。小姐回来了。娘好想你啊！你这疯丫头还想娘呢？这一走就是大半月，一点音讯都没有，娘都要急死了。离儿，此次你与景王一处就是20多日，对于景王这个人你了解多少？他很好，有能力，有手段。娘不是说这个，是问你对景王的感觉，那可是你以后要共度余生的人，你对他满意否？娘，女儿不知。咱们是亲母女，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？好丫头，你们在蜀中的事，为父都知道了。皇上让你明日4时后进宫一趟。献主请。臣女参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今日朕宣你进宫，是因为你在南方赈灾中捐了那么多粮食，还配合景王端了反贼的老巢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奖赏？皇上，臣女有个心愿，想请皇上成全。你说。臣女想要解除与景王殿下的婚约。胡闹！皇上，景王殿下宅心仁厚，见臣女被南疆世子逼得实在没辙，才挺身而出为民女解困。现在南疆危机已经解除，臣女不能再耽误殿下。
请皇上明鉴。居然这么久都没能赢得一个女子的心，他的儿子他再了解不过了。要不是心甘情愿，对这女子有好感，谁能逼他呀？算了，他这个当爹的就再帮他一把。解除婚约一事不必再提，你们一起在赈灾时救百姓于水火，在百姓心中眼中口碑甚好，百姓认定你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朕若是让你们解除婚约，只怕要引起民愤，被人骂昏君了。怎么样，还得靠亲爹吧？他就是想解除个婚约，影响有这么大？父皇说的有理，那父皇另外赏他些别的。苏尚书之女苏黎救百姓于水火，立下大功，特封苏黎为长宁郡主，赏黄金1万两，良田1000顷。谢皇上。好了，朕要批折子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殿下，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会是这个局面。李儿，你我的婚约就令你如此不满吗？殿下，也许你现在还没遇见令你心仪之人，才会觉得是谁都无所谓。当你遇到了，倒是殿下会觉得这婚约碍事，觉得臣女碍眼，臣女不想你我走到那一步。李儿，你没有心。他这是恼了，可是为什么？子言，你喊我们来就是坐冷板凳？是啊，子言，你是遇到什么难事了？你们说要怎么做才能让对方觉得你心里有他？哦，有人是春心大动，人家小姐却不领情，本王真是糊涂了。你们这种光棍怎么能知道这种高深的问题？谁说我不知道？感情嘛，是2个人唱的戏，这少一个或多一个都不美。我看你现在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，这可不行。那你说本王现在该怎么办？这个嘛，你得先让苏小姐知道你对她是认真的，她若不信，你就用行动表示。具体点儿，笨，子言要用自己吸引苏小姐。嘿嘿，干嘛突然笑得这么猥琐？适当的身体接触也是很必要的，坚实的臂膀，温暖的胸膛。魏元玲，你干什么？住手！打的就是你这个流氓！你敢教坏子言？那小姐可是小爷的亲表妹。再不住手，我还手了！你还一个试试。子言，救命啊！好了，下手真狠，就不该替你护送。子言，你若对我表妹是真心的，时间长了，我相信她自然能感受到。你可别学某人那套流氓做派。我哪里流氓了？你这样追女孩子，那才是有苦头吃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好了，本王悟了。你悟什么了？你怎么来了？今日御书房外不该扔下你，是我的不对。没事，倒是殿下，您为何恼了？殿下，李儿，我是说，你可有心仪之人？殿下，其实你说对了，我没有心。李儿，我那是情急胡言。你相信前世今生吗？什么？我做了个梦，梦中我嫁给了一个秀才，我殚精竭虑地为他周旋，为他筹谋，但待他功成名就，却没想到他早就另有新欢，他大权在握，陷害我外祖家和娘家，害得他们背着叛国之罪含恨而终，而我也一尸两命。没事了，那不过就是个梦而已。李儿，你信我，我不是梦中那人。我知你不是那样的人，与你无关。你不要忙着拒绝，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向你证明，好吗？相信我。殿下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其实连本王自己都不知道从何时起，你的身影就映入了脑海，闯入了心底。本王觉得中了一种叫相思的毒，每见你一次，这毒就深一分。还记得你被南疆世子掠走那次吗？当本王听说你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时，本王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害怕。本王打过无数次仗，却从未怕过什么，但那一刻，本王是真的怕了。本王害怕再也见不到你，更害怕你受到伤害。那时本王想，今生认定了你。所以在蜀中赈灾时，我让人把你捐粮的事情大肆宣扬，让百姓认定我们，这样你才不能解除婚约。也是因为你一心想要解除婚约，在御书房外说什么本王要是遇见心仪女子云云，本王才恼了。本王已经遇到了心仪女子，那位女子叫苏黎，她把本王的心占得满满的，再也没有多余的空余，所以本王永远不会觉得这婚约碍事，也不会觉得离儿碍眼。你现在明白了吗？我知道了。还有，我以为这个婚约只是你为了还我的人情，我不知道你心里对我……对不起。只要离儿以后不想着解除婚约，那本王就烧香拜佛了。那离儿对我有没有一丝丝的好感？离儿，我知你对未来有些惶恐，不敢轻易交付，但本王会证明的。你也不需要做什么，就在原地，本王会走向你，相信我，好不好？谢谢你喜欢我。好了，天色不早了，你早些休息。明日我可能很忙，没时间过来。后日一早
我来接你。后日是万寿节，你忘了？对啊，10月底皇上的寿辰，明日你要做什么？父皇的寿辰交给了我与三哥。三殿下，他还在宫里没走。父皇要他这次选了皇子妃才放人。难怪，以往这些事都是交于君回的。此次蜀都灾情以及叛军一事，虽然没证据证明与君回有关，但父皇肯定也有所怀疑。最近父皇对他格外冷淡。那咱们就趁热打铁，等圣上寿辰过了，咱们再给君回送份大礼。梨儿要送他什么礼？暂时保密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这份大礼还得你帮忙。乐意效劳。殿下快回吧。今晚的心脏为什么格外的不安宁？好，梨儿好梦。男女之情真是让人不正常，连主子都不正常了。莫阳，陪本王喝一杯。主子，是不是苏大小姐说了什么不好听的话，让你需要借酒消愁？说的你好像很了解女人一样。好心安慰他，这人怎么还扎人心呢？真是一个漫地白雪，月弯银亮的冬夜，美。小姐，万寿节就让司琴为你好好梳洗打扮一番，在宫宴上艳压群芳。就是景王殿下看了定然欢喜，他会欢喜吗？好，小姐，景王殿下来了，老爷夫人正陪着用茶呢。殿下真有心，这是殿下为小姐送来赴宴的衣裳，这么早就来了。是啊，小姐，殿下说了，未来景王妃尊贵无双，值得天下最好的。小姐来了，殿下来得好早。这是殿下有心，梨儿今日的打扮真好看，与你母亲年轻时一样好看。年轻时？你是说我现在老了？不是，夫人在我心中一如当年。净瞎说。好了，时辰不早了，咱们该出发了。夫人，雪天路滑，小心些。雪天骑马太冷。殿下，你这般看着我。梨儿，我说了喊我子言，为何一直殿下的？此言。梨儿，你的小字是什么？微月。凌波仙子生辰袜，水上轻盈不微月。只有梨儿能当得起这小字。此言谬赞，可以放开了。这段路多颠簸，等过了这一段路再说吧。见过殿下，见过苏夫人、长宁郡主。德妃娘娘让二位先到玉福宫休息，等快开宴时再过去。那我也一起去给母妃请安。这是母妃，你连自己未来儿媳都不认识了？娘娘，这是小女梨儿。真好，真是登对。本宫看还有何人敢看笑话。母妃，你都快把人姑娘的小手捏红了。你这是羡慕还是心疼啊？娘娘要开宴了，请移步宝华殿。苏夫人，咱们走吧。你们说今日长宁郡主会来吗？本郡主看她应该不会吧，毁了容貌不在家待着，出来做什么？郡主说的是，可惜了景王殿下，天神般的人物竟然配了这么个，要我说啊，只有咱们郡主这样的人才能配得上景王妃的位置呢。看着吧，景王殿下迟早厌弃那个无颜女。赵婉哥，我劝你死心吧，景王殿下不知道有多喜欢我表妹呢。殿下可是说了，今生只娶我表妹一人。就凭你那个丑表妹，还想独霸景王殿下，也不照照镜子。皇后娘娘到，贤妃娘娘、德妃娘娘、云妃娘娘到，景王殿下到，迎阳公主、昭阳公主到。德妃姐姐，您身边这位是哪家小姐？真是好看，把咱们昭阳公主都比下去了呢。见姐姐如此看重，不知道苏夫人作何感想啊？德妃娘娘看中我家小女，臣妇自然是感激欣喜的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说这是苏小姐？众所周知，苏小姐的脸毁了，她怎么可能是苏小姐？臣女确实是苏丽，臣女以前的脸是毁了，但臣女会医术，慢慢治好了。她竟然是苏黎，你没机会了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都起来吧，今日万寿节，不必多礼。这是长宁，臣女的脸好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这老七真是有眼光，他竟是这副清晨模样。父皇，今日是您寿喜，儿臣请了泾县的杨庆大师指导，亲手做了一只狼毫，儿臣唯愿世道清平，父皇龙体安康，笔点江山。好，好，好，一儿有心了。哎，这笔尖上方处与别的笔不一样。父皇御书房那方砚台有个小缺口，那是儿臣幼时淘气，与七弟在御书房打闹时碰坏的。朕记得，那是老七碰坏的，还要你这个皇兄出来替他背锅。那方砚台虽然坏了一个缺口，父皇却没换，这支笔放上去恰好与那砚台缺口吻合。你有心了，
儿臣恭祝父皇万寿无疆，圣体康泰，这是儿臣的寿礼。儿臣记得父皇会吹箫，这也是儿臣亲手打造的玉箫，连上面的烙子也是儿臣亲手打的，献与父皇。老三有心了。六皇子素来最是孝顺，你这寿礼想必比你2位皇兄更用心。他呀，早就同臣妾说了，早就为皇上准备了寿礼。有心了。父皇，此次去南方赈灾，在云水城碰上了个海商，在他那里得到了一件宝贝，正适合父皇。这是何物？父皇，你透过这块镜子再看看这字，真是神奇，这字变大了。父皇处理公务时间久了，难免眼睛难受，有了这东西呢，应该要轻松些。有趣，这东西甚好。父皇，女儿与皇姐准备了一段歌舞为父皇祝寿，博父皇展颜。你们姐妹用心了。女儿献丑了。赏。父皇，既然您要赏，可以把御书房那幅严大师的真迹赏给女儿吗？你这丫头倒是识货，还自己挑赏赐了。朝阳喜欢就拿去吧。景阳，你有什么想要的？父皇给的赏赐，女儿都喜欢。那好，父皇定送你一件你中意的。谢父皇。皇上，今日是您的寿辰，臣女也准备了一段舞献于皇上，祝皇上日月昌明，松鹤长春。郡主有心了。郡主大才，听说长宁郡主能歌善舞，不知道能不能让我们见识见识？怎么，长宁郡主这是怕了？可惜了景王殿下如此人物，未来的王妃竟然是个胆小怕事的懦弱之辈。放肆！长宁郡主已算是皇家人，你妄议皇家，该当何罪？德妃娘娘息怒，小女只是小女孩心性，胜负欲强了些，没有其他坏心思。本王的王妃，你让跳就跳。今日是皇上寿辰，应该高高兴兴的，臣女也献上一舞，只为祝寿。好，说得好。梨儿，我与你伴奏。好，好，长宁真乃奇女子。天齐的闺秀应当如此。这次婚圣旨下了，可还未定婚期。依朕看，长宁明年及笄，婚期就定明年吧。酌情天间选个好日子呈上来。父皇可真是偏心啊，有什么好的都想着君莫，我要的会自己抢。娘、舅母、表姐，我和瑶儿先走了，你们路上小心些。真滑嫩。咱们也回府吧。梅似雪，雪如人，都无一点尘。山似玉，玉如君，相看一笑温。好了，咱们走吧。老七还有这么柔情似水的一面。府上有事，先走一步。小狐狸精，你别以为你勾搭上了我哥，你就是状元夫人了。你就是我家救回来的一个下人，每天妖妖娆娆给谁看啊？公子，你在看什？我在想，什么样的词才能配上这绝色美人呢？这是哪家的小姐啊？这是苏尚书嫡女，这长宁郡主是一位奇女子，可惜了，她是景王的未婚妻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是，我不舒服，先下去了。苏黎，长宁郡主，这才多久就靠着景王爬到了郡主的位置了？总有一日，我会让你悔不当初。小姐，咱们到京城了。这就是京城啊！爷娘，你们先回府，我去逛逛。胡闹！你一个姑娘家多不安全。娘，那你带着青宁一起去。谢谢娘。慈母多败儿啊！哎，你插队啊，要车后面排队。大大，我家小姐可是严御史孕童之女。区区一个从四品小官，口气倒不小。哎，看到那位了吗？那是那个王大人家的下人，还有前面那位是大长公主家的家奴。你家小姐要吃也得排队，懂吗？我想见你们老板。那位就是青亥李皮鹏，即便偶不变。小姐，你有事吗？不应该啊。小姐，奴婢和许公子发现，每次一出今朝醉，就有人鬼鬼祟祟的跟着，而且最近咱们店里经常有人捣乱，可查清了对方是何人，有云轩、清风酒楼、净水楼，都好几个大酒楼呢。我知道了，君回，
这份礼物希望你会喜欢。墨云，墨云在。明日我要见景王，白日里来。是。小姐，景王殿下来了，你要不要重新梳洗一番？不用了，这样便好。是，离儿怎样都好看。离儿找我来有何事啊？你先看看这个，这是君回的产业。是，可能还有更多。你就不怀疑这些消息的准确性？我信你，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何对他如此了解，但我相信离儿不会骗我。白头并非雪可替，相识便是上上签。我与离儿要真正的共白头。是啊，白头并非雪可替。老爷，你又要去找那个老狐狸精？老爷，你死心吧，他不会回头了。你去了这么多次，他一点都没心软。让开！又是你啊！我们爷就是想见见夫人。这里是屈家别院，没有你家什么夫人。你去通报一声，今日我见不到人，本相就不离开。随你们。我必须把人哄回去。不用管他，他惜命得很，不会冻死他的。娘，但这样下去，京城中的人更要说您无情无义。我去看看。锦娘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孟启成，你做这副深情的样子给谁看呢？锦娘，你误会我了，我只是想求你原谅。我们已经和离了，原不原谅有什么要紧？你离开我后，我才知道自己爱的是你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还当我10几岁小姑娘呢？你自己听听，这话你信吗？锦娘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迟来的深情比草贱，何况你那不是深情，是什么你自己清楚。你又来做什么啊？秀秀，当不起，你以后别来了。你别逢人就说你那可笑的真心，不就是最近皇上让太子殿下查你吗？你若问心无愧，就算没有我曲家你也不怕。若你干了缺德事儿，就算你还是曲家姑爷，曲家也保你不得。大哥，你方才说太子殿下在查他？不错，现在负责这件事的是武阳侯的长子季怀燕。小妹，你与他和离是对的。这人不经查的。主子，王妃也太厉害了，她竟然能查到这么隐秘的事情。按照上面的消息，你去收集证据。是。他说的是梦，还是他的前生？前世她嫁给了谁？被伤得遍体鳞伤，是君回吗？他还在意那个人吗？君回，既然你感动大逆不道的心思，就不要怪我不念手足之情。殿下，右相来了。见过六皇子。右相不必多礼，不知孟相天黑至此有何贵干？求殿下救老臣一命。右相说笑了，我一个一无权二无势的闲散人，能救何人？殿下，老臣知你有能力，可就因为母族势微，不被皇上看重。若殿下能帮老臣度过此次难关，老臣愿为殿下肝脑涂地。右相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殿下，老臣句句真心，你不必多言，你赶紧离开，本皇子就当今夜没见过你。主子，送上门的人，您怎么不用呢？这孟启朝靠的不过是月下的扶持。且此人已经惹了父皇不悦，最近父皇对我本就多有猜忌，再去触眉头，不是找死吗？叶白，你去帮着收集一些孟相的罪证，送去给季怀燕。不是本皇子要落井下石，是他猜中了本皇子的心思，他就该死。顺便还可以送一个人情给太子，在父皇面前讨个好。是。曲小姐要前去送送吗？爹，柔儿，你没良心，可是你女儿有，要不然你以为每个囚犯都有袄子穿啊？快走吧。曲小姐，看不见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你别哭啊，你父亲的罪证是我收落的。我知道，做错了事就要承担后果。这么冷，要不要进屋子来？我不冷。小姐那里你照看着点。昨日徐锦说让我帮她缝补几件衣裳，我去就回。你不是不冷吗？不冷，但是站累了。那分你一个，我没多的，只有2个。不要。你看着我做什么？王妃是真的很宠身边的这几个丫头，她从来没有见过谁家的丫头像这边轻松自在的。听说你的人最近在找铺面，你看看这够了吗？不够吗？那我让莫阳再去取来，你挑挑哪些能用。哪能开这么多铺子啊？没想到子言身家这么厚啊！养活咱俩不成问题。子言这是在炫耀？岂敢岂敢！谁不知这京城东街尽是苏家产业？再说我的也是离儿的，这些算你租给我的。我说了，我的就是离儿的，无需分得如此清楚。我本来打算把地契、房契都给你拿来。千万别这样做，我开不了这么多铺子。既然你说不分这么清楚，那我也就不客气了，就当你也是背后东家，每年年底给你分红利。听说这几日街上有几家赌场和酒楼被查封了。为了不让君回起疑，这里面不止他的赌场酒楼，还有其他家的。
但他最主要的还是司矿和司盐，这两样姿势体大，得让父皇出手。届势快开始了吧？3日后开始。赵怀安，这辈子你就止步于秀才吧。安儿啊，娘的下半辈子是吃糠咽菜还是大鱼大肉，就看你了啊！你要争气呀！公子定能高中，明年此日青云去，却笑人间举子忙。谢谢娘，你们回去吧，儿子先进去了。月儿身子骨弱，家中的活让小妹帮着做一些，儿子这段时间能安心温书，也多亏了月儿的照顾。娘晓得了，你快进去吧。哥，这里打得如何？放心吧，解元非我莫属。再过3日就是午市，等我休息好了，先把武状元捧回家，等春闱后再捧个文状元回来，让你瞧瞧。武状元我信，文状元娘就不指望了。你能拿个进士就不错了。儿啊，怎么样了？哥哥，你快说啊，急死人了！公子，你脸色看上去好差呀。我没事，只是有些着凉。公子，你在发热啊，咱们快回去。废物，查出来是何人所为了吗？对方很狡猾，借的是官府的手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得想个法子才行。首先就要打消父皇的疑心，看来只有兵行险招了。叶白，有件事你去安排一下。娘，昨晚没睡好吗？昨晚你爹半夜被喊入宫中，宫里似乎出了什么事儿。爹半夜入宫了，至今未归吗？是啊，小姐，殿下有信给你。父亲没事。皇上遇刺，六皇子为救圣上，身受重伤。离儿，爹，你也知道宫里出了何事了吧？明日你与为父一同进宫去。女儿进宫去做什么？这是皇上的意思。六皇子虽无性命之忧，但一直昏迷不醒。你医术好，所以皇上才会想到你。为父也不愿你插手。医好了是功，这要是可圣命难违啊。我知道了，父亲放心吧。要是他一不小心把人给治死了，估计尚书府也就不复存在了。还有什么比这更憋屈的？为自己的仇人治伤。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，头发怎么不擦干啊？生病了怎么办？我会医术。会医术也会生病，你又不是神仙，就算你的药好，总是会受罪啊。我自己来吧。咱们是未婚夫妻，离儿害羞了。刺客一事你怎么看？本王是越来越佩服他了，要是那剑再偏上1分，他就没命了。不休闲一些，皇上怎么会相信呢？又怎么让皇上重视他呢？是啊，那就趁着他昏迷的几日，把他的产业全拔了。皇上明日让我进宫为他看诊。你是我的王妃，又不是御医。你说我要不要在那药中加点料？云妃能同意你去为他儿子看诊，想来没那么简单。明日你为他诊治时，最好让多名太医陪同，不要冲动，徐徐图之。不早了，你快回吧。好吧，父皇命我找刺客，正好借此机会拔除些军回的产业，可能会忙些，有事找我，你告诉莫云一声便是。殿下，有没有人说过你很阴险啊？阴险没说过，只说过本王天资聪慧，颖目绝伦。长宁啊，这次又只有指望你了。臣女尽力而为。好儒雅的一张脸，好虚伪的一张脸，能拿命去赌的人真是疯子。怎么样了？我已经为殿下施了针，按照这个方子拿去抓药。方子是这位太医都看过的，这药煎服，每日3次，这几日伤口别碰水，按时吃药换药。多谢郡主，这郡主人又美，心又善，又有能力，要是未来能嫁给六殿下就好了。可惜小姐，咱们不出宫吗？去给德妃娘娘请个安吧。小姐，这像不像是给婆母晨昏定省啊？你这丫头越来越大胆了，本小姐还没问你与徐锦是怎么回事呢。奴婢能与他有什么事？你头上的簪子是徐锦送的吧？还说没什么。我看徐锦不错，既然你不喜欢他，那我去问问支书，若支书喜欢。小姐，你欺负我。好了，不逗你了。徐锦人很好，他跟着父亲以后大有作为，把你交给他，我放心。等你们快出嫁时，我就让母亲收你们为义女，以苏家小姐的身份嫁出去。小姐，奴婢不嫁人，一辈子跟着小姐。那我不成罪人了？好了，别哭了啊。小姐，遇见你是奴婢3人天大的福气。公子，吃药了。委屈你了。没事，当初要不是公子救月儿，这世上早就没有月儿这个人了。能陪在公子身边，月儿知足了，不委屈。快把药喝了，待会儿就凉了。赵怀安是住在这里吗？你就是赵怀安？正是草民，不知。带走。大人，小的犯了何事？你们放开我儿，我儿以后可是状元，要做官的，你们得罪得起吗？
敢问大人，我家公子所犯何事？大人一声令下就抓人，可我家公子这几日都没出过门，这其中定有误会。你家公子借势舞弊，这辈子毁了。我冤枉，我没有作弊，冤枉啊！带走。公子，我信你，我等着你回来。父皇，把这个案子交给儿臣吧。你的伤害未痊愈，再休息些时日再说。父皇，儿臣真的已经好了。长宁郡主的药很好，御医也说儿臣已经好了。好吧，那这件事就交给你去查，但不可累着自己。谢父皇。张大人，借势舞弊案进度如何？回六皇子，其他学子都招了，还有一个硬骨头，打死都不招。犯题者也跑了，线索就断了。硬骨头，赵怀安？是，就是这个赵怀安。字好，文笔流畅，可这文章与那10几个学子的文章一模一样。把人带上来，本皇子倒是要见见此人。我没有舞弊，我没有舞弊，我是冤枉的。这是六皇子殿下，不可冒犯。草民赵怀安参见六殿下，求六殿下为草民做主。你说你没有舞弊，那为何你做的文章与其他10几个买试题的学子做的分毫不差？这文章确实是草民自己做的，草民没有买试题，草民可以现场做一篇文章，殿下就知道草民并未说谎。殿下请过目。这么看来，这人确实有可能是冤枉的。本皇子相信你是冤枉的。殿下肯信我，那我……本皇子暂时没办法为你脱罪，但可以找人顶替你。先生可愿为本皇子做事？草民愿跟随殿下，鞠躬尽瘁。都50了，你还不煮饭？你是想饿死我和我娘啊？我又不饿。小贱人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不吃，我和我娘要吃啊？你还以为还有我哥护着你啊？没听见小姐说的话吗？还不快去！你们这样对我，公子肯定会为我做主的。以前那是想靠着她做个状元妹妹，现在她自身难保了，人也毁了。等我靠自己的美貌嫁个好人家，说不定她还要靠着我呢。她现在也不是什么未来状元，也用不起丫头。你现在应该伺候的是本夫人和小姐，而不是公子。我不是你们的丫头，我是公子的丫头。公子没有舞弊，事情肯定会查清。你们怎么可以这般不信他？我可是去街上问了，这件案子可能要成悬案了，他可能会被关一辈子。不会的，公子会回来的，不管多久，我都会等他，哪怕一辈子。你这个……够了！公子，你回来了，月儿就知道您肯定会平安回来。安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安儿啊，你听娘说。该听的我都听见了。哥，滚出去！娘，我哥他……走吧，别说了。月儿，怎么了？可是他们委屈你了？就是见公子回来，月儿高兴。月儿，你对我的这份情，我赵怀安发誓，今生绝不负你。公子，您是怎么回来的？是不是吃了很多苦？身上有没有伤？我的伤都好了，是六皇子送的药。六皇子？月儿，咱们以后不用过苦日子了。六皇子很看重我。回来了。子言忙完了，差不多了，今晚就开始行动。如果再出事，军回肯定会反扑的厉害。无碍，要的就是他反扑，只有把他逼急了，这狐狸尾巴才会露出来。这次查到他的产业大多没在他名下，果真够谨慎。对不起，帮不上你的忙。离儿怎么会这么想？你那份情报可帮了我的大忙了。要是没你这份情报，末位去查，难免会留下痕迹，让对方心生警觉，咱们也就暴露得越快。殿下，小姐，夫人派人过来，让过去用膳了。走吧。伯父伯母，子言叨扰了，殿下请上座。子言是晚辈，怎敢居高座，就坐这里便好。粗茶淡饭，殿下不要嫌弃。伯母喊我子言便好。这满桌珍馐，子言受宠若惊。当然受宠若惊。我当时上老泰山门时，被大舅子可刁难狠了，那可是过5关斩6将才抱得美人归的。伯父伯母先请，离儿多吃点。殿下的案子查得如何了？可要臣帮忙？刺客都服毒了，唯一的活口也咬死不说，很明显是死士。死士，这就棘手了。听说六殿下在查的借势舞弊案也成了无头案。是啊，六哥为这事儿正恼火呢。天色晚了，你该走了。天色已晚，本王也该回去了。今日多谢伯父伯母款待。那女儿也告退了。离儿看什么呢？你方才离开，怎么又来了？转了个圈儿，又回来了，找你聊聊天。
他方才那小小的回应让他欣喜，止不住想见他的心陷进去了，甘愿如此。你的湿发又不擦干，等以后头疼就知道厉害了。哼，我有药。怎么了？你傻瓜，要换气啊！你是不是与人很多次了，这么熟练？有些事儿是本能，咱们多练习一下。梨儿聪明，很快就能学会。谁啊？乖，闭眼。有了些进步。你欺负我，嘴唇疼。还有半年啊，梨儿及笄还有半年。可是青天监说明年都没有好日子。哼，谁信他们的？皇上信啊。那你说空剑大师和青天剑谁的话分量重些？你要空剑大师出面，可是能请动吗？空剑大师是我师叔，可是我爹娘说要多留我些日子啊。梨儿就忍心我每日独守空房？说什么混话呢？有美人兮住不忘，一日不见思之如狂。景王殿下，你的清贵矜持呢？那是什么？怎么样了？明日发现铁矿的折子就会出现在父皇的案头，那几个楼子也被翻了个底朝天，赌场也封了几个，所剩不过10之3、4。今夜对于君回来说是个不眠夜，你还是小心些，我怕他狗急跳墙。梨儿担心我。是我担心。放心吧，他奈何不得我。快回吧，不早了。山河已暮，日食已寝安，虽不同枕，但求同梦。好梦，梨儿。快走吧。这人自从他们说开了以后，就像被打开了任督二脉，情话张嘴就来。流氓！本皇子手下养的全是饭桶吗？这么多产业，一夜之间全被查，还不知道对方是谁？去把他们都找来，别忘了新来那个。属下这就去请。哥，你要出门啊？你是去六皇子府吗？你带我一起去吧。放开！娘，哥哥去六皇子府上都不带着我去，那我还怎么和六皇子培养感情嘛？安儿真是越来越不像话，当个谋士哪有做六皇子的大舅子强？读那么多书是不是读傻了？最近本皇子的产业大多都被查封，不知各位有何想法？殿下，淮安有些捉奸，先生有何告诫？小的近来在街上转了转，发现其中有一家不但没被查封，还正大肆扩张。你说的是苏记，苏记背后东家是长宁郡主，可长宁郡主背后还有个人，那依赵先生之见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他查殿下，殿下也可以查他，就算没问题，殿下也可以给对方制造问题。赵先生，这是殿下赏你的，这是武阳侯府的帖子，2日后是武阳侯的大寿，殿下也会去，这可是莫大的机遇。多谢殿下。公子，您醒了。月儿，你真美，说你是大户人家的千金我都信。公子，不早了，起吗？月儿真香。公子，人家方才梳好的发髻，你可不要给人家弄乱了。要不是今日有事，月儿只怕要再梳一次发髻了。公子，好了好了，本公子起来了。你哪来的这么漂亮的衣服？你们穿这么漂亮去哪儿？公子为我买的。告诉娘一声，我们去赴宴了。赴宴？哥，赴宴你带他去做什么？我才是你亲妹子。你看看像什么样子，粗鄙不堪。有这么好的机会，你不带你妹妹去，你带个丫头去做什么？月儿以前是书香世家，知道大户人家的规矩。公子第一次赴宴，有我在旁边稳妥些。小贱人！再这样大呼小叫，张口闭口脏话连篇，你就别说是我赵淮安的妹妹。表妹，你来啦！参见六皇子。都起来吧。敢问小姐芳名？小女于半夏。原来是于小姐，她穿红衣真好看。这不就是妥妥的男主角吗？剧情应该是我一步步扶持落魄皇子问鼎皇位，二人携手共治河山才对的呀。公子，这里好漂亮啊。月儿，你怎么好美的女子？所谓美人当如是。公子，月儿有件事一直没与你说，其实月儿不是孤女，而是尚书府小姐。方才那位红衣女子就是我的嫡姐。我听说尚书府二小姐已经香消玉殒了好几月了。是她陷害我和我姨娘，让爹爹赐死我姨娘，赶我出府。我随手救了个女子，居然是尚书千金。月儿，别哭了，等误会解开，你就可以回尚书府了。爹爹已经被苏黎迷惑了，是不会相信我的，所以月儿需要公子的帮助，帮我揭开我嫡姐的真面目。到时候爹爹肯定会再认我的。
这要如何揭开？在我没有自保能力时，我得用另外一个身份活下去。苏月这个名字也不能用了。公子，从今往后，我就是荣清。荣清？那你想过如何回尚书府吗？尚书府是回不去了，毕竟我不是苏尚书的孩子。但可以利用这个身份，让赵怀安对我更好。这个需要慢慢筹划。公子，你是不是觉得苏黎很美？给公子做个妾如何？要是苏黎失身，还是在别人府邸与人，公子您就会成为尚书府乘龙快婿。万一景王一怒要杀了我怎么办？到时你身后可有尚书府和魏国公府2座大山呢。把本公子推给他人，容儿不错。只要能帮公子得到想要的，荣清委屈一些也没事。那本公子就等容儿的好消息了。拿了手炉都这么冷，殿下请教一些事。你要问什么？你是怎么搞定郡主的？顺其自然，水到渠成。你们发展这么顺利，你肯定做了或者说了什么。子言，可不要藏私啊！怎么想学我？魏小姐可不是苏小姐，你也用不上。好啊，季怀州，你可不要拿你那套吸引法子用到我妹妹身上啊！无他，唯真心耳。君莫，江山我要，苏黎我也要。这不会是2个皇子爱上同一个女人的狗血剧吧？但这个女人不应该是我于半夏吗？是不是拿错剧本了？六殿下，您喜欢长宁郡主？于小姐，小心祸从口出。大哥，快开宴了，请景王殿下、长宁郡主及各位入席了。谢礼。咦，柔儿在看什么？我只是看看我舅舅坐在哪里。哦，感谢各位来到寒舍，为季某贺寿，季某感激不尽，略备薄酒，聊表谢意。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，请郡主恕罪。你这丫头怎么回事？郡主，快去把湿衣服换了，免得着凉了。郡主，请跟奴婢来。郡主请。这等低劣的催情香也拿出来丢人现眼。郡主稍等，奴婢去外面守着。思琴，你去看看支书怎么去了这么久。放心，有墨云。小姐，要不要属下把这个婢女抓起来？等他去报完信，把背后之人引出来再说。君回，这真是天助我也！要是生米煮成熟饭，美人兵权都尽收囊中。离儿，以后我会好好待你的。有趣，你是装的。六皇子这是做什么？离儿，本皇子对你一片真心，天地可见。说起来，我也算你半个弟妹。本皇子只是醉酒犯错，到时父皇大不了一通责罚，能得到你，值了。离儿，我知你会用毒，但本皇子的归西宫正好克你这一天，别挣扎了，以后我会对你好的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公子，你快进去吧。衣服扒了，都扔到床上去。喂他们吃下，再弄醒他们。走吧。那个离儿，你别听阿瑶胡说，那真的只是谢礼，我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，只有一手绣活还凑合。我可什么都没说，你自己就全招了。我看季大公子不错，你抓紧啊！你们好姐妹变成好妯娌，一辈子都不用分开，真不错。我们还没问你和景王什么时候就变得这般浓情蜜意了。哎呦呦，你看景王眼睛就没从你身上移开过。别跑，保护殿下。莫阳去哪儿了？算了，去看看，免得爹和大哥认真了，把人打残了，我还得赔人一个暗卫。哪里跑？这刺客怎么不使全力？爹，你老了。大哥，我来助你。这刺客真狡猾，让他跑了。你不来，那刺客跑得了？老三，你是来帮忙的还是来添乱的？当然是帮忙的啦，帮对方的忙。你们有没有听见什么奇怪的声音？混账！本夫人倒是要看看究竟是哪对野鸳鸯。去打盆冷水来。怎么回事？你们不是我府上的人，为何青天白日在别人府上行如此污秽之事？夫人恕罪，我是被陷害的。表哥，苏月，这不是尚书府的二小姐吗？小女荣清，不是各位贵人口中的什么尚书府小姐。你们都说是有人陷害，这府上有谁会去陷害你们？是我多喝了些酒，女丫头情不自禁，求侯爷宽恕。你们二人不是我府上的，我也无法处置。你们二位以后不可再登我武阳侯府的大门，现在就滚吧。至于这个丫头，就找个丫婆发卖了吧。主子，是属下没用，来迟了，自己回去领罚。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
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这样。还有六皇子怎么会……这女人不再干净了，不配他对她好。你还是想想怎么重回尚书府吧。那个武阳侯府的丫头怎么会帮你的？这个子俏有个姐姐，是以前右相府的庶出小姐的贴身丫头。苏黎给她姐姐下毒，被右相姨娘打死了。子俏也只是为自己姐姐报仇而已。君回为何没在房内？墨雨没拦住他的暗卫，应该是被他的暗卫救走的。真是可惜了。没什么可惜的，他现在心里只怕懊恼极了。小姐，这些食客吃了火锅就腹痛不止，请了大夫也查不出原因。这明显是早有预谋。谁是今朝醉的东家？哎呦，长宁郡主也在啊！下官张德辉见过郡主。本官接到这个案子，说今朝醉有人投毒。那以大人所言，该如何查？查封今朝醉。张大人，额上斯可跑马。王妃威武，这张德辉可不是脸大吗？还没开始查就要关了今朝醉。下官见过景王殿下。今儿真是热闹啊！巧了，七弟和郡主也在啊，咱们真是有缘。以本皇子看，还是带回衙门审理。什么时候父皇把大理寺和刑部交给六哥了？六哥手里的舞弊案都未查清，那个案子若七弟去查，也未必好过我。但今朝醉这个案子，本皇子不出一日就可查清。给我半个时辰，我会交出真凶。好，那就给郡主半个时辰。我方才探查了一番，食客中的毒叫随风散，沾了这药的手，在接触到草木灰时会呈现蓝色。你们一个个挨着把手伸进去。我手没有蓝，我也没有。郡主这个法子不管用啊，看来这今朝醉要先关门了。下毒之人我已经找到了。郡主冤枉，小的手没有变成蓝色啊！你害怕手上沾到草木灰而变蓝，就卷曲了手指，根本没触碰草木灰。罗芳，你糊涂啊！东家待我们不薄，你怎可狼心狗肺啊？你出事，你让你家里重病的老母该怎么办啊？重病的老母，你母亲的病我会为她医治。郡主，对不起，对方脸上蒙着布，他给了我银子和药瓶，让我放在汤底里。你知不知道，这药若是放多了，会要人命的。对方告诉我，这只是类似泻药一类的药，但我留了个心眼儿，只放了少半瓶。既然六哥这么爱查案，这个案子也交给你了。武阳侯寿辰那日，殿下什么时候离开的呢？本王当时突感不适，就先离开了。殿下幸好离开了，没看见那一幕。以莫长之，其味甚腥，辣眼睛。回府，梨儿真是……本也不想在他伤口撒盐，但他拿百姓性命开玩笑，实在可恶。小姐，这些铺子我让人打听了，半数都是六殿下的。看来他们搭上线了。咱们的成衣铺子已经开始盈利了，还有脂粉铺子。许公子不愧是经商的一把好手，这还得多亏了景王殿下铺子的地理位置好。等京城的铺子稳定些，就可以向周边城镇扩张了。前阵子王大哥还来信了，他在南边也在积极的找货物和店铺，到时候一南一北可有的忙了。许公子，你今年也老大不小了，可有想过成家？不瞒小姐，不是不想，是不敢也不能。我知你担心什么。小姐，慕白是经历过亲人死在自己面前却无能为力那种绝望的，我知你是怕他伤心，怕我们错过，但错过总好过我连累他。若我了却心愿，他也还未走远，慕白定会倾尽一切去守护。那就祝你早日大仇得报。暮云，派人去凉州走一趟，好好查查凉州首富许家1年前那场大火的内情。是，小姐。小姐，咱们老往六皇子府上跑，这容易让人说闲话。嘴长在别人身上，管那么多干什么？于小姐，六殿下在哪？在书房。于小姐，殿下在会客。我就进去坐着，也不打扰他。于小姐来了。是你，六殿下，你怎么和他来往啊？那日武阳侯寿辰，你走得早，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。于小姐慎言，我那是被人陷害的。殿下，这人好生不要脸，去参加人家寿宴，喝了点酒，和自家婢女在人家府上白日。别的小姐都低头回避，你还……赵先生确实是被人陷害的，他是中了药，不得已。那倒是为何不说？因为我的婢女和长宁郡主有私仇，是长宁郡主陷害我们的。长宁郡主和你婢女有私仇？我的婢女真实身份是长宁郡主庶妹，长宁郡主设计陷害我的婢女，将她赶出府。至此，她隐姓埋名，才做了我的婢女。长宁郡主却还不放过她。哇，太恶毒了吧！那个赵先生，对不起啊。这也不怪于小姐，像于小姐这么单纯的人可不多了，也不知她爹娘怎么教的。差点忘了正事儿，这叫羽绒服，它的中间是塞的一些家禽的羽毛。我看天气一直下雪，这衣服一推出，我敢保证肯定很赚钱。于小姐大才。殿下别这样夸我，我会骄傲的。这位老者，您这辣药方子和人家的都不一样，请问这药方是何处得来？方子是我开的。您是长宁郡主，不知郡主这个方子可愿卖给在下，以后百姓的辣药都按照这个来。
您要这个药方是造福百姓，我怎么能收您的钱呢？你要用就拿去用吧。哎，老夫一心想让穷苦百姓看得起病，抓得起药，把药价一压再压，连京城商会的人都出面警告了，药商也扬言不再供药。长春大夫，我有一个法子，借您执笔一用。刑部林大人的夫人患有咳疾，多年寻医无果。第一张方子就是治咳疾的，钟永侯常年头痛。第二个方子是治疗他的宿疾，左相的小女儿左手软绵无力，经常没有知觉。第三张方子便是他的。若您治好了这几人，在京城继续行医是毫无障碍的。若这药铺在您手上，定能发扬光大。郡主能否接手这个药铺？这杏林堂是您老的心血，我如何能？求郡主答应，您作为东家，这些药方我也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用了。好吧，我答应你，你可以对外宣称我是背后东家。谢东家。离儿这是要出门？是啊，子言找我有事，只是想见你。可不巧，我要出门办事，无法请你进去喝茶了。本王下午无事，陪着离儿一起。离儿这是打算去哪儿？去庄子上。今日我去办节礼，买蜡药时到了杏林堂，长春大夫恳请我接手杏林堂，说是商行和商会都上门警告，药商也准备不供药材了。杏林堂也有近100年了，在百姓中口碑一向不错，离儿接手倒也不亏，这是相辅相成的双赢局。所以既然成为了这药铺的东家，自然就要解困局。所以我想着，庄子上那么多的农田，可以自己培育一些常见的药材。离儿的想法很好，源头掌握在自己手中，才不会受制他人。那边那么宽，你过来做什么？怪挤的。天冷，挤在一起暖和。殿下，车里燃着炭呢。我身患寒疾，比常人怕冷些。殿下，你的寒疾1年内是不会发作的。我没说寒疾发作，只是多年宿疾对我有些影响。看来殿下体虚，需要大补。除了怕冷，别的症状没有。本王不虚，打趣本王。我们衔杯微动樱桃柯，绿鬓红唇桃李花。你坐过去。这一路还有很久，你养会儿神。蒋叔，东家小姐来了，这大冷的天儿，快屋里坐。这位是？这是景王殿下。参见。不必多礼。蒋叔，今日我来是想问问，咱们庄子上的地都种着什么？回小姐，一些空着，一些种着麦子呢。蒋叔，拿出200亩地，等开春种药材吧。小姐要这么多药材做什么？我是京城的杏林药铺的东家了，种些常见的药材，也不用高价去收购那些散户的药材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这个没问题，只是咱们也不会种药材啊。药材的种子我会购买，育苗、移栽、养护的注意点我也会写成小册子，我会让人手把手教他们，直到他们上手为止。这敢监好？这点小事让下人来编好，何必亲自跑来？回头生病了，有你的罪受。这要种植药材可不是小事，关系到苏府佃户的收成，不可大意。不亲自来一趟，怎能放心啊？子言，你要不要进去喝杯茶？好。听说你们去庄子上了，冻坏了吧？今日下职回府时，见咱们成衣铺子对面也开了个铺子，他们的铺子陈设和咱们的很像，一看就是要打擂台的。伯父放心，我会看着，不会让离儿吃亏的。离儿知道这些铺子的背后东家？知道，应该是君回，出点子的是于半夏。谁？盐运使运同之女。别担心，有我在。小姐，那个虞姬成衣铺开业了，这是我抢了好久才买到的。您看，你凑近这衣裳闻闻，好臭哦。小姐，对方火锅比咱们便宜，咱们要不要也降价啊？咱们的火锅定价本就不是很高，2楼价格高些，那是因为包房只对达官贵人，价格太低，他们反而觉得配不上身份。一旦降价，就算以后再涨回来，现在大家心中的地位也不复存在了，客人流失只是暂时的。殿下，咱们今日一共进账43000余两，这多亏了于小姐。这有什么？我赚钱的点子多得很呢。趁着天气冷，让各大绣庄加紧多制些羽绒服出来，款项过后再结算给他们。是，殿下。站住！你看看你，天都快黑了，整日往外跑，还像不像个姑娘家？整日在外惹是生非，管家，请家法。女儿只是回来的晚了点儿，又没犯什么大错。还没犯大错？你看看外面都传的什么？你几斤几两？你爹是何大人物？你竟敢与长宁郡主对着干？你是嫌你爹在官场过得太顺了啊？爹，我
我为什么不能和长宁郡主比？何况我也没做什么，我开我的店，凭本事赚钱，又没有碍着谁。你还想和长宁郡主比？人家可是捐粮救了几座城池的百姓，你呢？你还说你凭本事赚钱？我问你，你开店哪儿来的本钱？是不是真如外面传的，跟六皇子有关？你没碍着谁？那京城这么大，这么多铺子，你不选，为何偏偏每一家都开在人家铺子对面？爹，您这么生气，是不是有人给你气手？是不是景王？我去找他。你站住！要真是景王动手，你还能看到你爹？不是景王，那是苏尚书。这长宁郡主也太没品了吧！玩不过我就回家找爹。你可闭嘴吧！你爹只是个从四品小官，还用不到他们这些大人物亲自动手。管家，家法！娘，你快出来，爹要打我了！老爷，使不得。夫人呐，再这样下去，咱们家都得完呐！唉，他现在和六殿下搅和在一起，京城里流言蜚语能杀人的。罢了罢了，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。女儿啊，你真喜欢六皇子？女儿也不知道。唉，皇家的水很深，娘怕你会受伤。六皇子对我很好的，他说过我是他见过最特别的女子，怎么会让我受伤呢？但愿吧。青宁，你说我做错了吗？小姐，奴婢觉得六殿下在利用小姐。何出此言？就像老爷说的，京城那么多铺子，为何每一家都要开在苏记旁边，让小姐做东家？可实际上，小姐只占了30%利。那是因为我只是出点子，店铺、资金等等后续一切都是他在管。可是小姐，你做东家要和长宁郡主对上啊，对方是郡主，背后还有景王，六皇子到底有没有为小姐考虑啊？君回说了，一切由他担着。爹娘不答应，无非就是觉得咱们家官位太低，怕云妃娘娘不答应。看来得想个法子让爹爹升官才行。小姐，你这话要是被人听去，是会引来灾祸的。我只是在家里说说而已。今日带你去看出戏，来的路上看见的，我猜你也喜欢。什么戏？去了便知。退钱退钱，奸商，快点退钱！让你们东家给个说法，赔钱！奸商卖这么贵，却是这样子的烂东西！大家不要激动啊，不要激动啊，咱们东家马上就要到了，大家不要急。确实是一场好戏。东家，你来了！退钱退钱退钱！这么臭，让人怎么穿啊？这一洗就成一团，怎么穿？给我退钱！冷静冷静，大家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各位，是衣服质量问题，咱们肯定会退钱的，大家放心吧。掌柜的，安排人给他们退钱。还有我家孩子的要钱，穿上你这衣裳，我家孩子满身的疙瘩。赔都赔。这鱼半夏的点子确实不错，可就是漏洞太大了。做事可不能这般，做生意更是要思虑周全。这次我那位皇兄恐怕要元气大伤了。据我所知，他让秀芳做了不少这衣裳、布装，秀芳压着的货可够他喝一壶的。不止这样，余记成衣铺出事，其他余记铺子也会受到影响。这正是百密一疏，功亏一篑啊。最近在忙什么？德妃娘娘说你好久不曾入宫去看她了。怎么还没过门就替母妃传话了？年底事情多，各地官员述职的折子也多，父皇交给了我一些差事，等忙过这阵就好了。过完年应该就能好好歇一阵儿。管家，咱们亏了多少？回殿下，活计的工钱加上欠着布庄和绣坊货款等，共计800余万两。短短半月，殿下没事，还能赚回来的。于小姐，天色不早了，你回去吧。于小姐请。那好吧，殿下不用担心，这事很快就能过去的。你先走吧。殿下，那连夜赶出来的羽绒服该如何处理？毁了吧。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小姐，外面好生热闹。敬亭户，换门神，挂钟馗，钉桃符。往左一些，哎，多了。往右一些，哎，好，贴上那个灯笼，再高些，再高，哎，可以了。红色的果子多摆一些，喜庆。小姐来了，小心些。是，谢小姐关心。小姐来了，娘起了吗？才起，小姐快进去吧。娘真是越来越懒了，灵儿都来了我才起身。娘，你现在身子重，这都是正常的。老爷回来了，给老爷请安。爹爹，今日年节，一早就去了宫里给圣上拜年，明日开始就休沐了，总算可以歇上几日了。大家辛苦了一年，来年添丁有喜事，多发些，就每人50两吧。除了红封，新衣和节礼也一并发了。那老奴替他们谢过夫人了。
离儿，今日年节，你不陪着德妃娘娘吗？一早就进宫给父皇拜了年，就一直陪着母妃，用了午膳，我才出宫的。年节礼物不是明日才开始拜年送节礼吗？明日是给苏府送的，这一份是离儿的。夜明珠。我见离儿喜欢夜里看书，这对眼睛可不好。这也太贵重了，离儿当值得。我也有礼物送你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也不知道该送些什么。你什么也不缺，我亲手做了这个给你，算是一点心意。今日是年节，今晚便是团圆。来，你们一人一个。谢谢爹娘。多谢伯父伯母，等我。小姐，您要守岁还是先书写？别急啊，这是节礼，你们又陪着我过了个年头，你们也都是大姑娘了，也不知道还能陪着我多久。小姐，夫人已经给了。母亲给的是母亲的，这是我的，都拿着。小姐，这太贵重了，奴婢不能要。你们都收好，就当给自己攒嫁妆吧，下去歇着吧。这么晚了，你不回去歇着，还过来做什么？离儿，今日年节呢，希望以后每一年的年节都能陪在你身边，岁岁年年，朝朝暮暮。等你及笄，咱们就成婚，行吗？你要知道，一旦空剑方丈说出与青天剑不同的话，圣上定然要查青天剑的。青天剑出了蛀虫，这才是对天齐最危险的，迟早都要对上。余生与君共妻，定不相负。你答应了？这么大声被发现了，你以后休想夜里来。离儿进步很大。你放开！离儿别动，我只是抱抱你。你做什么？你做什么？你说做什么？怎么不紧张了？这么放心我，睡吧。等你睡着，我再离开。你这样看着本王，是想本王做点什么？赵怀安、苏月，不得好死！爹娘，女儿错了，女儿不该。表姐，离儿好痛。离儿乖，那只是梦。离儿乖，她到底梦到了什么？还是前世真的经历了什么？赵怀安是那个谋士，上次就该杀了他。醒了？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你没有回去？离儿真狠心，昨晚抓着我的衣裳不让我离开，今早就翻脸无情了。你别胡说，哪有？我没有说什么莫名其妙的话吧？离儿昨晚可是说要对我负责的，可不要不认呐。快些起来！遵命，娘子。谁是你娘子？还不快走！我回去梳洗一番，就上门来送节礼。离儿等我。恭喜主子得偿所愿。没有的事。难道是王妃不从？主子别气馁，守得云开见明月，路遥知马。停，别卖弄你的文采了，去给我调查一下军回的一个谋士，叫赵怀安，事无巨细。是。本王这儿可没有不准暗卫成家的规矩，只要你护得住家人。成家？主子，我先下去做事了。公子要出去？我去六皇子府上送节礼。公子你等等，公子把这张纸交给六殿下，我相信六殿下会对公子更加青睐有加。赵先生真早，给管家拜年了。多谢赵先生了。殿下在书房，赵先生请。先生来了，怀安给殿下拜年了，愿殿下永安万年，吉乐富昌，万事得偿。多谢先生，希望如先生所言，得先生相助，能得偿所愿。殿下请看，这是荣卿所书，让在下带给殿下的。这是苏尚书的笔记。天助我矣！让荣卿按照这上面卷抄一份，事成之后算你们大功一件。是，殿下。那怀安便告辞了。苏黎，既然你看不上皇子妃的位置，那就坐之金丝雀吧。这是把景王府搬空了吗？子言，这会不会太多了？不算多。子言给伯父伯母拜年了，愿伯父伯母吉物连辉，春轩并茂，兰桂齐芳，家中福全。好好，子言呐，今日咱们好好喝一个。你伯母可是放话了，说今日不会管。夫人，宫里送节礼来了。宫里给咱们府上送节礼？见过苏夫人。郡主，咱家奉命给府上送节礼，这边的是皇上皇后娘娘赐下的，这些是德妃娘娘的。见过苏夫人。郡主，这是太子殿下和太子妃为苏府备的节礼，怀燕奉命送来。殿下，这是在赵怀安那里得到的，他从六皇子府回家，就让荣卿照着卷写了一遍。怎么了？这个世界上除了我，便只有一个人能模仿我爹的字迹，前世只怕也是这样，才让父亲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。这个分几次，让军回手下无意中发现吧，就让他们狗咬狗。离儿怎么会模仿赵怀安的字迹？难道他说的前世所嫁非人，说的不是君回，而是赵怀安？离儿，不管你经历过什么，那些都过去了。今生你有我，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到你。不论是怎样的你，在我眼中都是珍宝。我只怪我自己，那时没能护住你。不怪你，你不知道你有多好。
前世是你给了我人世间最后一点温暖。迪儿，别哭，那些你不喜欢的人，我会帮你解决掉，让他再也不能出现在你眼前。你看，今日一整日都未下雪。是啊，春来了，阳光终将破云而出，冬雪也终将消融。梨儿给舅舅、舅母请安。姑父、姑母，你可来了，我一大早就等着你呢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外孙女来了。梨儿给外祖父、外祖母拜年了，愿外祖父、外祖母与天相寿，与地相长，福禄双馨，一门瑞气。好好好，快7个月了吧？稳婆可请好了，奶娘可请了？都还没请，这不是还有2月吗？该准备了，这孩子出生啊，可不会挑日子。稳婆我这边找好，奶娘也让你嫂子留意着。好，我明儿个就去请。那就麻烦嫂子了。瑶儿的事儿怎么样了？与季家说好了，等15一过，那边就来下定了。那感情好啊，季家的公子那是没得说，要给嫂子道喜了。你们2个小丫头先自己去玩吧。表姐，恭喜了呀！听说景王日去尚书府报道，怎么，姑父是准备招个上门女婿吗？他那是找我爹有正事啊。表姐，怎么突然点头答应了？他就是个登徒子，他半夜爬我窗，被我哥抓到了。这真是物以类聚啊！我哥抓着他出府，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。本以为他老实了，没想到他第2日白天又来了，顶着一脸的伤，还咧着嘴对我笑。过后他连着1个月都来。那日他突然问我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的诺言，他说我小时候追着他要糖葫芦，只要给我糖葫芦，我长大了就嫁给他。他问我，他都给我这么多糖葫芦了，我怎么还没答应嫁给他？表姐，你喜欢他吗？喜欢是什么？喜欢就是想跟他在一起，看不见他心里会空空的，会想着念着他。完了，10有8九是喜欢了。这就行了，这也算青梅竹马，有情人终成眷属啦。不知前世与表姐定亲的是不是也是季三？前世就是因为表姐的未婚夫要守孝3年，表姐才……那这么说，五阳侯很快就要，看来得找个机会去查探一番了。这是医馆，我怎么在这里？是有人发现你晕倒在雪地里了，就把你送来了。好痛！姑娘，你的右手伤了筋骨，可不能动啊。那我以后还能写字作画吗？这手很难恢复如初了。不能写字作画，以后进了六皇子府，岂不是也少了吸引六皇子的筹码？万幸的是没有动到胎气。你说什么？姑娘，你有孕了，只是月份尚浅，还不稳定。真是太好了，这小贱人准是躲哪儿去了，让他买点米，都快50了还不见人影。奇怪了，昨日荣清卷写好的纸我就压在这书下面，怎么不见了？你以为你是千金小姐啊，还敢坐马车？老娘看你是皮痒。赵怀安，我有六殿下的孩子了。六皇子，皇家的种，这是真的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1个多月前，武阳侯寿辰那日。当时我让你带我去，你偏不，要不然现在有六殿下骨肉的就是我了。那现在咱们能得到什么？若这真要是六殿下的孩子，我也能凭着这个孩子让六殿下心里愧疚，我们就能得到想要的。我那间房太小了，我要这间房。这是安胎药，让赵雨燕给我煎上。一个人的变化怎么会这么大？看什么看？等我生下六皇子的孩子，你不也跟着沾光了？昨日你卷抄的那张纸不见了，你再写一份。我手受伤了，无法拿笔。那等你手好了再抄。苏黎那贱人运气还真好，等我当上六皇子妃，再想办法对付他。小姐，这是从凉州传回来的消息，没想到凉州许家竟然是为君回做事的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拿去交给殿下。是。殿下，前几日有人查到了凉州许家，咱们范思言的事只怕要暴露了。陈大人让殿下您快拿出决断。陈潇不能出事，他一出事，这条链子就彻底断了，让他想办法推到前任盐运使运同身上。殿下，前任盐运使运同是于小姐的父亲，按我说的做。是。他怎么可以这样？贩卖私盐是抄家灭族的大罪啊！快回府，快写！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爹，你可知道陈潇？六皇子勾结陈潇贩卖私盐，现在有人在查了，他们准备把您推出去顶罪。你爹也不是如此好栽赃的，明日早朝我就亲自上奏陛下，让他彻查私盐一案。咱们接到举报，有人说用了余记腌粉铺的胭脂水粉后脸毁了，咱们来请于小姐回去配合调查。余记是六皇子的产业，你们要找人问话就去找六皇子。请于小姐随在下走一趟，别逼在下动粗，大家都不好看。小女怎么也是官家千金，这样做不合适吧？我们赔钱。
多少都赔。不是我为难于大人，是被毁了脸的有几位大人家的家眷，不是钱能摆平的。老爷，你快想法子救救咱们女儿啊！我能有什么法子？老爷，你去哪里啊？去大理寺。大胆于半夏，你贩卖的胭脂水粉导致多人毁容，你该当何罪？大人，这铺子真正的东家是六皇子，大人真的不是我。管家，你快告诉他们，那胭脂铺的东家真的不是我。张大人，我家殿下是惜才之人，见于小姐有些才华，便高看她一眼，除此之外再无牵扯。你撒谎，你撒谎！好了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狡辩也无用。来人，先把于半夏关入大牢，等候发落。快进去吧，只有1刻钟啊。是，多谢多谢。爹，你快救我出去！你不要害怕，交给爹，你以后可不要任性了。不会的，女儿不会了。等着爹爹来接你。见过长宁郡主。于大人要见我，所为何事？郡主，想来您也知道虞姬水粉铺的事。下官此次前来，就是想求郡主帮那几个毁了脸的人看看。那几人一口咬定，若脸不好，便让小女待在牢中。所以你想让我帮你治好那几个人？于大人知道令千金开的虞姬铺子对面是谁家的吗？于大人是不是求错人了？求郡主怜悯，下官已经年迈，膝下就此一女，求郡主发发慈悲心。你不必多说，你走吧。叨扰郡主了。你可以去找杏林堂的长春大夫试试。多谢郡主。你是说凉州的一切全毁了？是，但万幸的是，咱们唤出了陈潇的妻小，陈潇便自己扛下了所有，没有牵连到殿下。殿下，您看，这是给太子的，怎么在你手上？凉州被查，主子不是怀疑有内贼吗？属下就派人监视着咱们每位谋士和大臣，没想到还真有收获。这封信是在赵淮安院子外截获的。难怪本皇子让苏月卷抄一份苏毅的罪证，他却借口苏月受伤了。天下哪来这么巧的事？既然知道内鬼是谁，就好办了。你听说魏小姐与季三公子定亲的事没有？本宫的话你根本没有放在心上。本宫让你多与魏小姐接触，得到了他们的支持，你就算没有了蜀都的势力，也能与太子一较高下。可你是怎么做的啊？你看看你现在，要势力没有，要钱财也没有，文比不过太子，武斗不过景王。本宫给你铺的康庄大道你不屑走，偏要自己去撞南墙。从小到大，他都是他顾宠夺权的工具。慧儿，母妃知道你对苏家那丫头有些心思，可现在她与景王有婚约，你只有得到那个位置，你才能得到她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有个法子让这亲事不得不推迟3年，还能让季逵手中的3万城防军群龙无首。主子是说，属下这就去办，一定要悄无声息，千万别留下隐患。主子放心吧，无息无色无味，没人能发现。最近商会的人还有上门找麻烦吗？没有，自从我上门为那几个病人治了病，说是小姐您的方子后，他们都知道您是东家，也就不敢上门滋事了。那就好，咱们的药材已经开始种了，以后买药的成本还会节省些，多招点人手，您一个人太累了。是，都听小姐的。对了，虞姬脂粉铺子被毁容一案，您老听说了吗？不但听说了，老夫还去为这些人诊治了。经过这几日调理，红疹消了，但以前被抓破的可能会留疤。对方说了，脸部恢复如初，就绝不松口。只是可怜了于大人，为了女儿，整日在这几家门前打转，低声下气，受尽白眼。为了女儿磕头道歉都没用。拿纸笔来吧，制成膏，每日涂抹脸部，最多半月，不但疤痕会消，肌肤更光滑如新。我只当可怜渔夫一把年纪，还得为女儿奔走。小姐真是大善呐。小姐，于半夏如此针对您，您何必帮他？是可怜于大人，这一次私盐案能如此顺利，也多亏了于大人提供了一些证据，就当还他一个人情。你把衣服洗完，就帮我把燕窝熬上。素玉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命令我做事？我以后可是六皇子长子的生母，你说我有没有资格命令你做事？你身子不干不净的，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六皇子的还是我哥的。这肯定是六皇子的，我知道你一直嫉妒我怀了六皇子的孩子，但人的命都是注定好了的，有些人注定是人上人，而有的人注定是要一辈子被人踩在脚下的废物。好痛，孩子！
没想这样的，娘，怎么办啊？这是6点假的孩子，救大夫！这该怎么办呢？孩子没了就没了吧。是你杀了我的孩子，你这个杀人凶手！我杀了你，我要杀了你！我的雨燕呢？这以后可怎么嫁人呢？贱人，我打死你，打死你！娘已经没气儿了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打死一个丫头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等天黑丢去乱葬岗便是。殿下，这又是从赵淮安院子外截获的。难怪我们这边刚说要把事情推出去，还没开始行动，余家就先发制人了。赵淮安该死，做干净点，把苏月带出去，他那一手自有大用。殿下，苏月已经被赵家打死了，今晚就动手，赵家人一个不留。是。赵淮安，我苏黎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！谁？赵淮安，殿下让我来送你上路。殿下这是为何？废话少说，拿命来！子言有话要同我说。丽儿，我是来给你报喜的。难道是我模仿的那几封信起作用了？丽儿真聪明。昨晚赵家一家3口全部葬身火海，终于了了一桩事，接下来就是军回了。丽儿，还有2月就是你的吉吉礼，明日我就去护国寺请师叔算一个吉日可好？这是院子里。丽儿，咱们已经快成亲了，怕什么？你与武阳侯私交如何？与季怀州的关系不错。那日我见武阳侯的面色似有微恙。如此，那明日你来一趟景王府。王妃，您来了，王爷交代了，说您今日要来，老奴早就准备好了茶水点心。王妃您慢点，小心脚下。参见王妃。王妃晚安。王妃是逛逛院子还是？我还是去书房等她吧。对不起，我还是……王爷说了，这福州王妃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书房在这边，请。李儿，你来了。长宁郡主也在啊。郡主。侯爷，其实今日找你来的是郡主，我只是个传话的。上次您寿辰，我见你脸色有恙，所以才想着替您看看。看不出什么呀。本侯觉得很好啊。奇怪，武阳侯身体确实无恙。郡主，我爹这是病入膏肓了。臭小子，你就咒老子吧。无喜。侯爷，您的这个香囊是何处得来的？是我夫人绣的，本侯都佩戴了半年之久了。诶，这怎么变成红色的了？有一种毒叫无息，中了这药，人会在1月内死得悄无声息。这毒无色无味，只有碰到了血节草的气味，才会变成红色。方才我那药瓶里装的就是血节草粉末。我娘怎么会？这药应该是近期才下的，武阳侯才感觉不到异样，与季夫人无关。子言说的对，侯爷，其实这个人也很好找出来。这种毒每隔上3、4日便要重新撒上才有用。多谢郡主指点，本侯就看看到底是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的家伙，竟敢算计到我头上。王爷，郡主，我先告辞了。郡主多谢，告辞。还好发现的早，若不然表姐就要再等上3年。李儿是怎么怀疑武阳侯中了无息，而且那么巧身上就带着血节草的粉末？还记得我同你说过的那个梦吗？记得。你相信前世今生吗？他终于肯说了吗？前世我因为夏姨娘的算计嫁给了赵淮安，我以为得遇良人，便一心辅佐。我费尽心力利用父亲和外祖父的权势，把军回推到了那个位置上。赵淮安也成了大权在握的国师。我天真的以为苦尽甘来了，可等着我的是魏国公府和苏家被灭，而我也被挖去双眼，一尸两命。挖去双眼，一尸两命。我的离儿，前世竟然这般痛苦的死去。那本王呢？本王那时在做什么？为什么没护着他？子言，前世的我愚蠢又狠毒，的确该死。因为你帮着太子，我还设计害得你寒疾加重，而你却还给了我前世最后的温暖。离儿，你不愚蠢也不恶毒，你只是痴心错付。至于你的设计，那只是因为你我立场不同罢了。怪只怪命运弄人，让前世的我没有早些认识你，让你受苦了。还好上天为了弥补前世，让我们这一世相知相爱。他重生以来一直活在自责和悔恨之中，现在有个人告诉他，只是立场不同，那种被人解救的感觉，就像是一株被捆住快要枯竭的植物，挣开束缚，获得新生。以前怎么没发现离儿还爱哭鼻子？以后有事可不要一个人担着，咱们之间没有秘密，知道吗？你不介意吗？前世我害得你还有过孩子。我说了，只恨造化弄人，这不怪你。何况那是前世的苏黎，这一世你只属于我，不许再说这些傻话。爹，对不起。
出来就好，出来就好啊！快上车吧，咱们快回去。女儿，娘，女儿不孝，连累父母，女儿知错，回来就好，以后可得听话些，知道吗？娘，女儿以后会听话的，女儿再也不敢了。你先回房洗漱一番，然后出来用膳。那女儿先告退了。哎，女儿进过牢房，名声也没了，以后可怎么嫁人呢？没关系，若真遇不见合适的，我又不是养不起她。何况咱们女儿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糟，也许缘分在后面呢。小姐，你以后可别再去开什么铺子了。他这是被那些故事给误导了呀，什么天选之女，什么王孙贵族围着转，全都是假的，还是老老实实的当一个官家千金好了。不会了，小姐，你不知道这段日子老爷是怎么过的。老爷下跪磕头，遭受了无尽白眼，可那些人就是不松口，说脸不恢复就让小姐老死在牢里。那最后这些人为何会松口？是长宁郡主出手开的药方，才让那几人的脸恢复如初的。长宁郡主，爹，我想去尚书府亲自向长宁郡主道个谢。这是应当的。那明日带上谢礼，你与为父一同去。爹，女儿自己去便好。好吧，小女参见长宁郡主，郡主万福。起来吧。郡主，小女此次前来是为以前的所作所为向郡主道歉的，求郡主原谅。那些余记铺子是你选的地址吗？不是，小女只是提供点子。你起来吧，我原谅你了。郡主，您不计前嫌拿出药方救我出大牢，小女心里十分感激，多谢郡主，这是谢礼，虽然不算什么，但也是小女的一点心意，请郡主收下。谢礼就不必了，于大人进来为你上下打点，估计于府也不宽裕。谢礼你拿回去，你应该庆幸自己有位好父亲。以后郡主有用得到小女的地方，小女定竭尽全力。以后要擦亮眼睛，不要被表面的东西迷惑。谢郡主教诲，小女铭记，先告退了。小姐，喜公子来了。小姐，慕白回来了。凉州的一切都处理好了。都处理好了，慕白也亲眼看着仇人人头落地，慕白终于可以以真面目示人了。慕白谢小姐帮我报仇雪恨。其实我也应该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还找不到私盐案的缺口。还记得我上次问你的事儿吗？是，等慕白置办好宅子和田地，会来求小姐的。那我就再帮你养一段时间。小姐，王大哥来消息了，说这几日南方的货品已经开始往京城走了，那边的店铺也都修整好了，咱们也该把货品运过去了。你找一家信得过的商队，只要到货及时，且货品不受损，以后就能成为苏记的专有商队，苏记的分红也算他们一份。是，小姐。这天气也暖和了，闷了一个长冬的夫人小姐们都该出门了，咱们也尽快挑个吉日开张。这个交给慕白去办就好，小姐不必操心。怎么这时来了？一早去了一趟护国寺，不巧得很，师叔云游去了，我又去了太清观，想请天产子道长出面，才知道道长与师叔一同云游去了，这事儿难办了，小没良心的。你还笑，不过天产子道长的首徒吴曦倒是愿意帮忙。吴曦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本王实在不想受青天剑那帮人摆布。是不是只要能证明吴曦道长比青天剑那帮人算得准就行？也可以这般说。这就好办了。对呀，算得再准，能准过离儿。咱们这样。好，我尽快安排下去。对了，丽儿，我拿着我的八字让吴曦道长帮忙看了下，算出了今年有2个吉日，一个是在7月7，一个是腊月。这青天剑果然是骗人的，我早就知道君回居心叵测，他的势力已经所剩无几，这次再把他在青天剑的爪牙拔了，让他痛上一痛。丽儿，我觉得7月7甚好，你觉得呢？只怕我爹娘不同意。只要梨儿同意，爹娘那边我去说。谁是你爹娘啊？梨儿是我的王妃，梨儿的爹娘自然也是我的爹娘了。小姐，您来了，什么情况了？夫人见了红，这时正痛着，老爷在里面。稳婆和奶娘都来了吗？来了，都在里面。爹娘怎么样了？你娘嫌我碍事儿，稳婆又说男子进屋不吉利，为父被赶出来了。那娘情况如何？目前还好，精神看着也不错，咱们先等着吧。生了，我又当爹了，我当姐姐了。恭喜老爷。恭喜苏尚书啦，母子平安，是位少爷。哈哈哈哈，赏都有赏，我进去看看你娘。真好。夫人，小姐，魏老夫人亲自来了。
哎呦，你躺着别动，月子得做好，不然以后啊得了月子病可就麻烦了。去我院子。还是梨儿的院子清静。前院人多，我们在这儿兜兜懒。曲姐姐，你这是闻着茶香了吗？你怎么了？我可能快要离开京城了。这么快？春闱已经结束了，就等放榜了。曲公准备离京了吗？那季大公子知道吗？这与他大哥有何干系啊？难道他大哥铁树开花了？别想这么多，离放榜还有好几日。好了，别说我了，我就算离开了，咱们还可以书信往来。哥，马上就放榜了，你觉得自己考得如何？首榜应当没问题。表哥已经是武状元了，等合适时机拿个军功也就不错啦。可惜自从北燕一战后，天齐就没仗打了。你还盼着打仗？自然不是，这日子虽然无趣，但我还是希望一直无趣下去。走在街上，每过几家铺子就能看见苏记二字。没想到啊，我女儿1月赚的银子能抵上为父半生赚的。爹，怎么能这样算呢？您为百姓做的事儿，10个女儿也抵不上您。我前几日看到梨儿的账本，真把我吓了一跳。梨儿，你赚这么多钱做什么？现在别看这是金山银山，等真要是遇上事情，会用得很快的。其实他心底暗暗有些担忧，他如此费心赚钱，除了觉得钱财可靠之外，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南疆。除了有南疆这个隐患在，他还有军回这个仇人。再过不久就是梨儿的及笄礼了。是啊，得操办起来。你刚生下于哥儿不久，别累着。我知道，放心吧。娘，德妃娘娘说她做女儿的赞者。看来德妃娘娘很喜欢梨儿。这赞者便定了，帖子我来拟定。那梨儿当日的衣裳和头面我来打理。娘，你把规矩同我说了，咱们苏记有绣庄和首饰铺子，女儿会看着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表姐、曲姐姐，你们来了。表妹，你别对着我笑，我承受不住。灵儿真好看。表妹，外面好热闹，姑父都忙得脚不沾地了。灵儿是郡主，又是未来的景王妃，来的人肯定多了。德妃娘娘到，景王殿下到，皇上有赏。皇上赏长宁郡主玉如意1对，刺金镶翡翠滴珠头面，金缕孔雀纹头面各1副，琉璃珠缠织金步摇，金海棠珠花各10只，翡翠玉镯各10只，月光锦缎10匹。臣代小女领赏谢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太子殿下有赏。还好女儿明智，让醉仙居的大厨来掌勺，也多备了宴席，要不然很难收场呀。今日小女苏黎行成人基礼，感谢各位前来观礼，在下不胜感激，请小女梨儿上前与各位宾朋家客见礼。德妃娘娘竟是赞者，看来景王真是爱极了郡主啊。可不是啊，郡主这样的妙人儿，谁能不放在心尖架上宠着？景王和苏小姐真是天作之合啊！灵儿多谢娘娘前来。这位是太清观天产子道长的首徒无锡道长，是在下请来为小女批字的。见过无锡道长。施主有礼，请道长为小女赐字。郡主乃上上命格，多谢道长为小女批字。这命格倒是说得不错，灵儿自有本王护着，自当一生顺遂。这便是景王殿下了吧？果真与郡主是天作之合。天作之合，这乃本王八字，郡主的八字你当有。那以道长所观，本王与郡主在何时大婚为好？七弟，青天监已经为你和郡主推算了一番，说今年都没有良辰吉日，你是忘了？本王只是不相信青天剑，自从无尘天师辞世，青天剑就大不如从前。七弟这话何意？你竟敢质疑青天监不成？景王与郡主乃天作之合，吉日不少，最佳的今年有1日，7月7。本王觉得甚好。本宫看7月7不错，待本宫回宫与皇上说明，婚期就定7月7。这道长看着如此年轻，本皇子看是个靠不住的。青天监自是为皇家推算，从未出错。哼，本王看青天剑那帮人可能是吃着皇粮，长期没有威胁，已经不思进取，堪不破天机了。那便请皇上定夺吧。父皇，既然二位都说自己没有推算错，那就让他们证明谁更能堪破天机如何？这要如何证明？那就让二位比试一场，算算这下一个雨天是何时。好，那你们就地推算，再各自写于纸上呈上来。
青天监推算的是2日后4时，道长推算的是3日后申时3刻。既然是比试，自然有输赢，本天师肯定不会输。若是本道输了，便抵了这条命。向天师，你也一样。多谢道长配合我们演这一出戏，只是清理门户罢了。皇城上一任天师无尘，乃我师伯的大弟子，与我义兄义友。他在生命最后一刻来到观中告知我，说自己身中剧毒，他明了此毒乃自己座下弟子向怀所下。不管怎么说，道长都帮了我，还冒着这么大的危险。郡主知道这并没危险，该道谢的是我。他之所以清楚地记得3日后申时3刻有雨，是因为前世下雨之时，赵怀安救了他。这一次的精心安排，是他悲惨一生的开始。4时已过，皇上饶命啊！六皇子救我！父皇，现在定输赢为时尚早，不如等明日申时3刻再定吧。那就明日再定。叶白，我杨侯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回殿下，已经加重药量了。那怎么本皇子见他没有一丝异常呢？算了，再看看吧。今日的比试你也看到了，该怎么做你也知道。那钦天监监判柳大人，此人经手了内药，你说呢？属下明白了。也不知道明日是不是有雨，若真有雨，这离儿与景王的婚期……哎呦，我竟把这事儿忘了。7月7，离现在只有不到3个月时间了。这嫁衣、嫁妆、宴客这些，我们可没准备呢。嫁衣子言说他会送来，至于嫁妆，女儿也不准备带太多过去。那不行，我苏毅的女儿嫁人，自然是要10里红妆。夫人，咱们的铺子和府上库房的东西你尽管挑，于哥是男子，要什么以后自己去挣。娘知道子言对你好，可这也是咱们做父母的对女儿的心意。搞得好像明日女儿就要出嫁一样。本以为离儿已经歇下了，既然以为我睡了，你还来，岂非是登徒子所为？啊！放我下来！起来啊！你，离儿，既然你都说我是登徒子了，我不做点什么，岂不是辜负离儿美意了？你，对不起，我一时昏了头。把请医递给我，你背过身去。离儿突然觉得7月7还是太远了，再提前，你看我爹娘同意不？别动，我只抱抱你。唉，还有3个月，没想到我费尽心机，居然比季3还晚些抱得美人归。你可比季3公子幸运，他3天2头被我表哥揍，可惜我没个亲哥，要不然你也休想在夜里爬尚书府的墙。那是季3功夫不到家，要是本王魏元林根本发现不了，本事不过关还学本王。那要不要让你也领教领教我父亲的本事啊？不用了，岳父大人日理万机，就不要劳烦他老人家了。好了，离儿快睡吧，我明日来尚书府用膳，然后咱们一起入宫。你这是什么眼神？主子，你与王妃还有3月就成亲了，您没有的事，滚回去。主子一回府就沐浴，还大半个时辰，这能怪他多想吗？若是真有了小世子，虽然是好事儿，但月份对不上，这流言蜚语总会伤到王妃的。还不滚？是，属下告退。申时3刻到，真下雨了呀！不愧是天产子首徒啊，不早不晚，真是神算。向怀，你自己说过的话还记得吗？君惠，既然你不仁，别怪我不义。皇上，臣要告发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向天师这是疯魔了。皇上，人已经死了。景王，这件事交给你，给朕查。7月7，你与长宁大婚。是，绝不可以，我绝不能看着她嫁给君莫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就算向天师输了比试，也不用如此垂头丧气。你看看自己像什么样子。母妃，你对儿臣有没有哪怕一点点的疼爱？从小到大，你只会叫儿臣去争去抢，为何我就不能像君莫一样肆意而活？为何我按照你说的去做了，也得不到你们的一句肯定？父皇、皇兄，甚至是他看到的只有君莫。他？哪个他？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嫁给别人。你说的是苏黎？母妃不是告诉你了吗？你只要登上那个位置，别说一个小小的苏黎，你要什么样的女子没有？母妃，儿子没法眼睁睁地看着她嫁给别人。他苏黎到底给你下了什么蛊，竟把你迷成这样？咱们动手吧，你不是要儿子登上那个位置吗？还有一个法子，不必大费周章就能让儿臣登上那个位置，只是需要父皇配合。
你是说你疯了？你再不下决心，那个位置儿臣永远也得不到。太子的身子已经好了，连嫡子都快出生了。你打算如何做？我想过了，宫里不好动手，咱们就在宫外动手。再过不久就是太上皇的冥诞，到时父皇会去护国寺为太上皇做法事，那就是最佳时机。只要让父皇写下退位诏书，那咱们就大功告成了。母妃可以配合，但你要答应母妃一个条件，不能伤你父皇性命。这是自然，父皇再偏心，他也是儿臣的父皇。苏黎这个能左右回儿的人，是万万留不得了。什么国之主君，什么天赐良缘，有我君回子，他们休想，这些都是我的。暮云，有刺客，快去告诉老爷，抓刺客。说是谁派你们来的？不说。你说死士。老爷，把这些人交给我吧，我要尽快知道他们背后之人。是。丽儿别怕，你先进去，爹这就让人把院子清扫了。你怎么这么早？用早膳了吗？昨夜就知道你院子里出事了，在尚书府外转了半夜，也进不来。你可以白日里来啊。丽儿，这背后之人第一次就这么大手笔，我担心还有第二次、第三次。墨云一个人有些吃力，我让墨雨也跟着你吧。也不知道背后之人是谁，估计1天后就有结果了。丽儿，快给娘看看。娘，女儿没事，一根头发丝都没掉。到底是什么人，竟敢来堂堂尚书府里来刺杀？当真是目无王法了。女儿也不知道，子言说最晚1日后就能知道背后之人了。这几日你就老实待在府里，不要出门了，知道吗？黎儿，他肯定也是听说了。你们聊，娘回院子看看于哥。娘慢走。姑姑慢走，我早上听父亲说起你的事，可吓死我了。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表姐别担心。到底是何人如此胆大，也太狠毒了，竟然派了那么多死士来闺房杀人。相信这个人很快就会被揪出来。表姐别担心。表姐，你婚期将近，嫁衣绣得如何了？我不用绣嫁衣啊，我娘知道我绣活不好，便请人在绣了。我最后绣几针图个吉利便好。丽儿，你的婚期就比我晚1月不到，你的嫁衣呢？我的婚期实在太紧了，若是靠我一人绣，怕来不及。殿下收到时他会送来。景王可真细心，对你真好。季三公子难道对你不好？季三公子挨了表哥不少揍，却还是日日上门，每日搜罗各种精巧玩意儿给你，那才真叫人羡慕。这人还把我当小孩子呢。废物，一个个都是废物，连一个小丫头都杀不了。再派人去，本宫一定要她的命。母妃要谁的命啊？你下去吧，你怎么来了？自然是来与母妃说说咱们的计划了。叶白，母妃对谁下手？昨夜娘娘派了20多个死士去苏府刺杀长宁郡主，却一个人也没回来。他没受伤吧？没有。派人去阻止母妃的人再次行动。苏黎的命谁也不能动。殿下这是真陷进去了。是，招了吗？招了。是云妃，把人丢去云妃宫里。是。叶白，你挡我们做什么？殿下说了，长宁郡主不能碰。我们是奉了云妃娘娘的命令，你敢阻拦？叶白只听殿下的。看我明日进宫如何对娘娘说。随便。墨云姐姐，你说今晚他们会来吗？会来多少人啊？来了，咱们一人一半怎么样？好久没活动筋骨了，平日都是墨风哥哥上，这次换我上。闭嘴，如此聒噪！你方才嘀咕什么？我嘀咕了很多话，你说的是哪句啊？你说墨风什么？我说墨云姐姐你这么冷，也不知墨风哥哥为什么喜欢你。墨风喜欢我？不会吧，你一点都没看出来？听墨雨这么一说，墨云才想到有很多次本该他出的凶险的任务都是墨风去的。真是的，墨风哥哥也太能憋了吧，还得靠我。以后你们要成了，得给我个大大的红封。闭嘴啊！来人，快来人！肯定是他，那个杀神知道是我们了，他要对付我们了。娘娘不怕，咱们殿下的计划要是成了，咱们就不用怕那个杀神了。到时候本宫就是皇太后，本宫下令处死的第一个就是他，本宫才不怕他。得亏了黎儿来找我，不然我还被我娘压在家里啊，学那些令人头大的规矩。我看季家夫人也是和善的，不会像你想的那么可怕。对了，我可以在京城多留一阵子了。娘说让我为你们送嫁后动身。季家大公子没找过你？没有。为太子做事肯定很忙，他能收下你的荷包，说明他对你有意思。没事。曲小姐留步。曲姐姐，咱们下次再约啊！你们。曲小姐，我送你回府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雇马车就行。撤！小姐，季怀义，你放我下去，这不是回曲府的路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我要回府。别生气了，我以这美景向你赔罪可好？季公子这是做什么？
孤男寡女独处一处，会生出闲话的。闲话？我以为你送我香囊是对我有意呢，难道是我自己会错意了？他这是自轻了，他就不把他当一回事儿，几个月都未曾露面。会错意也没法子了，既然招惹了我，就跑不掉了。混蛋，你放开！哎，你别哭啊！哎，对不起，我这人不太会说话，也没和姑娘打过交道。哎，你别哭了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最近都在忙什么？我过完年节就押了救灾粮去蜀都，才回京不久。这错怪他了。柔儿，对不起。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不知道你去了蜀都，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。怎会？柔儿，等回去我就让我爹去曲阜提亲吧。会不会太快了？我娘还一点都不知晓。趁着你还未离开京城，咱们先定下来。你等我想想。别想了，柔儿，我肯定一辈子对你好。你知道我们武阳侯府的规矩，一生只许一妻。柔儿，相信我。你们够了，合适就行了，还让不让人好好赏景啊？怎么知道这样？我还不如在练武场练武呢。我说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也该定下来了。瑶儿，给你哥剥个橘子。灵儿，给表哥添杯茶。子言，庙内庙外我都安排好了。本王总觉得云飞此次跟来没那么简单，而且这段时间六皇子也不知在府里做什么，安静得很。娘娘，这是一个小师傅给老奴的，慧儿让我们想法子把为皇上送斋饭的内侍换成他的人。娘娘，孙公公的小徒弟想与咱们宫里的彩月做对食，交给老奴吧。佛祖，我只是想不要再被人踩在脚下。你若真能渡世人，也请你渡渡我，让我心愿达成。今日没发生什么吧？孙公公昨日崴了脚，由他那个小徒弟扶着去为圣上备斋饭，其他一切正常。孙公公，走，去斋室。去斋室做什么？皇上在里面斋戒啊！靖王殿下，皇上斋戒3日内不得打扰。莫阳。君莫，你是要造反吗？快拦住他，不准他打扰到皇上！反了！靖王联合魏国公府造反！父皇，您没事吧？朕斋戒期间不准外人打扰，你出去。你是何人，竟敢冒充我父皇，前面圣手黄羊？我父皇在哪儿？我也不知道你爹在哪儿，你就是杀了我也不知道啊！我只是欠人一个人情，才答应做这件事的。靖王，你敢抗旨闯入斋室，让手下与我们动手，罪同谋逆。你奉命保护父皇，却连父皇不见了都不知道。你说皇上不见了？把云飞娘娘请回房间，严加看管。你这是要软禁本宫？等过了这几日，本宫要你好看。封锁护国寺，把孙公公及他那徒弟还有云飞的下人都分别关押，本王要亲自审问。是，这个黄羊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把末位都散出去找，顺着军回去查。是，殿下，人都抓起来了，在后院的废井里发现早已死去的孙公公。先把尸体收好，过了这个风口，厚葬了吧。靖王殿下，你这奴才连自己的义父都能杀。什么？我义父怎么了？怎么会死了？他们答应我不会要义父的命的。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奴才听见他们说过，只要圣上写下什么东西，到时候事情就成了。写下东西，传位诏书？什么？这个老六实在太大胆了，这次谁也救不了他。你是何人？抓朕来有何目的？我不会要你的命，只要你在这上面落笔，盖上你的私印就可以了。老六，你怎能走到这一步？你但凡眼中有我这个儿子，我也不会落到今日这般模样。明明我是兄长，你却给君莫封王；明明是我先看上了苏黎，你却把苏黎赐给了君莫。这么多年在你身边侍奉的是我，我把自己伪装成最孝顺的儿子，最终我得到了什么？等我坐上那个位置，就没人看不起我了。若江山真交到你这种人手里，那天启就完了。既然父皇不想落款，没关系，儿臣有的是时间，看着他，每日给些清水，送一餐饭便可。畜生！莫莹小姐，你知道子言最近在忙什么吗？君回怎么敢的？你让子言来一趟，我有事找他。是。黎儿，你找我？我已经知道护国寺发生的事了，不是说好咱们彼此没秘密吗？我不想让你置身危险。或许我知道君回在哪儿，还有2个地方。这2个地方可是苏黎故意给君回留的退路，他以为是安全的，却不知已经成了瓮中鳖。城西破庙底下有暗室，还有一个是城外10里坡。我这就带人去，等我好消息。父皇，今日你可想好了？我劝你别再挣扎了，没人会找来这里，就算按上手印也没用。有一种情况就有用，本想留一丝父子之情的，可既然父皇如此不配合，那儿臣只能辛苦些。畜生！儿臣答应过母妃要留你一命，你以后只是口不能言的中风了。老七，儿臣救驾来迟。君莫，既然你能找到这里，那就休怪我了。哼，你不会以为我是孤身前来吧？殿下快走，太子带了御林军前来，咱们的人已经所剩无几了。
主子，快走，走啊，快走！可惜叫君回跑了。现在他已经成了朝廷钦犯，只能躲躲藏藏，不能露面，结果也算不错。既然他如此喜欢在背地里偷偷谋划，那就做一个见不得光的逃犯吧。父皇说让你明日进宫，要好好赏你。赏我？我不过是仗着自己前世的记忆罢了。你怎么跟圣上说啊？我记得有一种蜜蜂可寻人，只是很难饲养，我就说你恰巧养了这蜜蜂。皇上信了？信了。你现在在大家心中可是能生死人、肉白骨的神医，没什么是你做不到的。那个千面圣手，你打算如何处理？黄阳此人忽正忽邪，很不好控制，但此人又确实有本事。这人我听说过，干的多是劫富济贫的事儿，这次也只是为了还君回早年的恩情。皇上失踪这几日，全靠他伴着皇上，朝廷才没动荡，也算戴罪立功了。本王也是如此想，收服黄阳也不难。如你所言，黄阳有才，本王惜才。李儿，大仇得报，是否有奖励啊？你想要什么奖励？自然是……情至浓时，君莫的大手不知不觉地钻入了他的衣裳，或轻或重地捏着，手下的触感让君莫差点跪低。他引以为傲的自制力在他面前脆弱不堪。怎么了？殿下，亥时快过了，李儿亲我一口，我就走。明日我来接你一起入宫。参见皇上。起来吧，长宁，老七都跟朕说了，这次多亏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朕还不知道回不回得来。你不是在种药材吗？朕就把京郊西面的千亩良田赏你，如何？臣女多谢皇上。皇上，让臣女为您看看吧。您体内有软筋散的残留。是老六那个畜生，太医不是说解了吗？虽然及时解了，但这药让皇上身子亏空严重，这种情况若不及时医治，也很危险的。臣女这就开个方子。我就这样嫁了，想到要离开我生活了10多年的魏家，离开爹娘，我心里就有些害怕。表姐，等过了这个年，曲姐姐也嫁去继府，你们2人作伴，还真是。你一说柔儿也要嫁去继府，我就不害怕了。夜深了，快休息吧，明日还要早起。我这一闭眼再睁开，可就是他人妇了。咱们都要幸福。会的。小姐醒醒，该起了，庄娘来了。你就笑吧，等你出嫁时，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你是景王妃，按理说你头上顶的只会比我多，不会少。瑶瑶，你这一身重吗？拜堂时可得注意。还是柔儿贴心，梨儿这个小没良心的就知道偷笑。等梨儿出嫁时，你再笑回来。你们妯娌俩就欺负我一个，我说不过你们。知道就好，是吧，大嫂？打扮好了吗？我女儿真好看。走吧，去给你祖父祖母敬茶。孙女儿今日出嫁，特来拜别祖父祖母。女儿感谢爹娘的生养之恩。女儿虽成别家妇，但永远是魏家女，爹娘教诲不敢忘，定不如我魏家门楣。夫人，小姐，姑爷到了，这时候正被少爷拦着做文章呢。这个泼猴，这段时间可没少为难姑爷，由他们年轻人闹去。姑爷已经到了前院门了，正在做催妆师呢。好，1刻钟到了，文章做了，催妆师也做了，连马步也扎了，差不多了。你以后真不打算娶妻了？大舅子，你不用这样。瑶瑶是我喜欢了多年的，我肯定会珍而重之。你说你这家伙暗戳戳惦记着我妹妹，你要是敢不好好对她，我可不认你这个兄弟。不敢。走吧，妹妹，哥哥送你出嫁。定地鸳鸯戏，原汁蝶比翼。小姐，醒醒，快拜堂了。哎呦，好痛啊！小姐，您顶着这么大一脑袋钗环靠在床头睡，脖子不痛才怪。好了，小姐快起身整理整理，马上就要拜堂了。好了，这么快就到黄昏了吗？三少夫人，咱们要出去了，别紧张啊，待会儿我会带着你的，跟着我说的来做就好了。喜气红烛映花堂，亲朋好友列两旁，新人同入天地拜，一条花绸牵洞房。香烟飘渺，火烛辉煌，请一对新人齐登花堂。一拜天地乾坤福，二拜高堂妻宜寿，夫妻对拜恩爱久，礼成送入洞房。瑶瑶，台阶；瑶瑶，门槛。撒喜帐，揭盖头，喝景酒，夫妻结发。一对新人在洞房，夫妻齐眉上新床，麒麟投胎生贵子，继福喜得状元郎。三少爷、三少奶奶大喜，祝三少爷、三少奶奶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下去领赏吃酒吧。是。
瑶瑶真好看。你不去陪宾客吗？有大哥二哥在，我只管陪着我的瑶瑶。瑶瑶真香。我饿了。怪我忘了你还未用晚膳。我用好了。吃饭菜不合胃口，怎么吃这么少？晚上要少食，不然会发胖。多吃些，我怕你待会儿吃不消。流氓！对自己夫人，这怎么是流氓呢？我要输血，你先去外间。夫人，你是不是忘了今晚是咱们的洞房花烛夜啊？好了，不逗你了，你先洗吧。你！夫人，这浴桶够大，咱们一起鸳鸯共浴。洗怀中。叫夫君。坏人，骗子！你还来啊？爹，您怎么这么晚？梨儿，快回房睡吧，爹有公务处理。你不用瞒着女儿了，是南疆是不是？密探来报，南疆的小皇帝不知所踪。南疆现在被四王爷梁少把持着，这梁少野心勃勃，纠集了大军，开始小打小闹的试探了。为父作为户部尚书，掌管着天齐财政，正筹集钱款，准备粮草。女儿听说梁少此人心狠手辣，两国交兵，平民百姓最是无辜。梨儿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皇上会出兵吗？就算出兵，也得是1、2月后了。你要出征吗？太子皇兄是未来储君，三皇兄不爱打打杀杀，我是最合适的人选。百姓需要你，你尽管去。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等天黑，这水雍城便是一座死城了。真是冷血，那可是天齐子民呢。世子，下命令的是你。都大军压境了，君莫还想成亲？做梦吧！皇上，请立即出兵，晚了下一个说不定就轮到兰安了。儿臣请战，臣为西勇请战。启逵请战。好，魏国公武阳侯景王。儿臣在。父皇，儿臣也请命。你是国之储君，何况你刚为人父，还是坐镇后方为好。那让小姬大人去吧，他对排兵布阵很在行。那就命魏国公为主帅，武阳侯为副帅，景王与季怀燕为左右先锋，带领30万大军，明日开拔，前往水雍城迎战南疆。儿臣领命。领命。小姐，您来了。大军明日开拔的事，你也听说了吧？慕白听说了，小姐前几日交代的事，慕白也已吩咐下去了。价钱咱们可以加一些，但速度要快。好的，小姐。小姐，你前几日列的那个药单，我已经在准备了，最多再过几日就能全部收购好。再加些风寒的药，可以去商行收。好的，小姐。图我百姓者，当如何？杀！好，那朕就等众将士凯旋，来同朕一起干了这碗壮行酒。开拔！靖王殿下，原本再过几日就是您大婚，现在却要奔赴战场，感想如何？感想，那就是不摘了梁韶父子狗头，本王这口恶气难消。舍了子言，南疆可要享先了。怎的不见表妹来送行？本王与她说好了，分离滋味不好受，不必送行。英雄所见略同，都来了，是两个不守信用的。就算要赶路，也不差这一时半刻的。去让那两个丫头放心，我们先走，你们随后赶来便是。可怜我没人来送行啊！你也知道自己没人送行啊？怎么不走了？这是不是说好不来吗？想着不来的，鬼使神差的起了个大早。傻气，梨儿，很快的。子言，我舍不得，但又不得不舍得。梨儿，我会抽空给你写信的。战场凶险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舅舅和表哥也让他们万万小心。放心，舅舅和袁林我会看着，再让我抱一会儿。柔儿，你就在家绣嫁衣，嫁衣绣好，我就回来了。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我肯定全虚全伪的回来。梨儿和柔儿来了。表姐，你这是？不就是晚了一下，他们大惊小怪的。要不是我脚这样，今日我肯定会去城门送我爹和我哥的。舅舅和表哥不会怪你的。表姐，婚后的日子如何？公公婆婆很开明，没让我晨昏定省立规矩。柔儿，你现在完全不用担心，咱们婆婆真的很好。梨儿，景王殿下出征，你说在家无聊都来找我玩啊。行军打仗避免不了流血牺牲，可眼下药材青黄不接，所以我还要大量收购药材，好及时送到水雍城。还需要什么？送我一份。若用得上我的，你只管说，若有需要，我肯定会开口的。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南安城虽然有蓝大将军守着，但他也不过10万大军，南疆却有35万之多，坚持不了多久。所以我认为可以分成2波走，让骑兵先，粮草带一部分，随后大军跟上。那就我们几个小辈带着3万骑兵和神机营先行。咱们骑兵数量少，但也只能这样了。
能快一刻是一刻。好，就由你们先行一步。蓝大将军驻守南面13州县，还从来没有出过岔子。水雍城的事怨不着蓝大将军，13州地域广，等他赶来，能护住蓝安就不错了。想必这位就是景王殿下了。正是。你就是景王，那个18变大败北燕的景王。我是兰花年，这是我二姐蓝烟。你们比想象中来得快，我们已经守城快10日了。南疆每日会发起2到3次进攻，咱们原本有10万人，现在已不足7万，伤亡惨重。那对方损失了多少？蓝安地势好，易守难攻，咱们虽然损失了3万多将士，可对方却死了5万不止。不知魏国公和武阳侯他们什么时候能到？最多不过3、5日。这位是魏国公之子魏元龄，武阳侯长子季怀燕，见过景殿下。都坐吧，各位都是天齐好儿郎，打赢了这一场仗，为水雍城的百姓报了仇，本王定会为各位请功。后面还有20万大军正在日夜兼程的赶来，这几日咱们一定要守住。让骑兵营和神机营休息好，今晚咱们就夜袭敌方军营。要不等明日吧，他们长途跋涉，难免体力跟不上。不，打的就是时间差，信息差，休息半日够了，趁着敌方还不知道我们提前到，就今晚。不错，你们连日来都是只守不攻，偷袭有奇效，今晚我也去，最好趁着梁玄庭在睡梦中就割了他们的脑袋。若真那么好割，这仗就轻松了。母妃，让我去吧。你傻了，你去了北燕就回不来了。可是女儿不去，就得皇姐去。你知道皇姐的心上人是死在4年前与北燕的那一场战斗中的，皇姐恨死北燕的人了。不行，北燕人野蛮凶悍，你去了肯定被啃得骨头都不剩了。平阳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去北燕。母妃，你怎么就不明白？两国联姻是关乎2个国家的大事，皇姐去了那不是联姻，是结仇。这事没得商量，母妃等会儿去看你父皇，探探口风，参见皇上。你是想问北燕求亲一事吧？那臣妾也不拐弯抹角了。皇上想让哪位公主嫁过去？北燕使臣指名道姓的要让平阳嫁过去，还是以北燕太子妃之位来聘的。也许平阳的缘分正是北燕太子也说不定呢。你出去吧，朕要批折子了。要不是天齐正在打仗，实在没有精力应付北燕，他也不会把平阳嫁过去的。平阳多恨北燕人，他是知道的。平阳参见父皇。父皇是在为北燕使臣求亲一事烦心，就让女儿去吧。儿臣身为皇室公主，就有责任保护国家子民。他若不去，就得皇妹去了。他这一生已经不抱希望了，去北燕就去北燕吧。朕会多给你派些亲卫军去北燕，绝不会让你在北燕受委屈。婚期定了吗？就在下月，再过10来日就要动身了。朕会派你3皇兄送你去。咱们手里现在只有10万兵力，而对方起码有30万之多，且对方装备精良，咱们不能硬碰硬。这里是1县辖，可以埋伏一部分人，人不用过多。这里只要是迷惑对方，让他以为咱们只有这一个埋伏点。难道还有其他设伏点？你看这里地势平缓，他们肯定会掉以轻心，此地设伏最合适。蓝将军，请您连夜派人挖一条宽壑，宽度至少在3丈，越深越好。等咱们今晚偷袭过后，对方明日肯定会反扑，所以咱们动作要快。我这就让一队人去挖。敌袭，天齐偷袭，防御。世子，是天齐的景王。怕什么？既然他敢来，今夜就把他的命留在这里。见朕。世子，咱们人多会误伤，只要能拿下君莫，误伤算什么？梁玄庭，你屠我一城，我定取你狗头。等着，撤！拦住他，给本世子拦住他！世子，不要去，危险！明日一早攻城。是，痛快，太痛快了！确实痛快。怎么样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这前后还不到1个时辰。爹，就是这1个时辰。近2万敌军都命丧于咱们刀下。2万！南疆这次吃了这么大的亏，明日还有场硬仗，等着就是他来。我迫不及待的想看看明日战况了。景王殿下说的，我都连夜安排下去了。那坑里全是剑道，只要人掉下去，肯定血肉模糊。如此便好。峡谷那里我会带着末卫去，把敌方引到这条深壑里去。不行，你不能去，我去吧。必须是我。你们先下去休息一下，明日还有一场恶战。小婷啊，你也不用着急，这狼安城迟早会攻下来的。咱们这马匹，这武器可不是天齐能比的。不取君莫性命，我誓不罢休。天齐的景王可没那么简单。4年前天齐与北燕一战，他那时不过18，便以10万人打得北燕签下和书，咱们还是小心些为好。王将军不要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来了，紫燕，可以开始了。放！是君莫，抓住天齐景王，封侯拜将，赏万金。想逃，给我追！君莫，停下，撤！让人把这个坑填上吧。真是可惜了这么好的马匹了。我这就让人填上。你不害怕啊？我12岁便跟着爹驻守边城，见多了。
咱们此次损失多少人？近5万人。你不必幸灾乐祸，你不也被君莫逼得像见不得光的老鼠一般？我说了，和君莫打仗就不能用正常的法子，咱们可以这样。天齐共33万大军，而南疆还有22万左右。南疆虽然人数不多，但胜在装备精良，骑兵多。难道我们只能等他们攻城，就这么耗着吗？要是硬碰硬，伤亡太大。没办法，4年前才与北燕打了仗，能凑足粮草已是不容易了。爹，咱们的伤药已经快没了，还能用多久？最多不过2日。你去让军医今日下午跟着我上山，去山上采药。眼看天马上就要下雨了，实在太危险了，危险也要去。难道要老夫看着自己的兵等死？参见王爷。墨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可是离儿出了什么事？王爷别急，是王妃命我送药才来了。王妃估摸着你们的药大概也快要用完了，便让我快马加鞭的送了一批来。下一批药材庄子上正在准备收割晾晒。这药很齐全，这下好了，有药了，有药了，是长宁郡主送来的。长宁郡主真是活菩萨。莫卫运回了一批兵器和上万匹粮驹，真正是骁勇有如此，风入四蹄青。好马，以后你就跟着我了，看你通体都是红毛，就叫小红吧。原来你会笑啊，我说错话了？看来他不喜欢小红这个名字。小红多好听，就叫小红，魏小红。长宁郡主真不愧是奇女子啊，一出手就这么大手笔。那是，我表妹若是男儿身，只怕要名垂青史。走，小红，我再带着你。不对，是你带着我兜一圈。你不在我身边，却又无处不在。平阳拜别父皇，儿臣此去，不知何时才能再得见父皇慈颜，万望父皇珍重。平阳，你也要多保重啊！恭送平阳公主殿下。燕离，我就要出嫁了，你会不会怪我？君侧，居然是你送皇嫂来，走，我先送你们去驿馆，晚上宫里有晚宴，为你们接风洗尘。公主，这是北燕使臣派过来的婢女，你们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刘云，她叫素月，我们都是出自太子府。公主，在大婚前你不能揭下面纱，这不合规矩。要是太子殿下知道了，皇兄让你来教规矩的。回妻公主，太子殿下是怕未来太子妃对北燕不熟悉，才派奴婢们来的。这就对了，你滚回宫里去，也不要出现在皇兄宫里了，就去私膳房，别脏了皇嫂的眼。皇嫂，你累了吧？快回房休息吧。谢谢。皇嫂是不是不喜欢我？没有，菲儿表面清冷，实则是个很善良的姑娘。远嫁北燕，往后举目无亲，望你多帮衬着一些。你就放心吧，她没能为心爱之人穿上嫁衣，却为了杀死他的敌国太子穿了，这便是东宫了，这便是困住他后半生的牢笼了。是你，三妹，别来无恙。你早就知道我是女儿身？不错，本宫从一开始就知道你是女扮男装。那严离？严离的是很遗憾，但立场不同。好了，菲儿，这可是咱们新婚之夜，就不要提他了。不要过来，你不配严离那一声大哥。叶灵就是个无能之人，被俘后一用刑就全着了。你胡说，他都不在了，你还抹黑他，你滚！滚！你是来和亲的。我去书房睡。你是让我沦为全北燕的笑话吗？那我睡地上，别哭了。自从几年前他在天齐遇到了他之后，他的一颗心就落在了天齐。如果不是他，就算君莫再厉害，也不能那么快的结束战乱啊！你还会支援天齐吗？他真把自己当作交换了，他是真的想娶她。你放心吧，本宫会遵守承诺。菲儿，你一定要保重，有事就给三哥写信。三哥，你也要保重。太子殿下，我把我妹妹就交给你了，希望你不要让她受委屈。放心吧，回去吧，保重。金策，我要睡你房间。完颜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父皇母后不准我离开北燕，我就只能混进你的队伍里啦。舒坦，你不知道，我都2晚上没睡了，实在撑不住了。你可别想送我回去啊，都离京城这么远了。算了，明日再派人把她送回去吧。不好了，大帅，出事了！军中很多马匹不知为何没经打载，还有好几匹已经倒地不起了。将军，出事了！军营里有很多士兵都上吐下泻，战马和士兵都出事，这事绝不是偶然。水源，走，怎么样？他们的下毒点在哪？不出意外的话，投毒点便是我们取水点上游1里处。元灵带人在此处埋伏好，天黑时咱们给他来个瓮中捉鳖。好，我也去吧，我对这里地形熟悉。若能在投毒者身上找到没稀释过的毒，相信能节省不少时间。那我们现在就去。怎么还没来？是不是今天不会来了？别说话，还有好几个时辰，你要不要靠着我睡会儿？我看着就好。不用，他竟然睡得着。上，拦住他们，抢劫药瓶。接住！魏元灵，你出来！你是傻子吗？不会水还要去抢药瓶？你出来！我在这儿。
哎，你生气了？别生气了吧。哎，我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这丫头怎么了？我开了个玩笑，她生气了。没事，我等会儿去给她道个歉。可以啊，你居然能把蓝姑娘惹生气，别说风凉话了，这次玩笑开大了。爹，圣上这么急喊你入宫，有什么事吗？北燕支援的马匹数量庞大，每日消耗巨大，皇上命我等调集粮草送去前线。现在天启能拿出多少粮草？最多还能坚持半月了。女儿这里也凑一些，明日女儿就去安排。木板，这些全用来购买粮草。小姐，全换成粮草吗？是，全换，而且速度要快。小姐放心吧，只要有银子就好说。咱们的商队已经遍布天启，我这就让商队在周围小国收购粮草。东家小姐，这些佃户要见您。小姐，我们才知道这些药材是要送到前线的，所以我们大家准备不要工钱了。对，我们虽然没什么文化，但也知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的道理。你们放心，等过了这个难关，你们的工钱我会一分不少的给你们。参见郡主，郡主看看这个，这是土地雷的制作方法，这东西要是制作出来，咱们肯定能赢。还有啊，我只知道需要这些东西，但是不知道比例，这玩意儿可比你们这里的炸药好使。好，这真能做出来，你也算立大功了。做出来了也是你的功劳，我这也没记全。长宁郡主，我有点子，你呢心思细腻，咱们以后合作，说不定能天下无敌。先别无敌了，你的点子都是难题。郡主，您找我。表姐夫，你看，芒硝、硫磺、草木灰，这不是烟花的配方吗？麻如、淀粉、竹如、秒炼丹，这是我偶然得到的一个方子，说按照一定配比，能制作出威力强大的东西，叫土地雷。这玩意儿威力大，你莫不是让人给诓了？虽然不知道这东西是不是最后能像你说的那么厉害，但你找我是找对人了。我擅长机关，而我二哥在军机处，他对这些毁坏力强的东西很有研究，我带你去找他。二哥，这里。参见长宁郡主。二哥，我们有点事需要请教你。给季二公子添麻烦了。不会，这配方郡主从何处得来？季二公子可能制得出来。可以一试，只是这上面所言，这炼制要求火候严苛，这需要一个炼丹之人才能把握。这个人我去找，咱们尽快开始研制。我这就去准备所需要的东西。制造如此杀气，我本不应该插手，但南疆残暴，屠我一城，所以我答应了。你们真的能研制成功，真是太好了。你这单子上虽然没配比，但配方详细，不知郡主是从何处得来？他肯定得去拜访此人，说不定还能制造出更厉害的东西。方子是于大人的千金于半夏给的。于半夏，郡主批量做出来倒是可以，但陶罐太重了。咱们可以加入一些药粉在里面，一旦这东西爆炸，药粉可以四处飘散，这样就可以少做些火球。可以一试，到时候火球和毒烟球各做一些。毒粉我明日送来，你们先做火球。没问题。再这样下去啊，不出3日，城就守不住了。殿下，我对毒不是很拿手。几日前，我已修书回京，希望灵儿知道这是何毒，咱们得放出消息去，在民间找制毒高手。这是个法子，反正南疆已经知道咱们这边的情况了，也不需要藏着掖着。贴出告示，重金悬赏。报，三皇子来了，带了几万马匹和兵器。三皇兄，七皇帝，为兄给你们送好东西来了。你带来的这些马匹应该能撑一阵。北燕七公主是我，她悄悄混进了我的队伍里，我没发现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咱们轻敌了，差点吃了大亏。你们不是说前几日他们还没多少兵马吗？今日马就多起来了，难道是他们找到解药了？这药是我南疆秘药，谁人能解？你们忘了天启有个神医？你是说苏黎？他来兰安了？这苏黎是何人？君莫的未婚妻，不过以后就难说了。咱们把人抓来，这样君莫有了忌惮，咱们胜算就大了。正有此意。世子，人就在里面。梁玄庭，你不准碰他。哼，君回，你忘了自己的处境了。梁玄庭要碰我，而君回不准。天哪，好复杂！君侧救命啊！你要看着我们颠鸾倒凤，那边看吧。好变态啊！你离本公主远些。北燕七公主，就是你姑奶奶我梁玄庭，没想到你竟敢将我掳来。你怎么在天齐军营？我在哪里要你管？我劝你赶紧将我放了，若不然看我父皇不踏平你南疆。世子，属下该死，天齐军营里除了蓝沧海的女儿，就只有这一个女子，所以属下就将她掳来了。滚下去领罚。三哥，你别急，我已经派人去找了，我亲自带人去查。墨云，还有多久？小姐，最快也还要2日才能到。小姐，前面有个破庙，咱们今晚就在这儿落脚吧。夜里都给老子老实点，要是起歪心思逃跑，老子手中的鞭子可不认人。嚯，今日这破庙够热闹的。师傅，丫头，你怎么喊师傅？
我不收徒了，打死你个小兔崽子，敢逃跑！这个奴隶多少钱？我买了。10两银子啊，不，5两银子，这人就归您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念。还真是爱管闲事。丫头，不要再往前走了，那边在打仗呢。我就是要去兰安。巧了，我也要去兰安。那咱们可以结伴而行了。师傅，我说前世你就是我师傅，你相信吗？你这话自己信吗？师傅啊，这可是实话啊！师傅，你以前是云游四海的道人，在尽而立之年，为了心中所爱，才开始钻习医术。师傅最喜欢的茶是云雾毛尖。师傅在天齐云水城的玉露山脚有一木屋。好了，别说了。师傅，废话多。报，又有2人中毒死亡。殿下，请把我们的骨灰撒在水雍城外，我们要看着天齐的变成。主子，王妃来了，我表妹来了，这下那些中毒的人马有救了。总算到了。离儿，我在。离儿，我在，紫妍。这是小念，是我在路上救的。离儿，你怎么来了？紫妍来信说军营里的战马和士兵中毒了，我便匆匆赶来了，希望来得及。来得及。我说你这丫头有了心上人，连师傅都不要了。这位是？这是我的师父明阳真人。师父，真的是师父啊！没想到徒儿在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活着的师父啊！你这是在咒为师？徒儿见着你太高兴了。师兄，那些士兵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不太好，我用药吊着他们的命。我去看看。你赶路也累了，好好休息一晚，明日再去吧。离儿，我好想你。你瘦了。你也是，要是没有这场战争，咱们已经成婚了。咱们打完这场仗就会去大婚。你来了，那毒就不是难题了。我此次来可不止来解毒的，我可是带来了个制胜法宝。什么法宝？秘密。明日带你去亲自看看。离儿，听说南疆的皇帝梁成念是个11、12岁的少年，在前几月便失踪了。小念就是梁成念。没想到我的离儿顺手一捡，便捡了个南疆皇帝。不说他了。什？紫妍，离儿，手下的柔逆触觉让他差点失控了，还好最后一刻清醒了过来。睡吧。你不回房吗？等你睡着了再回房。怎么样，有头绪了吗？这毒成分确实很复杂，我先试着配解药。好，你需要什么就同我说。好，对了，昨日不是说我带了至上法宝吗？这就是那法宝。这是什么？我找基尔公子和吴曦制作出了这东西，这小小一个可以炸毁数十人。你再看那边那些，那叫毒烟球，炸开后毒粉可以飘散出方圆数十里，可惜时间太赶，只有这么一些。够了，只要用得好，能出奇效。丫头，我前世是怎么死的？徒儿离世时，师父还健在。什么？你死得很早？是。害你的人是谁？都已经死了，只剩一个军徽。叛变南疆那个皇子。好啊，这就好办了。听说长宁郡主来了，我回来看看。三殿下，您这是？我这几日在外找人，你们这边怎么样了？才给一匹中毒的马吃下解药，需要再观察几日。这就好。七弟，完颜雪可能在南疆军营里，他们抓完颜雪做什么？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，我都要去把人救出来。南疆不是会下毒吗？咱们也会。算我一个。那个投靠南疆的叛徒交给我。师傅愿意加入，那咱们就多一层保障。快来人啊，给本公主把梁仙挺喊来，不然姑奶奶就不吃东西，饿死了让我父皇的铁骑踏破你们南疆。你要闹什么？把这茶给我换成蒙顶甘露，我还要荷花羹。这是军营，哪里去找什么荷花羹？自己出去找。我不，君侧也真是，我都不见了这么久了，他还没找来，他到底找没找啊？别打，我这黄羊。嘿，咱们要办就办个大官，快穿上啊，这样你就可以去找七公主，就没人敢拦着你了。完颜雪，醒醒！朵朵别闹，我要睡觉啊！放开！我放开你，你不要喊。梁玄庭，你个卑鄙小人，白日里还装的一副人模狗样的，晚上就本性全露了。完颜雪，你往哪里踢啊？这声音，君侧，是我。君侧，你总算来了。你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过的吗？那个，咱们快走吧。朵朵是谁？是我母后养的一只波斯猫啊。你怎么知道朵朵的？这世子和北燕公主是什么情况啊？八成是去看月亮的吧。世子，您不是和公主一起去看月亮了吗？怎么在这儿？什么看月亮？不好，有人偷袭粮仓。走，世子别过去，那烟里有毒，靠近的士兵都死了。咱们还剩多少人？
还剩15万。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像是炸药。不可能，那么大的动静，至少得要几千斤炸药。他们若早有这么多，怎么会装了这么久的缩头乌龟？小婷，咱们的粮草都被毁了，撤军吧。不行，我们粮草没有，那就去兰安抢。天启的士兵不是中毒了吗？我不信我打不过他。让将士们休整好，咱们今日就攻下兰安。你们看到军回了吗？怎么从昨夜开始就没看见这个人？是不是昨夜趁乱逃了？先不管他了，通知下去，1个时辰后出发攻城。不报此仇，我梁玄庭不甘心。你们要放我回南疆？是，咱们天齐向来仁善，也佩服王将军你这样铁铮铮的汉子，一生戎马，实乃英雄人物，可惜跟错了人。你这是想招降本将军？我王遂是不会背叛南疆的。我知道，正是老将军您这样的傲骨让我佩服，所以才放您回去。王将军后会有期。靖王后会有期。天齐把王遂放了。放了？而且看起来没吃什么苦。这太奇怪了。去把王遂一家请来王府做客。是。王爷，王遂在府外求见。请进来。参见四王爷。臣有罪，臣一错是让10几万将士埋骨天齐，2错是没保护好世子，3错还失手背弃，臣任凭王爷处置，绝无怨言。只求看在臣忠心耿耿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不要累及家人。既然你如此说了，那本王怎能不允呢？来人，先把王大将军请下去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是。我先带一队人前进宁都，魏国公和武阳侯带着大军慢慢南上，等我消息。我也去，也好有个照应。我也要去。好，那就这样决定了。我们4人先带这一队人上宁都，魏国公、武阳侯、袁陵、怀燕，你们4人把军队分散，各带领一队，后在宁都外等我们消息。没问题。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。那咱们宁都见。宁都见。还以为是我们冤枉了他，没想到他前脚回来，天齐后脚就跟着来了，这还不是叛国，也只能让傅野成带着兵赶回来了。现在南疆的皇帝还是他的外甥，他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南疆被天齐占领。梁成念有消息了吗？必须尽快斩草除根。放心吧。小念，等会儿进了城，咱们就是一家3口，你就得喊我娘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客官，里面请。夫人，咱们回房梳洗。这一个床，咱们要怎么睡啊？咱们是夫妻，自然是要睡一处。衣裳在这儿，快去梳洗吧。你先去外间。好。今晚就要行动吗？此事拖不得，咱们今晚就去。先睡一觉吧，等夜深些，咱们再出发。睡吧，等会儿我喊你。谁？王大将军，别来无恙。靖王，你居然敢来这里？本王此次前来，只是要救您和您家人。你什么意思？看来王将军还不知道，您现在已经是背着通敌叛国的罪名。您觉得自己认罪就能保下家人？王爷答应我，放过我家人。咱们来之前已经去过您的府邸了，您一家人此时正在王府地牢，令慈今年已经年近古稀，您的小孙子今年不过3岁，您不为他们想想吗？你别说了，本将军至死不会背叛南疆，今日我就当你们没来过，你们走吧。王将军，你口口声声不会背叛南疆，可南疆的皇帝并不是梁少。圣上失踪这么久，只怕早就……我听说南疆先帝后对梁少这个四弟很好，最后他们都落得什么下场？你这意思是，当今圣上也是他下的手？王将军以为我们为何会不费吹灰之力破了9空城？圣上在你们手上。王将军虽然被关在此处，但以您的能力，想要查什么肯定有自己的门路。您可以去查探查探您的家人身在何处，再查探查探你们的小皇帝到底为什么失踪。想通了，就让人递个口信到东街的糕点铺子，今夜叨扰了。你说王遂会想通吗？会。若我们今天没去，他可能会认命的为他救主尽忠，但我们今日去了，他就有了选择。今晚多亏离儿了，若是没有你，还不知道王遂要坚持到什么时候。现在看来，最多不过3日。那咱们就要在这里待上3日。估计再过1、2日，傅业成也要到宁城了。咱们要赶在他进城之前，让梁成念与他见上一面。安全吗？那小子不会有事的。三哥，如何？按照他们行军的速度，明日一早就会到宁都。那今晚我们就得出城一趟，你怎么安排的？放心吧，末位中有会缩骨功的，先让黄杨将其易容成梁成念，试探试探傅业成是不是可靠之人。等确定后，再让梁成念现身。谁？小念？舅舅，
是我。你是何人？你只需要知道是我救了你的外甥便好。小念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在边城听说你失踪了，一直暗地里派人找你。舅舅，是梁韶害我。舅舅本以为守着兵权就是你最大的依仗，没想到何方小鬼竟敢冒充我南疆皇上！副将军此次回来是为了找失踪的外甥，是又如何？你要找的人在我手中。是你抓了小念？不是抓，是救。因为小皇帝知道了自己父母真实的死因，梁韶要灭口。我要见小念，跟我去军营外就可以见他。好，舅舅。小念，你受苦了，舅舅对不起你。小念很好。你怎么与他们在一起？我被梁韶追杀，一路逃到天齐边城，是姐姐救了我。他们说你是因为知道了你父皇母后的真正死因，才被梁韶追杀，是真的吗？舅舅，是真的，你不信就去问王岁。王岁，他不是叛国了吗？王岁没有叛国，那9空的布防图是我给的。咱们现在共同的敌人是梁韶父子。这次我回来就是梁韶的死期。南疆朝臣超过一半都是梁韶的人，你要对付他还是需要花点力气的。王岁以前可是梁韶的心腹，若有他站出来指证梁韶，说出当年先帝后的死因，你与王岁不但不会背负骂名，还会是拨乱反正的有功之臣。我会让你与王岁见上一面。你这么帮我们图什么？梁韶父子，一个发兵扰我天齐，一个下令屠我一城，这笔血债我不说让南疆的一城百姓来还，但这2人的性命我肯定是要的。你是谁？君莫。你就是天齐的景王？是我。好，本将军听你安排。将军有何吩咐？明日一早，你去东街的糕点铺子，告诉那个掌柜，我要见他主子。是。梁韶，既然你不仁，休怪我不义。主子，东街有消息了。看来王岁想通了，他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查清楚四王府里有他的人。当然，他毕竟跟着梁韶几十年，暗中没点势力，也不可能有如此地位。看来抓梁韶父子，王岁和傅业成就可成事。我们的人都用不上了。丽儿，这场仗很快就要结束了，等拿了梁家父子人头，祭了水雍城百姓，咱们就回京成亲。出来这么久，我真想我爹娘和鱼哥了。快了。你来了，傅业成。王将军，我听小念说，先帝后的死是梁韶下的手，是不是？是梁韶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皇上已失踪多日，我看四皇兄应该择吉日登基。副将军，谁准你带兵器进来的？你是想造反吗？到底是谁要造反？梁韶，你做的那些事我都知道了，现在就想坐上那个位置，你想得美。明明是你想谋夺我梁家江山，还敢污蔑我四哥。梁伟与自己嫂子苟且，还生出梁玄庭这个杂种。梁韶，你真是天下最大的王八。四哥，你别听他胡说。请皇上。皇上回来了。梁韶父子罪大恶极，将梁韶推出去，就地斩首示众。成王败寇，既然落在你手上，你要怎么做随你。只是本王要死也要当个明白鬼。你老实告诉我，梁玄庭到底是不是你的？是，小婷是我的孩子。这里没我们的事了，咱们先回客栈吧。七弟，我把梁玄庭先关着，等咱们回水雍城再取他性命。我这就写信告知魏国公他们，让他们先回兰安。还以为到宁都有一场恶战，没想到这样简单就抓了罪魁祸首。不止啊，你们救了南疆小皇帝，还帮他平乱，这以后天齐有难，南疆还不得鼎力相助啊？姐姐，皇上，你怎么出宫了？你这样太危险了。姐姐，你还是喊我小念吧，我在姐姐面前只是小念，我不是独自出宫的。舅舅在楼下与景王说话，我们打算明日就离开南疆回天齐了，你要保重。姐姐，这枚令牌你收好，有了它，你到南疆任何一处都没人敢拦着你。好，小念，你一定要做个好皇帝。姐姐放心，小念不会让你失望的，这是给咱们三弟的。这如何使得？这是有封号的亲王玉呀！姐姐务必收下，你不是说把我当亲弟吗？那于哥便是小念的亲弟，顺理成章便是亲王，这是小念的一点心意。大恩不言谢，一切尽在酒中。金策，你把我酒换了？你酒品太差，这只是果子酒，哪能喝醉？怎么不能？上次不喝就不喝。三哥，看来你们好事将近了，七弟想多了。哼，我父皇是舍不得我嫁去别国的。离儿，子言，事情办好了，都安排妥帖了，明日咱们就可启程。方才我进门时见你眉头紧锁，是有什么事吗？子言，你的药引一直没消息，我担心你的寒毒。没事的，等这事儿忙完，我亲自去一趟西沉。我也去。好，我们一起去。是回天齐就去吗？好，都听离儿的，回去就去。小念，快回去吧。姐姐保重，景王及各位大恩，朕铭记于心。日后若需用得着朕和南疆的，尽管开口。保重，保重，一路顺风。再会。走吧。厉害啊，不费一兵一卒就拿了梁韶的人头，还活捉了梁维和梁玄庭。这还是多亏离儿沿路捡来一个南疆小皇帝，要不然还真有一场硬仗。这次大胜，你们二人功不可没，把梁韶人头悬在水雍城，明日午时当众凌迟
梁伟与梁玄庭。 53刻已到，处以凌迟之刑。丽儿，行，没什么好看的，咱们先回去。师傅，你们去哪里了？还不是你师兄固然想学毒，现在学虽也不晚，但也要费些心力，且这样纸上谈兵可学不好毒，所以老夫决定带着他一起去外面看看。师傅和师兄要离开，要我说留一封信就可以了，这榆木脑袋偏要说当面辞行，我就说不用来这一趟吧。你看，丫头，你放心，等你大婚，我和你师兄会赶来喝喜酒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何时大婚呢？师傅，我们的婚期在腊月，在这之前，我们还要去一趟西沉。是因为千层霜这玩意儿只听说过，谁也没见过，有点难度。有难度也必须得到。明日我们也差不多启程了，我也随你们一道回去。水庸城的事，我应当向圣上当面请罪。要不你随爹一道回京吧。好，大姐生下孩子我还不曾见过，你们京城的小孩子都喜欢什么？就是不错，我们就要这几样，怎么卖？1套3两银子。3两？你怎么不去抢？500万？那怎么行？400万？你这300万不卖我们就走了。罢了，今日算是碰上对手了，300文就300文吧，拿去。没想到你还会砍价，我以为你们京城贵公子都是挥金如土的。我家跟别家不同，给我们的零用不多，就是这般我也能攒下钱，只是攒下的钱被魏元瑶那家伙一锅端了。还好我表妹的今朝最赚了钱，每年年底会有分红，要不然我真是穷了。今日多谢你了，小事一桩。我就不回京了，一回去父皇和母妃就逼着选妃成亲。三哥，你也该成家了，不怪父皇和贤妃娘娘催你。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七弟吗？以前你说的可比我坚定啊，那时是还没遇见对的人。三哥，珍惜眼前人，可别让自己后悔。你这是遇见长宁郡主后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好了，我先走一步，再会。这金策，你慢点，等等我。蓝燕，要不要让你的马与我的小红比比？去吧，你们年轻人在一处自在。正是，我看你们能成儿女亲家。年轻真好啊！师傅，您不是要教我学毒吗？为什么一直往西边跑啊？我看你是想帮景王和师妹找千层霜。也不知那个疯子这么多年是不是还没有变？西沉在他的治理下，是不是变得更加不堪了？师傅，做什么？一下凑这么近？你为景王治病多年，都没把人治好。你说你该不该出一份力？自然是该的。那就行，废话那么多还不跟上？到了西沉，你可不准到处跑，要跟进为师，知道吗？一直都是您在到处跑。走了。整整2月了，也不知柔儿的嫁衣修好了没有？大哥，你几天没洗澡了？你这样子哪里像个成家的了，一点不稳重。你倒是成熟了，胡子拉碴的，要是未来嫂子看到，只怕要嫌弃。没大没小，平安归来便好。娘，午膳我不在家用了。好，是该去给你去伯母报个平安了。去吧。柔儿，你回来了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不是在做梦，我真的回来了，我回来娶你了。柔儿，我好想你，你想不想我？想，很想很想。柔儿，我在兰安得到一件宝贝，你看，真好看，我很喜欢，谢谢。那谢点实际的。你放开我，像什么样子？咱们是未婚夫妻。再等等吧。小姐，夫人备了膳，请小姐和季公子过去用膳了。你们的婚期还有几月？等你出嫁，娘就离京回你外祖家了。娘，伯母，柔儿会舍不得您的。我已经把武阳侯府相邻的那座宅子买下来了，现在正在修整，到时候在墙上开道门，就可与武阳侯府相通。等咱们成亲后，伯母与我们住那里。娘，咱们永远都不用分开了。是，不用分开了。等你们成亲后，娘还可以帮你们看看孩子，真好。娘，你说什么呢？这有什么害羞的？你这丫头比娘还古板。小姐回来了，小姐回来了。娘，女儿平安归来了。你这丫头一走就是2月，这是要急死我和你爹。子言见过伯母，是子言让梨儿受苦了，好像黑了点儿，看着就更精神了。小姐，3个丫头2月不见，远发标致了。我给你们也带了礼物，让人搬回院子里来，你们帮我规制一下。是。主子，宫里来信，今晚宫宴为大军接风洗尘，皇上命您务必出席，否则便不认我这个不孝子。是，我等会与你一同进宫。你们去。伯母放心，宫宴结束后，子言会护送梨儿回府。子言办事，伯母很放心。梨儿，你怎么瘦了？我却胖了，真羡慕。没看出来胖啊，倒是气色不错。你现在羡慕什么？反正你现在又不能见。表姐，你才1个月多点儿，只有武阳侯府和你们2个知道。月份尚浅，我还没回国公府报喜呢。你怎么看着好像还不开心啊？
都怪季怀周那厮，从知道我有孕，那人12个时辰都叮嘱我这不许那不许，这说明表姐夫在意你啊。才怪，他是在意这个孩子。柔儿，你快点嫁过来吧，娶姐姐的婚期还有几月呢？到时候你肚子只怕都好大了。你看梨儿，别说我了，你看看表姐夫都成往70了。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！皇上万岁！都起来吧！今日宫宴是为凯旋大军庆功，魏国公、武阳侯臣在。你2人治军有方，魏国公加封太子太保，赏黄金100两，卷100匹；武阳侯接管3万京城护城军，赏黄金100两，卷100匹。谢皇上！晋王君莫、东宫詹事季怀燕、先头军魏元龄上前听风。儿臣在。晋王君莫加任军机张京，东宫詹事季怀燕任长史。提先头军魏元龄任魏国公麾下参军。谢皇上。苏黎、蓝烟上前听风。臣女在。长宁郡主苏黎捐献粮草，解我天启燃眉之急在前，解其毒，救万千兵马在后。现加封长宁郡主苏黎1品郡主，魏同公主，赏黄金100两，卷100匹。蓝沧海之女蓝烟保家卫国，骁勇善战，实乃巾帼不让须眉，现封蓝烟为12州副尉。谢皇上。魏元尧、徐芷柔、于半夏上前听风。臣女在。朕听说你们3人在此次战事中捐了银子，比某些朝中大员还多。许小姐把自己的嫁妆都捐了，这可不行。封魏元尧为3品书人，赏徐芷柔黄金100两，嫁妆着力部准备。谢皇上。于半夏，朕听闻此次毒烟球的方子便是你提供的，朕特许你今后可自由出入兵部。是谁这么大嘴巴，把这事儿捅到皇上面前了？季淮南，臣在。把你放在军机处是屈才了，去兵部吧，任兵部侍郎一职位。谢皇上。于小姐，若不是季侍郎上报那方子是你的，你可就要被埋没了。望你2人携手，让咱们天齐兵力再上一层楼。原来是他。蓝大将军，12州确实太广，赶不及也可理解。你事后在南疆的战争中也立下大功，念在你护卫边城数10年，也算劳苦功高。那朕便从轻发落，命你先交出兵权，在京城静思几过半年，半年后再去兰安。这明面上收回了蓝沧海的兵权，但一开始又封了蓝烟为12州副尉，这兵权也还是在蓝家的。梨儿、柔儿，说好了明日来找我玩啊，可不许食言。知道了。郡主，曲小姐告辞了。柔儿，走吧，我送你回府。那我们先走了，去吧，明日见。梨儿，我们也走吧。有什么开心的事吗？既见佳人，云胡不喜？油嘴滑舌，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去西禅？才回京城，总要过几日。乐止君子，万寿无疆。此去西尘，路途遥遥，祸福未知。不辞青山，相随与共。太晚了，就不请你进去了，你也快回府吧。进去吧。路上小心。这是这2个月以来最舒服、最放松的时刻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才来，我在外间等你。子夜，对不起，我没控制住。丽儿，我明日就进宫拿白梨子，顺道与父皇重新定下婚期。再过3日，我们就出发去西尘，还有近4月时间，去一趟西尘应该够了。真那么简单？莫伟也不至于找了这么久也没千层霜的消息。若4个月都拿不到，也许真就没希望了。到时候梨儿会嫌弃我吗？不会，若真找不到，我会再想别的法子。你放心，就算最终你若像那些狗血花本子里写的那样，不愿拖累人，便狠心将人推远，你看我原不原谅你？梨儿这么好，本王可不愿意便宜了别人。小姐，这是这2个月的账目，请过目。慕白做事我放心，咱们的粮草收购多了，朝廷有意折成银子给咱们。朝廷羸弱，这笔银子我也没打算要，不过我打算让皇上御笔亲书个牌匾给咱们苏记。这个想法妙，那这件事便定了。小姐，慕白与墨画姑娘两情相悦，请小姐成全。慕白保证不会让墨画受一丝一毫的委屈，一辈子仅此一人。可你是富家公子，我只是个奴婢，你只管说心里有没有慕白，其他的不用你操心。可我不想离开小姐。我没有让你离开小姐，成亲后你还是可以在小姐身边，我们的院子离尚书府不远。单凭小姐做主。好，
本小姐就准了这门婚事。多谢小姐，小姐放心，慕白绝不会辜负墨画。明日我就去苏府下聘。墨画，恭喜你了！思琴和徐景大哥应当也快了，要不趁这个机会把你们都定下。支书，你喜欢谁啊？思琴和墨画都有着落了，你也上点心吧。小姐，若思琴姐姐和徐景大哥成亲了，那思琴姐姐肯定是要留在苏府的。小姐与殿下成亲了，我要跟着小姐去景王府照顾小姐。那好吧，咱们在景王府找一个。小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墨云和墨风是一对儿呢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小姐，你可别听支书瞎说。我这怎么是瞎说呢？是墨雨告诉我的。你和墨雨很熟？墨雨喜欢吃奴婢做的点心，一来二去就混熟了。这还没入秋就凉飕飕的。墨风哥哥，你要吃一块吗？你这么喜欢吃，迟早长成猪。怎么会？我还在长身体。这街上买的点心就是没有支书姑娘做的好吃。你和支书很熟？就是一起吃了几次点心。谁惹他了？你最近小心点。为什么？当了一段时间的咸鱼才知道，当咸鱼是真香啊！都怪季淮南。小姐，你去哪儿？去找人吵架啊？季侍郎，外面有位姓于的小姐气势汹汹的往这边来了。姓于的小姐？难道她又有好想法了？于小姐，季淮南，你说我与你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你为何在背后害我？害你？于小姐，这话从何说起？从你跟皇上说毒烟球的方子是我提供的时候说起，你就说是你自己研究出来的不就好了？在下怎敢贪功？这功劳本就是于小姐的。反正就是你的不对。既然于小姐说在下不对，那在下给于小姐赔罪了。和个呆子吵不起来。爹娘，恕女儿不孝，才回来又要离开了。你们的婚期定在腊月初3，也就还有3个月时间，你这又要去做什么？5年前与北燕一战中，子言中了寒毒，女儿给他施了针，暂时压制住了寒毒，但需要根治寒毒，还需2味药引子，一位是百里子，这个已经拿到了，还有一位便是千层霜。你们要去哪里找这个千层霜？极寒之地西沉。西沉善毒，看上什么东西直接便抢，斗毒是他们抢东西的最常见的手段。子皇没有子女，只有一个养女。西沉分为2派，一派是以子皇为首，主毒；一派是以月皇为首，主医。月皇失踪，现在这一派是西沉兰君公主为首。西沉以女子为尊，可像男子一般娶几个夫君，看上了谁也可以斗毒抢回家，所以此行必定艰难重重。爹，你怎么了解这么多啊？你爹作为尚书，自然要对别国有些了解。小姐，许公子上门来提亲了。小姐，慕白见过苏夫人。墨画以后就是我的义女了，等挑个日子行了收养礼，你们几个丫头便要喊我一声义母了。墨画多谢夫人。先把这些聘礼抬进库房，等墨画出嫁时再与嫁妆一起送去徐府。好。爹娘，回去吧，女儿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子言保证一定会照顾好梨儿的，有事就写信回来，必要之时该暴露身份就暴露身份。梨儿，没事的，我们很快就回来了。我只愿过着松花酿酒、春水煎茶的日子，可常常事与愿违。等咱们成亲，就像3皇兄一般，玉溪见明月，枕山间清风，阅尽世间美景，如何？此时情绪此时天，无事小神仙。咱们一间才能更好保护你。子言，梨儿，你知道到了西沉，若是没有成亲的男子，可是很危险的。所以咱们这次还是扮作夫妻，也自然要共住一间房。梨儿可要保护好本王，不要让别人把我抢走了。谁敢？谁也抢不走，我是梨儿的。梨儿，你看今日天气这么好，我总算明白诗中一轮顷刻上天衢，逐退群星与残月的意境了。不过只要是与子言在一起，便是最寻常的风景，也是微蕊生香，足够岁月缱绻。此生故短，得你便欢。主子，这是莫雷，是最早进西沉的末位。王妃，主子，咱们在城郊买了一座宅子，你们先去那里换上西沉的衣服，不然你们这身打扮一定会被抓的。主子，咱们在西沉快1年了，也没找到进雪莲山的路，只有西沉皇室才知道如何进入。咱们也试图接近西沉皇室，但都没成功。好你个风骚货！我一不在家，你就给老娘红杏出墙，看我回去不休了你！昨晚上去那清风馆，那里的小官可真是俊俏啊。对啊，姐妹，今晚还去吗？去呀！
才成亲2月，妻主还未有孕，婆婆就说我不能生养，要休了我。若真被休弃，我还怎么活啊？我家那个在外面怀了一个又一个回来，我也是有苦难言呐。你说咱们怎么就这么命苦啊？我要回去做饭了，等妻主回来没饭吃，又要大发雷霆了。少夫人莫惊讶，在西城靠的不是武力，而是毒术。这里的女子入学学的都是如何制毒，而男子却不被准许进入学堂。少文公主又重金悬赏了，也不知这次谁能胜出。他们这是去做什么？这少文公主的独女在半个月前得了个怪病，现在还昏迷不醒，所以少文公主张榜重金悬赏。快请公主出来，这是今日斗毒的赢家。大人稍等，既然参加了斗毒，那玉竹县主的事你们都听说了吧？走吧，去看看县主。这不是单纯的毒，是蛊毒。蛊毒？这蛊毒还需要找到下蛊之人。县主体内的是子蛊，需要母蛊才能引出体外。我会先施针，将这子蛊压下去，到时县主将会苏醒。只要县主靠近下蛊之人，县主会察觉的。不瞒神医，这蛊毒是我们皇室中的禁蛊，3日后便是子皇寿辰。那一日，皇室众人齐聚，到时对外宣称我儿还在昏睡。今日我就接我夫家那边的一个侄女进府，将玉竹易容成她就好。到时委屈你扮作丫鬟跟去。至于这位公子，妻主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那就委屈你扮作公主府的小厮，给公主添麻烦了。我家这个就是比较粘人。粘人好啊，看得出来你们2人感情甚笃。神医一大清早施针也累了，回房歇着吧。师父，你前些日子才闯了雪莲山，搅得西尘乌烟瘴气的。早知道你和西尘女皇有旧仇，说什么我也不让你来西尘呢。放开！珠儿，娘和你说的你可记住了？记住了，娘放心。你体内有异动就告诉娘，剩下的就交给娘。下蛊之人没在大殿中，到底是谁呢？贺大人是那人吗？那人是谁？是子皇的禁卫贺乔。那这么说，对县主下蛊的是子皇？我原本不想参与这些是非，10多年前的那场悲剧，我实在不忍心再经历一次。我很好奇，你怎么突然就想通了？这次对玉竹下毒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们那位好陛下。这些年是我太懦弱了。皇妹今日来的用意，我已经知晓了。皇妹回去等我消息吧，等我好生布局一番。师傅，你不是说你知道路的吗？咱们都差点丢了小命了。闭嘴！谁？小徒？您老这样来闯是很危险的。为师比你们了解去极寒之地的路线，咱们别处在这里，你们跟我来。你好似对西尘很了解啊，连密道都知道。这是一段往事了，要得到千层霜，没有皇室之人指路，你们很难找到。您难道是西尘的某位皇子？想什么呢？为师是天启人，不过你们师娘倒是与西尘皇室有关。我们还有师娘？怎么没有？你师父现在都是一表人才，年轻时自然风度翩翩。师兄，咱们撞到人了。姑娘，你还好吧？皇姐，我喜欢奏安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陛下是要让你担西尘重任的，你的皇夫只能是朝中栋梁，所以皇姐，宋安和皇位你只能得一样。子婴丧心病狂，用蛊毒控制了大半朝臣。我们在兰君和邵文2位公主的帮助下，好不容易逃出了西尘。皇姐，我早就说过，皇位和宋安你只能得一样，贪心可是要受到惩罚的。莲儿去世后，我苦练医毒，终于在10多年前又回了一次西尘。我给他下了我自己研发的毒，每逢15子时便武功尽失，受百虫撕咬之痛。那子皇给玉竹县主下蛊，是要逼师傅现身？他知道邵文帮过我，而玉竹中的蛊毒我能解，我肯定会现身。但他没想到我没出现，李儿却出现了。好美，这就是千层霜啊！紫妍，我们拿到了，我们终于拿到了。是我们拿到了。殿下，兰君公主带着叛军已至宫门。主子，你们总算回来了。那千层霜，莫阳，把白离子取来，我现在就给紫妍制药。是，王妃。主子，您终于不用再受寒毒威胁了，多谢王妃。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吧。寒毒已解，此行目的已达到，咱们不日便可启程回京。师父，师兄，你看，我就说你师妹知道是我吧，谁像你似的，连自己师父都认不出来。你们怎么舍得恢复真容了？子皇已经死了，恩怨已了，你师父要抛却过去，潇潇洒洒的过完下半生，再去见你师娘。当徒弟的总不能比师父还老吧？为师英俊潇洒，就算你恢复真容，也没我好看。师父是个豁达的人，往后的日子会更加精彩。寒毒已解，我们以后的日子也会更好的。
是我们以后的日子还有很长，没眼看呐。爷要亲热，等会儿回房再亲热啊！当着我们一帮老光棍可不能这样啊！本王回京就给你相看个千金小姐，别一个人挺好。主子我错了，求主子高抬贵手。兄弟胆肥了，敢打去王爷王妃了。主子，我看给莫雷挑一个母老虎，看他以后惧不惧内。我看莫云就不错。你说谁是母老虎？我可不会夺人所好。别看莫雨年纪最小，说不定还先我们成家。莫雨，你与我的知书丫头很熟吗？啊，知书姑娘吗？我们关系还不错。你觉得这丫头怎么样？她做的点心一绝，人也好相处。王妃，莫雨还太小了。竹儿，回去吧，这里风大，你身子还没好。丽儿，你在天气等我，我会去天气找你的。好，这一趟西沉可没白来，主子的寒疾彻底好了，天齐和西沉互市，这对咱们天齐来说可是大好事。你倒是觉悟高，还关心起两国大事了。莫阳哥哥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从前2日起对我意见如此大？不用理他。小姐回来了，小姐回来了。离儿，娘，伯母好，回来就好。子言，身子都好全了，老伯母挂心都好了。听你信里说要与你师父一起回来，你师父呢？师父他老人家在惯了，不喜欢拘束，所以师父和师兄没有回京城。你爹和为娘还说要好好感谢你师父呢。我成亲时，师父师兄要回京，到时候再说。子言和离儿回来了，伯父，你们婚期将近，嫁妆早准备好了，等你休息够，再检查看看有没有疏漏的。子言的寒毒解了，我们心里的石头也落地了，以后你们就和和美美的过日子。劳伯父伯母挂心，子言惭愧。伯父伯母，子言要进宫一趟，就不多留了。应当的，回来了是该进宫去报个平安。小姐又瘦了，只是现在看谁都觉得瘦，要不然那一手厨艺没用武之地啦。我离开京城的2月，可有什么事发生？有啊，自从墨画和许公子定下后，许公子就经常往咱们府上送东西，就像老爷书房的白虎皮。慕白这是在讨好未来老丈人呢。小姐，徐景大哥已经向夫人表明心意了，徐景这人可靠，你跟着他不会吃苦。小姐，前不久太子妃在赏花宴上，一位小姐落水，魏国公夫人与太子妃为此事闹得不愉快。过了不久，魏国公夫人就病了。舅母病了，落水的是哪位小姐？这奴婢就不太清楚了。离儿，我就猜想你今日要进宫，你也要去给德妃娘娘请安吗？走吧，一起。太子妃，郡主越发光彩照人了，今日有事在身，赶日再请郡主去东宫坐坐。离儿，你去看过魏国公夫人吗？这要去。你和我表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你表姐落水的不是魏元瑶，是你舅母娘家的侄女。有传言说这是你舅母相看的儿媳妇。那一日长姐的赏花宴上，她约我到湖边，竟然莫名其妙的哭了。我不想多礼，才转身她就落湖了。你表哥救起她，她的婢女说是我推她入湖，长姐这才与魏国公夫人争辩了几句。等我去会一会这位表小姐，听说舅母病了，来为舅母看看。快进来吧。舅母，我为你把把脉，也不知怎的，竟然得了风寒，还一直加重。按照我开的药方吃着，不出几日就快好了。离儿，这是我娘家侄女青云，你们年龄相仿，应该能聊到一块儿去。表妹，你要不要去我书房坐坐？正巧我也有事问表哥。表妹，子言的寒毒全解了吗？太好了，总算解了。表哥，你和家小姐怎么回事？我和她之间能有什么事？外面都在传，说魏国公府住着的这位姑娘是舅母为你相看的未来夫人。王家表妹才来京城不久，我与她交际不多，为何就有莫名其妙的流言传出？这流言还长了眼睛呢，婉兰家飞却不往魏国公府飞。小姐，咱们回府吗？去继府吧。离儿，离儿来了。表姐，你那位王家表姐要在国公府住多久？不知道，我舅母带着她来，说是让母亲为她在京城寻一户好人家。我娘给那个表姐说了2人，一个是我父亲的下属，一表人才，前途无量；一个是与我母亲交好的夫人家的子侄，家中富庶。我那表姐竟然一个也看不上，看着柔弱，心中却自有思量，不知她要找个怎样的。表姐，你那位王家表姐是打江城来的？是啊，我听说江城女子大多都会浮水，传言每年6月中，女子沐浴了神女江水，便会一生无灾无难。你是说最近无事，听说绿园红梅开得正好，咱们约上你那位表姐和蓝烟去赏梅可好？姑姑，元瑶表妹下了帖子，约我明日去绿园赏梅，但姑姑这边离不开人，表妹心思单纯，想不到这么多。但青云心里记挂，你表妹肯定是想尽尽地主之谊，去吧。这家里啊，里里外外这么多丫头婆子伺候，没事的。那好吧，青云会早些回来的。你好好玩，玩得开心些。你在我身边伺候汤水，真是辛苦了。不辛苦，能伺候在姑姑身侧是青云的福气，恨不得这福气能长久些。表哥，我见你书房还亮着，去厨房为你端了碗鸡汤。我不喜欢喝鸡汤，还有这冬日凉，多穿点。多谢表哥关心。我没有关心你，只是你这衣服不合时宜。我先回房了。今日感觉如何？你说
青允和袁灵相配，我见他们相处的不错。这就叫不错。你是没见你儿子对着姑娘笑得眉眼不见的样子。哪家姑娘？兰家二小姐能文能武，降得住你儿子。青允与袁灵不是一路人，还是找个机会把人送回江城吧。送回去？我那属下他又看不上，他看得上谁？王孙公子。与其在京城中高不成低不就，还不如回江城。我找个机会与青允谈谈。表哥，表姐下了帖子，约我去绿园赏梅。瑶瑶在搞什么名堂啊？表哥啊，青允初来京城，对道路不是很熟悉，可否与表哥同行？你不熟悉倒没事啊，国公府的车夫知道如何走。表姐，你们这么早？瑶瑶一大早就起了，她好不容易出来一次，兴奋得很。蓝烟这边，梨儿，你要早说她也来，我就不来了。蓝烟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快，今日咱们约你出来，一来是散心，二来是看戏。看戏，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大舅子出来赏梅，皱什么眉嘛？滚蛋！你都要当舅舅的人了，连孩子的舅母都还没着落。要不是为你，瑶瑶也不用大冬天的大着肚子来受苦。我看瑶瑶乐意的很。难怪大舅子迷糊啊，这真是柔情似水，千娇百媚啊！你敢当着瑶瑶的面说吗？不敢。不过大舅子，我记得你以前不好这款啊。我现在也不喜欢这款，他们神秘兮兮的，我觉得今日有大事发生。蓝烟，我有话同你说。要说什么？蓝烟，我与王家表妹真的没什么。你与她有没有什么，干我何事？怎么不干你的事？蓝烟，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他会浮水，我这就去拆穿他。哥，别冲动，先不要打草惊蛇。舅母的病情一直不见起色，我现在怀疑跟他有关。我会派人暗中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表姐，你怎么全身湿透了？我差点掉进湖里。表哥，我好冷，青允晕得厉害，你送青允回去吧。晕得厉害就赶紧回府去请大夫，我又不会治病。表哥要是早认清，蓝颜也不会如此生他的气。他本就是那个性格，魏国公府关系简单，环境造就，没遇见过这样的人和事，自然分不清。幸好有梨儿，不然魏元灵可有的苦头吃了。姑姑，青允，你来京城也1月有余，可想家了。姑姑也是青允的家人，待青允极好。可珠，打冷水来。是，姑姑想赶我回江城，只有这样才能让姑姑愧疚心软，我才能继续留下来。怎么样了？姑姑，表哥，青允好喜欢表哥。娘，你能不能打个招呼再进来？你倒是睡得着，你表妹烧糊涂了，声声喊着你。娘，表妹病了，你去请大夫啊，跑我这里来做什么？玄灵，你心里真半点没有你表妹？没有，我随了我爹，准备找个情投意合的人，也不打算纳妾。你心里那些想法就此打住，我要去上职了，来不及了，我先走了。让你查的事查得如何了？厨房的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，关在咱们西街的宅子里。走，爹，你今日没上职？近来无事，在家休息1日。正好，儿子有事要说，咱们去前厅说吧。人都到齐了，你可以说了。表妹，这人你可认识？这是何人？夫人，这是我们府上的厨娘。娘，你可知道你的风寒为何迟迟不见好？正是他把药中的一些重要药材给扔了。我就说一个风寒怎么一直不好？说你为何这样做？是表小姐的丫头找到奴婢，给了奴婢200两银票，让奴婢扔掉一些药，说以后表小姐肯定是要嫁给少爷的，让奴婢认清主子。这里是表小姐给奴婢的银票，这是表小姐的丫头赏奴婢的镯子。夫人您看，这是污蔑。姑母，青允只想好好伺候姑母作为回报，绝不敢妄想啊！这镯子早就不见了。口珠，是你，我的首饰都是你在保管，你怎能如此？表妹真是好手段。青允知道表哥不喜欢我，但也没必要污蔑我。那我们来说说你是如何污蔑兰家2小姐的吧。在绿园时，我们可看见表妹水性好得很呢，船上所有人都看见了。你们设计我！你明明会浮水，却污蔑蓝烟，你扮可怜，让我娘为了你与太子妃争执，心计之深，让人齿寒。青允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姑母，青允实在是爱惨了表哥，对了2小姐心生嫉妒才会这样的，青允知错了。娘，这样有心计的女子，您认为是良配吗？你回江城吧，以后也不要再来京城了。我还病着呢。姑母当真如此狠心？你病还不是你自找的，你自己夜里泡凉水，为的什么？我只是太爱表哥了，是爱我国公府的权势。明日一早就送走。看来不得不走最后一步棋了，他不能就这样被送回江城。好久没吃到江城菜了，今日这厨子开窍了。夫人，这饭菜是表小姐亲手做的。表小姐说马上就要离开京城了，一定要为您和老爷亲手做一顿饭菜。让她进来吧。青允见过姑父姑母，青允此去与姑母恐再无见面之日，劝姑母保重。青允一时糊涂，让表哥怨恨于我。青允亲手做了些点心，想给表哥送去。你将点心给秋穗，让她送去吧。多谢姑母。秋穗姐姐，夫人让我送点点心给少爷。少爷出门了，交给我吧。到底翻不翻墙？不翻吧就没机会跟蓝颜解释，翻吧那岂不是
和季怀州那厮一样。谁？别，是我。魏元灵，你什么毛病？我也不想当爬墙的登徒子，可我每次找你，你都不给我说话的机会。所以你就爬墙，快点滚，别逼我抓你去见魏国公。蓝烟，我说几句话就走。王青羽明日一早就会被送回江城了，这辈子都不准他踏入京城一步。这与我何干？蓝烟，我知道我娘冤枉你，你心里不痛快，但我向你保证，以后绝不会让这种事再发生。我绝对无条件、无理由的、毫无犹豫的站在你这边。蓝烟，我魏元灵有时是缺根筋，但我对你是认真的。你若不喜欢京城，我就随你们回兰安。你要随我去兰安？魏国公可就你一个儿子。我爹常说男儿志在四方，至于我娘，她有我爹呢，大不了我每年回来一次，或者生个孙儿扔给她。胡言乱语些什么？我娘知道错怪你了，又怕贸然上门道歉会惹得另一场麻烦。我爹马上要过大寿，到时会给兰府下帖子。我娘说她会找机会当面跟你道歉的，你别气了好不好？我魏元灵不会什么弯弯绕绕的，我不像季怀州那么圆滑，也没有紫妍的文采，有的只有对你的真心。你什么时候啊？你爹的寿辰什么时候？3日后。魏元灵，你混账，都临近了你才说。蓝燕，你问这个意思就是你会去对吧？你原谅我了吗？没有，我爹与魏国公也是同僚，还一起打过仗。既然国公府下帖子，我自然会去。啊，那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？你当登徒子还想让我原谅你？我这就走。表哥，你是谁？表哥，不是你看到的这样。我怎么在这儿？穿好衣服。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。昨夜我回来的晚，又有不少公务处理，就在书房睡下了。谁知今早回房就……你为何在少爷房里？奴才吃了秋穗姐姐送来的点心，就困得厉害，后面的事情就都不知道了。娘，儿子其实不喜欢太甜腻的点心，以往都是陈安解决的。青云，那点心是你送的，你往里面放了什么东西？点心还剩了不少，可以让府医过来看看。不用了，是我做的。陈安一起回江城，今日就出发。我会同王家说清楚，以后在王家做个上门女婿吧。谢过夫人。下去收拾东西，马上出发吧。多亏你昨夜没回房，若不然……夫人，表小姐已经离府了。走了好，娘差点铸成大错。等你父亲寿辰过了，你陪娘去一趟护国寺，最近犯小人，去寺里拜拜。好。兰府的帖子你等会儿亲自送去。是。姑姑，妹妹，前院太乱了，你们先自行顾着自己。嫂子，您忙，我们先去给爹娘请安。兰伯父，这样的蓝烟也太好看了。蓝烟，你今日真好看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以往也很好看，但今日特别的好看，真好看。嘿嘿，怎么了？国公夫人，这是小女芊芊，年方15，你看与贵公子年纪多合适呀。国公夫人，这是我女儿婉如。娘，蓝烟来了。嫣儿啊，你还是第一次来府里，别拘束，就当自己家，让元灵带着你在府里到处看看。国公夫人安。喊什么国公夫人？喊伯母便好。伯母，你照顾好嫣儿，带她去府里转转。放心吧，娘。蓝烟，咱们走吧。可是祖母有事。回少爷，老夫人让奴婢来请兰二小姐过去坐坐。肯定是祖母想见见你，走吧，我陪你一起去。还是祖母这里清静，孙儿也来躲躲懒。蓝烟，你今日也太好看了。蓝烟见过魏老夫人，见过苏夫人，早就该请你来府上坐坐了。这么好看的小姑娘啊，看着就让人心情好。你怕不是来躲懒的？跟这么近，我们还能欺负兰小姐不成？燕儿丫头，你来。老夫人，这是前朝王太后所有的护灵镯，咱们魏家没有女将军，我将这镯子给你，愿她也能护你一生啊。这可如何使得？这太贵重了，蓝烟不能要。祖母给的，你就拿着。多谢老夫人。娘，小妹，嫂子今日累狠了吧？是啊，这时才有机会过来歇口气。嫣儿，当初在东宫因为那事儿对你说了些不好的话，是伯母不对，冤枉了你，你可莫要记恨伯母。伯母也是受人蒙蔽，误会解开就好了。元灵，你比你母亲眼光好得多呀。那是当然。快开宴了，咱们出去吧。离儿，婚期将近，你可有紧张？你和景王这也算好事多磨了，小心！瑶瑶，站住！你们没事吧？离儿，你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表姐你还好吗？瑶瑶，身子有没有不舒服？我也没事，方才真是太凶险了，吓死我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多谢兰二小姐救我妻儿。客气了。魏元灵已经追去了，带下去严加拷问。那人敢在国公府对一品郡主和官眷动手，只怕是抱了必死之心。若魏国公信得过本王，可将此人交由我，那就多谢景王。丽儿，你那让人说真话的迷药还有吗？我与你一同去。王爷、王妃，让他服下。别费劲了，就算是毒药，我吞的也毫不犹豫。
把你方才问的再问一遍。你的主子是谁？无伤阁阁主。你奉了谁的命令去魏国公府？目的是什么？奉左堂主之令，杀了长宁郡主。买家是谁？是。如果对方是找上无伤阁的，这就好办了。你认识无伤阁的人？无伤阁主周温衍与我有点交情。谁？表哥。阁主。乖呀，你们先下去，我等会儿再去找你们。表哥，您怎么来了？快上座。你这日子过得不错，托表哥的福。黄金桌椅、玉石榻，你也不嫌硌得慌。还行。看来生意做得很大啊。表哥，您老今日来有何指教？哼，最近是不是接了个大单子？表哥，是何处冒犯到您了？今日魏国公寿宴，长宁郡主险些被暗害。表嫂。抓到知人交代，是你无伤阁接的活。冤枉！我再怎么也不敢把生意做到表嫂头上去啊！你不敢，你能保证手下的也不敢？那人交代是你无伤阁的左堂主下达的任务。来人，把柳莹找来。表哥，若真是我手下的人，我自然给表哥表嫂一个交代。阁主，柳莹，你最近接了关于长宁郡主的单子？回阁主，是有这个单子，但是失败了。不过阁主放心，属下这就再派人。混账，这是要害死我啊！本阁主怎么告诉你的？皇室不沾，忠臣不沾，你忘了？长宁郡主还未嫁入景王府，不是皇室，她也不是忠臣，只是忠臣之女。那是本阁主的表嫂。属下确实不知阁主与景王的关系，请阁主恕罪。你说你个死脑筋，不声不响，闷声干大事啊！还好今日失败了，要是成功了，他狗命休矣。买家是谁？这说是赵王府。赵王对付一个女子做什么？是赵王府的婢女找上我们，确切的说，买家是赵王府的郡主。表哥，莫不是你惹的桃花想要除了表嫂自己上位，自行去领罚？是。表哥，这人吧，就是这儿不好使。看在他不知情的份上，就饶了他这一次。你要怪就怪我吧，是我管教不力。上次成州来信，姨母还在信中问我，你鬼混到哪里去了？我看你也是时候该成家了。别啊，表哥，我真知道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会将功赎罪的，真的。现在日子多美呀，成家做什么？我肯定好好表现，您就请好吧。收集赵王所有罪证，交给本王。是。谁？你是谁？表嫂，别紧张，我是周温衍。周温衍，无伤阁主。是我。表哥今日来我无伤阁，我才知道手下办的蠢事，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。为了将功赎罪，我把他给抓来了，任表嫂处置。你与子言是表兄弟？是啊，亲的。表嫂不用客气，喊我小周、小温、小衍都可以。周公子，你半夜入我闺房，子言知道吗？那个啥，表嫂，人给你送到了，你要杀要剐都随你处置。赵王府要查，也只能查到无伤阁，与你无关。我就先走了，表嫂、小圆再见。这真是子言的表弟。是。夜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把人扔出去吧。是。也不知是谁这么能耐，把赵王府的罪证罗列成册，连同人证物证一起交上去了。那赵王看着憨厚，看了那些罪证，才知何为人不可貌相。前些日子我还看见赵王妃炫耀赵王给她的首饰，现在看来平平淡淡才是真。逃犯找到了，带走。逃犯？谁？放肆！我乃赵王府的郡主，尔等敢这般无礼！哼，郡主还在做梦吗？赵王府都被抄了，赵王都斩首了，你还做着郡主梦？带走。小姐，离婚期还有几日了？咱们房里要开始装扮了。我来帮你。小姐，这红帐子也要挂上了，奴婢已经熏了香。李儿，你府上不忙吗？还有空闲来我这里？再忙也要来看看你，不然心里挂着放不下。还有4日。你每日都数着吗？是，每日数几遍。我娘说成亲前3日我们是不能见面的，这样不吉利，所以明日你可不许来了。今日宫里派了人来，嬷嬷也是这样说的。李儿还信这些？我信。好吧，既然李儿相信，那就依你。真的？真的。哈，你放我下来，这大白天的，丫头们都在院子里呢。这倒像咱们的婚房。子言，白日呢？李儿，要清心丹吗？笑吧，看你几日后还笑不笑得出来。难怪那日莫阳的脸色那般难看，还老针对墨雨，感情是我点错了鸳鸯谱，连累了墨雨。莫阳，谢谢啊。小事，你要谢就给我做一份梅花饼。你不是不喜欢吃甜的吗？现在喜欢了。那好吧，等我挂完这些我就去。我帮你。我的丫头好像没开窍啊。让莫阳吃吃苦头。有你这样的主子，真是他们的福气。小姐，西城的使臣送贺礼来了，说是邵文公主府上的，这一份是为小姐添妆的。长宁郡主安，邵文公主为郡主添妆了，祝贺郡主与景王殿下缔结良缘，愿郡主与景王殿下琴瑟和鸣，同心同德。大人带梨儿谢过邵文公主，玉主县主还好吗？梨儿，县主，我娘说什么也不放心，我要想亲眼看看你和景王成亲，所以我这位是娘，这是玉主，我在西城的好友，伯母。
母，你喊我竹儿便好。好，梨儿，我不想住驿馆，我来与你一起住好不好啊？好啊，你把东西搬到我院子来就行。我没什么东西，我扮成小兵混在队伍中，只有2套换洗的衣服。县主，这大人放心，我会照顾好玉竹的。姐姐，小念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姐大婚，我怎能不来？我作为娘家人为姐姐添妆，这是小念的一份心意，你一定要收下。我大老远让人送来的。好吧，姐姐收下了。抬进来吧。这东西太多，咱们府上怕是摆不下。敢问大人，这一共多少台？回苏尚书的话，这里一共是101台。这是南疆的皇上梁臣念，小念，这位是西城的玉竹县主。师父，师兄。小徒儿，为师说话算话，来喝你的喜酒了，拿去。这是千年参，这东西还会移动位置。为了守它，我和师父在大山里当了大半月的野人。这玩意儿离开土就不能跑了。平日小病，你扯一点根须就可痊愈，吃一株能把阎王殿的魂给拽回来。你好生收着。小梨儿，快给为师弄壶好酒来。思琴，把我酿的酒给师父拿来。是小姐。思琴，你与徐景的婚期定在什么时候？回小姐，定在年节后正月初7。正月初7是个好日子。木华，我看了一下，依照你与慕白的生辰八字看，最近的婚期是正月18。等思琴成了亲，就是你和慕白了，你就安安心心的备嫁吧。都快去睡吧，明日卯时就得起，有的忙了。子言，吵醒你了。成亲前3日，新人不能见面。他说他信，他便遵守。是我自己睡不着。今晚的月光美吗？美，很美。我从来没见过如此美的月光，配合你院子边上的几竿青竹，月光斑驳，格外风致。初遇梨儿是在魏国公府，你旁无顾忌地摘下面纱，那时我无波无澜，只觉得这女子很不一样。后来的一次次遇见，不由自主地想要探寻靠近。我这人情感淡薄，唯独你浓烈的让我不知所措。在得知你有危险时，才知我本无意惹惊鸿，奈何惊鸿入我心，始终逢你。以后的日子有梨儿相伴，定是岁月缱绻，葳蕤生香。梨儿，谢谢你，愿意再爱一次。别开窗，既然相信，就让我们更圆满一些。此言，君莫似春风，一掠山河万木生。回吧，明日早点来接我。好，等我。梨儿，你下凡历劫来啦？梨儿，你今日真美。梨儿，我来给你添妆了，我是来帮你拦门的，可不能让君莫轻易的把你娶走了。我以后该喊你什么？雪儿还是三嫂？你现在喊还太早，但这声三嫂你迟早要喊的。本公主迟早是要拿下那个榆木脑袋的。一梳梳到尾，二梳白发齐，三梳儿孙满堂。装成。莫阳如何？去，主子，吉时到，该发酵了。发酵喽！景王殿下的银枪队伍到了，走去拦门。我也去。震天动地鞭炮响，良辰吉时迎新娘。哎呀，县郎官来了。表哥，哎呀，先别喊，等过了咱的考验再喊。景王殿下要娶我姐姐，没点本事可怎么行？好样的，子言，你要过关斩将，才能显出你诚心。梨儿好歹喊我一声姐夫，我自然是要为他把好关的。表哥，咱们不怕他，看表弟今日帮你顺利过关。你们放马过来，要娶我表妹，必须文武双全。第一关，投壶。你这是不是放太远了？姑父，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你有个啥数？这成亲又不是打仗。姑父，你太小看子言了。子言，10支箭全投进，这一关就算过了。七弟，可用帮忙？不用。哇，进了。10支全中，漂亮。中午过了还有文，咱们来一轮飞花令。表哥，你是不是跟这几人有仇啊？兰州昨日记，今朝结丝罗。一对神仙眷侣，2颗白首同心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要想抱得美人归，得先过了这一关。请新郎官弹一曲，敲开新娘子院门。
眉黛春生杨柳绿，玉楼人影莲花红。明镜梳妆传佳话，梧桐树枝七彩凤。姑爷，请。好啦，这是最后一道门啦，九王殿下做几首催妆诗。严妆应在绣闺中，似斗春芳钗小风。试问妖桃临碧沼，何如燕至对青铜。梨儿，我来的可晚了。正好，表妹，表哥送你上轿。海枯石烂同心结，海阔天高比翼成。并肩同踏万里路，齐心共唱福歌声。起轿。子言，往后共暖，烟火年年，岁岁平安。小丫，化妆红，鞭炮响，请新娘子下銮轿，落轿。梨儿，到家了，终于把你娶回来了。王爷，皇上和德妃娘娘到了。梨儿，我先出去，等会儿我让丫头给你送吃的来，你先休息。王妃，拜堂吉时到了，百年恩爱双心结，千里姻缘一线牵，请王爷王妃同牵红绸，行3拜礼：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礼成，送入洞房。挑盖头，从此恩爱到白头，一个葫芦分中间，一根红绳两人牵，一朝同饮合卺酒，一生一世永缠绵，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贺王爷王妃新婚大喜，恭祝王爷王妃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贺王爷王妃大喜，恭祝王爷王妃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好，下去领赏吧。娘子，为夫有礼了。梨儿，你真美。现在就害羞了，等会儿可怎么办啊？嘿，景王殿下，这成了亲就扎进温柔乡不出来了。就是啊，快出来，别逼我们闹洞房。还记得年前我成亲被你灌了一整壶，欠下的债要还的。表哥，不是我不拦着，是拦不住啊。等我去收拾了外面再回来。醒酒丹药吗？收拾那几个，不必浪费梨儿的神丹妙药。等我，你们既然不给面子，那等会儿可不要打退堂鼓。哼，大话不要说太早，等会儿叫你没力气洞房。走走走，咱们今晚好好比比。今日你们都累了，快下去休息吧。不装了？我哪有装？好，梨儿没装。梨儿，别憋坏了。翘枕衣来春色撩，欣赏褪去欲情逢。落红点点白丹艳，娇喘吁吁蜜意深。梨儿，还早呢，再睡会儿。今日不是还要进宫吗？外面已经亮了。看来梨儿不是很累。什？调戏出微剧，柔情已暗涌。思琴，怎么离这么远？小姐还没起吗？今日要进宫请安敬茶的。别过去！快起来了，德妃娘娘该等急了。还喊德妃娘娘？母妃，梨儿，为夫帮你描眉。你会吗？这有何难？梨儿别恼，多画几次就好了。哪有新媳妇儿在4时后才给公婆敬茶的？没事，母妃不会怪罪的。让母妃久等了。久等好，久等好。
你去你父皇那里，本宫与离儿说些体己话。是，晚点我来接你。离儿，年轻夫妻火头旺，你可不能惯着他。离儿知道了。王府的一应事务，你慢慢接受。我将玉嬷嬷给你一段时日，等你熟悉王府后，再让她回宫。老奴见过王妃。离儿谢过母妃，劳你费心了。别逼我踹你下去。主子，没什么，就是突然想骑马。主子，你的马还在王府马棚里。我驾车，车里太闷了，我吹吹风。主子，你该不会是被王妃踹出来的吧？滚！莫阳，你就是讨人嫌，看破不说破，懂不懂？你也滚！灵儿，我帮你描眉吧，我已经找人练习了，你再信我一次。你找谁练的？墨雨。他如何能答应的？你别管这些，让我帮你描眉吧，这也是闺房之乐。紫嫣，你真好。那今晚……邓徒子。参见王爷、王妃。爹娘，女儿才出嫁，你们就生疏的要行礼了。这是大门口，咱们关起门来怎么样都好。快，咱们进去。在景王府还习惯吗？习惯，府里人也不多，很省心。紫嫣待女儿也很好。那便好。快到年节了，你出嫁了，这年节你就是最忙的，各府人情往来你都要过问。要不娘派个得力嬷嬷过去帮你？不用了，德妃娘娘把身边的嬷嬷给我了。娘娘思虑周全。王妃，这是年节所需要的东西，请您过目。先照上面的来。是，这可是王妃嫁过来的第一个年节，咱们要办个宴吗？那就定在年初3，名单我这边和王爷商量了再定。是。王妃，今日老奴去了账房，把王府的账目都理了一遍，这个是老奴整理的，您过目。有嬷嬷在，我可轻松了不少。哎呦，王妃过奖啦，王妃累了，那您休息，老奴先退下了。醒了？什么时辰了？已经戌时过半了。紫嫣，咱们今年要在府上办个赏宴，以什么名义办这个宴呢？这不过是个由头罢了。王府办宴，你下了帖子，自然有人上门。我也知道。这样吧，母妃宫里有一株兰花，一半白色，一半呈青色，也可一赏。这也可。那具体的名单你上点心。这次我想办个别开生面的。灵儿想怎么办？这次我准备在府内办个灯会，猜灯谜赢彩头。这个法子甚好，让管家去安排，你别累着自己。灵儿可要赏月。月中的月亮真圆。坐吧，有我在，不会让灵儿掉下去的。姑爷真厉害，长得俊，功夫好，开山音律，最主要的还是对小姐好。看来知书姑娘不只对吃的感兴趣，还是喜欢风雅之事的。废话，那可是王妃的丫头，再怎么也不能满脑子只有吃的吧？我会吹笙。主子方才的眼神好吓人呐！你说你这功夫白学了，要不是莫风拉着你，你都低下树去。要是惊动了王妃，坏了主子的好事，看王爷不骗了你。我哪知主子会突然，人家还是个小孩子，一时狡猾了。主子原来私底下是这样的，女子都喜欢这样吗？姑爷，嘘，你下去吧。思前，方才我和支书一道，莫阳大哥喊住了支书。你说他俩是不是？还记得小姐出嫁前，咱们在院子里挂红绸，支书挂不上，是莫阳大哥帮他的。那时我就看出点苗头了。你怎么不告诉我？害我还暗暗撮合支书和墨雨。莫阳大哥，你有事吗？那个，我听说年节后思晴和墨画都要成亲了。若是你以后再出嫁，那王妃身边就没有贴心的人可用了。所以我不打算嫁人啊。你就不能在我们王府找一人，这样成亲后也依然可以在王妃身边。我才来王府，与府内众人还不是太熟悉，最熟悉的就是厨房的几个大娘。其实我们莫为都可以成家的。难道你是想让我帮莫风大哥？我就不能为自己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这种人？我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莫云喜欢的是莫风大哥，你没机会了啊！你还恼羞成怒了？朋友妻不可。我喜欢的是你。喜欢我？你认真的？你看我像说笑吗？可是我这么矮。不矮正好。我还笨。笨点好，笨点好骗。谁让你乱亲的？你主子这法子不管用啊。姑爷呢？
在院子里练舞呢。支书啊，小姐心不在焉的，有心事。小姐，如果一个人说喜欢你，过后又一直没消息了，那你去书房重新给我做一份点心。是，小姐。莫云，去把莫阳找来。是。夫人，你回来了。我今日一路走来，有好几个下人跟我谢恩，不知夫人可为我解惑？今日把节礼和赏钱发下去了，以你的名义。但这变化是你来才有的，他们心里跟明镜一般，必定感念你。用膳吧，用完膳，你可还有任务呢？什么任务？为夫愿意效劳。年初3不是要办赏花宴吗？那帖子也该写了。不是还有10来日吗？年后应酬多，你早日写了，我好派人送去，人家也好把时间腾出来。李儿想得周到，好，吃完就写。王妃，您找我？莫阳，你对支书有心思？是，莫阳喜欢支书姑娘。那你表明心意了？是，只是支书姑娘不喜欢属下。你从何处得来的结论？支书姑娘那一巴掌打醒了属下。支书打了你一巴掌，你做了什么？属下亲了支书姑娘。你这一巴掌挨得不冤枉。可主子对王妃，我们是夫妻，支书还是个云英姑娘，你就因为那一巴掌就放弃了？属下不会放弃，属下准备默默守护支书姑娘。你默默守护，还想支出一个姑娘主动不成？那王妃觉得莫阳该怎么做？买点女孩子喜欢的东西，认真的道个歉。是，多谢王妃指点。梨儿为我磨墨。莫云，怎么打起来了？这人约我去房顶，我以为他有话说就去了，谁知他竟然朝我暗中下手。我没有。你闪着寒光的匕首我都看见了。莫风，怎么回事？我听人说，将2人的一缕发丝用红绳绑一起，在年节放花灯的时候，合着生辰八字放在花灯里，就能……莫云姐姐，莫风哥哥对你一片真心，你怎么还冤枉他要杀你啊？怪我。你的人真没个正常的。这不关我的事，以后不准在外面乱来。这么说，屋内就可以乱来了？不，做什么？你还没写完呢。梨儿，我想你了。想什么想？昨夜才……一次哪够？快继续写。梨儿。德妃妹妹来了，快坐。皇上处理完公务就过来。哎呦，臣妾来晚了，请各位姐姐恕罪。这是淑妃的庶妹，淑妃没有生下一男半女，家里就又送来一个女儿进宫。蓝洁瑀，你来做什么？午宴皇嗣可参加，臣妾腹中可也是皇家子嗣呢。皇上昨日可特许臣妾今日来呢。那你就坐吧。臣妾近来腰酸痛得很，姐姐那个靠座看上去很软和，不知姐姐可愿让给妹妹？姐姐没怀过孩子，不知道怀孩子多辛苦。腰酸就回宫去，你腰疼，本宫给你加个软垫就是。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。都起吧，今日年节，咱们随性一些。梨儿，我来了。梨儿，表姐、表姐夫、曲姐姐，半夏，你们是自己人，我也就不客气了。你们先自己玩，我先去招呼其他夫人小姐们，等会儿再去寻你们。好，去吧，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娘，舅母，我方才还跟你娘夸你呢，将这府上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各位姐妹就别苦思冥想了，对不出来认输即可。吴姐姐的才华真是让我等汗颜，只怕除了景王妃能与姐姐相比，其他人怎么有这等才华呀？旧花欲落新花好，以后我会常常与众位姐妹切磋，不图什么才女才名，只当玩乐。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还敢在这里含沙射影梨儿，岂有此理！谷小姐这样不慕名利的才女，真是让人佩服。不知我可否向谷小姐讨教一二？你想怎么比？就按你们方才的规矩。好。我认输。谷小姐不是还想找景王妃比试吗？怎会连我这个景王妃的手下败将都比不过？哼，我听说于小姐蹲过大牢，青洛只是替于小姐担心。不过于小姐不用太伤心了，只是下不出去而已。我想于大人还是养得起的。老娘忍你这朵白莲花好久了，如此粗鄙，难怪没人要。谁说他没人要呀？是季二公子，季侍郎。季某亲信于小姐已久，只是于小姐未曾答应罢了。这个同事不错呀，还知道给他解围，演技也好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真的对他有情呢。他蹲过大牢啊，武阳侯会让这样有污名的女子进府？这是我们的事。就是干你屁事！夏夏，不可这般说话。知道了，楠楠。谢了，兄弟，我去找瑶瑶他们了。
小姐，这太多了。不多，别人有的，我的4情也得有。到时你是以尚书府义女的身份出嫁，以后便不再有人说你是奴籍，而是正经大娘子。你与徐景好好过，你们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。明日你要从尚书府出嫁，咱们今日得回去了。山间草木花，袖带。丽儿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小姐，是墨画，你才成亲几日啊？怎么就回来了？我小小姐想知输了吗？我会常常回来的，我住的离景王府很近。王妃，宫里来人了，要请您进宫去。怎么了？为何让我进宫？是蓝婕妤突然流血不止，太医束手无策，说是龙种保不住了。那你为何生气？你是我的王妃，又不是御医。父皇老来得子，自然想保住这个孩子。走吧，去看看。这脉象实在奇怪。蓝婕妤，你还年轻，身子养好了，孩子还会有的。这香哪来的？回景王妃，是贤妃娘娘炼制的。肯定是这香有问题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是贤妃要害我，你可要为我们的皇儿主持公道啊！臣妾冤枉了，臣妾本来不想给他这香，是皇上开口了，臣妾才不得不给。这香出自臣妾的手，出了事儿，臣妾也说不清啊。贤妃，平日里你就看不惯我，这是宫里上下都知道的，没想到。父皇，还未感谢景王妃，要不是景王妃使出香有问题，我的皇儿真是气得不明不白了。蓝婕妤，我先前只是问这香是哪来的，为何婕妤就一口咬定这香有问题，像是提前就知道一样。景王妃是医者，在那种情况下问香的出处，自然是这香有问题才问的。蓝婕妤这一胎一直都没问题吗？回景王妃，蓝婕妤这一胎怀得极稳。这就怪了，蓝婕妤闻了这香也不是1日2日，难道这位太医没有丝毫察觉？长宁，你到底发现了什么？如果我说就算没这香，蓝婕妤这个孩子也保不住呢？你胡说！父皇，我方才为蓝婕妤把脉，就觉得奇怪，这香蓝婕妤才用不过几日，而孩子至少是半月前就胎死腹中了。你不要以为你会点医术就满口胡言。去太医院取蓝婕妤的医案来。1月前负责蓝婕妤的不是姜太医，而是胡太医。去让胡太医来兰溪宫。皇上，景王带着这几人等在外面。胡太医，1个月前蓝婕妤的胎是你负责的，那时蓝婕妤的情况如何？蓝婕妤胎位不稳，所以开了不少保胎药。父皇请看，这2个医案不过隔了1天，一个是胡太医的，上面写着落红凶险，而不过1天时间，上面就变成了安。就算神仙的仙丹，也不会起效这么快。当时是婕妤说臣医术不精，便换了姜太医。那你怎么没上报？是婕妤说皇上您政务繁忙，别让您再操心了，所以。你们是做什么的？回皇上，奴才哥哥是负责采买药材的。半月前哥哥夜里来找奴才，将一沓纸交给了奴才，说若他出事，就是有人要杀人灭口。他说这半月来姜太医都让他私下带些药材进来，但不用登记在册。什么药材？就是这些，是保证死胎不会流出母体的药，还有滑胎药。皇上恕罪。好啊，原来是你害我。孩子在你肚子里，没有你的首肯，他一个太医敢给你落胎？臣接受婕妤的这一胎，太医院的太医都夸臣医术高，为了这些虚名，便剑走偏锋，制造出婕妤是被嫔妃害的滑胎。这样一来，龙胎不保也不关臣的事了。臣一时糊涂，皇上恕罪啊！离儿请留步。公主，离儿，你也与子言一样喊我皇姐吧，我是来跟你道谢的。今日多亏了你，皇姐不必如此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三皇兄也帮了我与子言不少忙，你的这份恩情，皇姐铭记在心。皇姐，我们先回府了。这，给我不计代价打听出古青兰的一切。小姐，武阳侯府上送来的，七姐姐3日后就要出嫁了，走，咱们去库房好好挑挑贺礼。是，小姐。3日不过眨眼之间。娘，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小心些，你这都6个月了，小心小心。睡不着啊，我想到柔儿要成大嫂了，我就开心。娘，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？你将自己和腹中孩子顾好，就算帮忙了。你就坐这儿，这人来人往的，可别碰着你。听话，你饿了就喊下人给你拿吃的，娘去看看还有什么不妥的。好的，娘，您不要管我了，快去吧。
二爷，这是有人让小的交给您的。落款是夏夏，这人怕是打错了算盘了。于半夏从不在他面前自称夏夏，他好不容易跟着自己的好友才能进了侯府，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了。如何？是不是来了？小姐，快开宴了，济世郎不会来了。你去找找你三弟，都要开宴了，怎么还不过来？好，不好了，有人落水了！济世郎，求您救救我家小姐吧，求求您了！七公子救我！七公子，我家这池塘的水才及腰。你说他聪明吧，他却用了这蠢方法。你说他蠢吧，人家还会耍手段勾引公子哥。这是哪家小姐啊？怎么这般不知廉耻？这是谷家的庶女吧？真是把谷家的脸都丢尽了。看着吧，本小姐绝对会嫁进武阳侯府。忘忧草，含笑花，良辰美景续韶华。一人红妆峨眉花，素手眉间点朱砂。看秋草。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走吧，咱们也该回去了。李儿，你最近分了太多心在别人身上，是不是应该好好补偿我啊？干什么？还是白日呢？府内好不容易没了不相干的人，你说我要干什么？我还要出府呢。明日再去。嘘，你放手啊！我不能离太远，等会王爷和小姐要水。你找王爷什么事？若不急，就晚些再来。不急不急，你最近是不是长高了？啊，你看出来了？还有什么发现？啊，胖了。我明明是瘦了。啊，是高了也瘦了，还好看了。你们最近在忙什么呢？这是秘密，不能说。我去让厨房准备热水。你笑什么？说你是榆木脑袋，还真没冤枉。你就不能随便说点不重要的事？人家又不会深究，你没看出来知书姑娘是在找话题，你一下就给人堵死了，还聊什么？兄弟，多谢。你和墨云怎么样了？要不要兄弟我帮忙？别了，我有绝妙的法子，若成功了，那不好意思，兄弟我就要领先一步了。什么法子？我适用吗？小气。小姐，你快去看看吧，墨风执行任务时受的重伤。王妃，怎么样？墨风大哥要死了吗？今晚看看情况。墨风，你醒醒！咱们这么多风风雨雨都闯过来了，这次也不会有事的。墨风，小时候你就一直照顾着我，长大了危险的任务也是你替我去，你就像一棵永远不会倒的大树，你一定要好好的。云儿，云儿，我在，墨风我在，你睁开眼看看我，只要这次你能醒来，我就答应你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墨风，你别乱动，等会儿伤口。墨风，你给我起来！哎，我错了，云儿，我错了。哎，别打啊！希望墨云别怪我们一起骗他才好。要怪就怪墨风大哥，主意是他出的。原来他说的绝妙法子就是这个，确实是个好法子。李儿，再有几日就是皇后娘娘寿辰，帮为夫备一份礼可好？皇后娘娘怎么说也是你名义上的嫡母，这么些年你就一点也不知道她喜好，连寿礼都想不到。皇后娘娘的喜好实在少，不过我倒是知晓母妃最喜欢什么。什么？若是李儿能给她添个孙儿，母妃肯定乐得不着边儿。你这人说着正事儿呢。这就是正事。小姐，表小姐难产，继父派人来请小姐过去看看呢。支书备马。李儿别急，我送你去。舅母别急，表姐会没事的。李儿医术如此好，瑶儿会平安的。李儿，你可来了。妹妹别怕，爹娘和哥哥都来了，你别怕。使劲儿啊，三娘子，再使把劲儿。表妹，你快看看瑶瑶。李儿，你来了。表姐。李儿，都好几个时辰了，我好累啊。你不要睡，娘来了，你跟娘说说话。你疼就用力抓我，你不要睡。画眉，去端一碗粥来。表姐，我先为你正胎位，会有些疼。这就好了吗？胎位正了，孩子太大，表姐还要吃点苦头。表姐，让画眉喂你喝点粥，等会儿咱们才有力气。好，表姐，你再试试。哎呀，太好了，看到头了，三娘子，再来，生了！
我当外祖父了，我当舅舅了，瑶儿当母亲了，恭喜恭喜啊！是为千金，母女平安。啥？我继父终于有女孩了。瑶瑶，孩子真好看，像你，但这臭丫头将你磨得这般可怜，等她大些，我就教训她。你敢？那可是我拼了半条命生下的宝贝疙瘩。不敢不敢，这次你把我吓狠了，咱们以后不要孩子了，我就守着你们娘俩。丽儿，累了吧？表妹，这次真的多亏有你。是啊，你救了瑶儿母女啊。以后有用得着我们的，你尽管开口。里面的是我亲表姐，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。表哥，外祖母和外祖父是不是还挂着心呢？你快回去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，别让2位老人忧心。对，这一高兴就忘了，快回去报喜。我这就去。子时将过了，咱们也先告辞了。怀燕，你送王爷和黎儿出去。今日亲手感受到将一个小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，子言，我们也生个孩子吧。他从前千军万马过都面不改色，但当产房那痛呼声还有浓重的血腥味传来的时候，他却怕了。丽儿，咱们晚些要孩子吧，等你再长大些。孩子多可爱啊！可是生孩子有危险，这就是母亲的伟大啊！我觉得我的黎儿更伟大，你救死扶伤，开医馆福泽百姓，已经够伟大了。我又不是因为伟大才想要做母亲，子言，我想要一个你和我的孩子。也不是说要就要的，顺其自然吧。睡吧。这一世，表姐顺利出嫁，现在平安产女，表哥也与蓝颜好事也将近了，思晴和墨画也有了自己的美满家庭，知书和墨阳。黎儿睡不着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的呼吸，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这一世真好。是啊，这一世真好。还没出嫁时，前世噩梦会重现，我明知那是梦，但就是很难过。但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就莫名踏实了，连安神香都不用了，也能一夜无梦。你笑什么？那是因为你没有精力去想其他。多好的气氛，他非要捣乱。丽儿，你别不信，要不咱们试试。黎儿，你给他地契做什么？这是东街苏记的脂粉铺子的地契。咱们何家是个姑娘家，姑娘家自然爱美，表姨将她这一生的脂粉都包了。这孩子长得真好，才3日就像别家满月般大，难怪将你娘磨了那么久。来，这是姨送给你的。大伯母给咱们何家亲手做了一套小衣裳，你母亲是个坐不住的，以后咱们小何家的衣裳啊，大伯母包了。你们这又是地契黄金，又是衣裳鞋袜的，我这个娘反倒没有用武之地了。景王妃，大嫂，夏夏，我母亲想要见见你，快去吧。这是未来婆婆要正式见儿媳了，我去就回。真是般配极了，夫人好福气。请母亲、2位伯母安。小女半夏见过各位夫人。不必多礼，于小姐不要拘束，我只是老听淮南提起你，瑶儿和柔儿也常提起你，才想找你过来说说话。于小姐今年多大了？夏夏快16了。看你急切的，我知你心意，但也得人家看得上你啊。于小姐与柔儿和瑶儿是好友，可愿以后常来我府上？见过武阳侯夫人。这位小姐是家父宁远侯呀，怎么于小姐也在啊？顾家小姐是不是就是上次你大哥成亲时那个落入池塘的小姐？夫人还不知道吧？于小姐可是蹲过大牢的人。滚！我继父不欢迎你。娘，这不是夏夏的错。若是因为他连累武阳侯府，他是不愿的，是他做错了事情，他一人受人白眼就够了。小女突感不适，先告辞了。夏夏，你别走。娘，夏夏那时才来京城，涉世未深，被人利用陷害了，这不是他的错，儿子是真心喜欢他。娘，只要我儿喜欢。夏夏，你听到了吗？我母亲不介意，我明日就让父亲上门提亲去。你这孩子这般心急，那准备聘礼不要时间，总不能委屈了于小姐。看来亲家府上又要再添喜事了。于小姐是个好的，我听说于小姐心思巧妙，对兵器改良见解独到，多次得皇上赞赏，将来造诣不可限量。那可不，娘，夏夏可厉害了。咱们这次手里研制的千里弩，若是成功了，夏夏名垂青史也是可能的。你家这几个儿媳可了不得，一个比一个能耐。正是，你看啊，长媳可是屈大儒之女亲自教的，才名在京中素来不小。再看准次媳也这般了不得，能文能武。只剩我家那个瑶儿啊，自小顽劣，劳亲家操心了。你这是哪里话？柔儿和于小姐好，瑶儿也不差，她在咱们侯府啊，咱们侯府每日都是欢声笑语，我和我家侯爷可最是喜爱瑶儿。是我这闺女就这点好，开心果。于小姐年纪小，容易走错路，这谁年轻时就通透不走点弯路？你们说是吧？是啊，可不嘛。那顾家小姐是怎么一回事？我看那小姐难缠得很，你自处理好，别给夏夏添烦恼。咱们侯府可不兴妾室通房那一套。娘，哪儿能啊，我也不是那种人呢。
儿子对夏夏一心一意，旁人入不得眼。你等会儿去与门房说，以后不要让谷家那小姐进来，心思不正，多跑2次，还不知要传出什么闲话。是夫人。这老太婆是不是有病啊？竟然能接受一个蹲过大牢的女人进侯府大门！秀珠，过来。小姐。这样行吗？会不会？怎么不行？快去办。参见太子妃。既然殿下不在，本宫等会儿再来。太子妃别误会，属下是来与殿下商议事情的。这位女将军为何每次见她都要让她别误会呢？你继续等吧。太子妃小心。菲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可是殿下最喜欢的名家画作，可惜了。不过殿下也别怪太子妃，她也是不小心。别动，本宫为你上药。属下不打扰殿下，先告退了。你到底喜欢颜灵什么？他虽是一个庶子，但他不甘命运，靠着自己一步步打拼，上战场去镇军功。镇军功一用刑就招了，出卖同胞，这也算英雄。傅妹妹，本来太子妃的位置是你姐姐的，可半路却杀出了一个天齐公主，你姐姐就没有不满吗？我二姐这人大气，她哪里会不满？可我都替她不值，还未及就跟在太子殿下身边，大家都知道她的心意，可居然就被一个老女人抢了。妍儿，不得对太子妃无礼。左庭，你亲自派人送这几位小姐回府，告诉他们府上既然教不好规矩，以后就不要放出家门。是。菲儿，左庭，你说他生什么气？殿下，您就没向太子妃解释一下？解释什么？自然是解释您与傅罗的关系。他说他不在乎。殿下，他嘴上说着不在乎，心里指不定多在乎。这时候就要解释清楚。以女子的想象能力，时间拖得越久，误会只会越来越深。你成亲了，定了解女人。殿下，您也成亲了呀。菲儿，我们聊聊。聊什么？傅罗的父母都是战死沙场的英雄，傅罗的大哥是与我一同长大的好友，他跟着我身边8年，我若心里有他，早就……可是我心里只有你，在天齐第一次见到你，心里再也容不下别人了。我做出政绩，就是为了让父皇母后同意我娶你。我承认我有些卑鄙，我利用天齐与南疆开战为契机，提出和亲，可不这样，天齐是不会答应和亲的。菲儿，我知道你心里没我，但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你就当我还是你的结拜大哥，好不好？这一辈子还有这么长，你我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为何要一直两相怨对？他到底在恨什么呢？恨颜灵的死吗？可战争不就是你死我活吗？他怪在完颜成的身上，确实对他不公平。殿下对傅将军无意，但傅将军对殿下却有情，他的性子也不愿屈居人下。就算他愿意屈居人下，本宫也不会要。这颗心满了，容不下旁人。你退后一些，好好说话。皇上，父皇，宣太医中毒，那所中何毒？这毒是天齐特有的毒，是黄金草毒。太子妃，天齐与北燕以前虽然是敌国，听说你心爱之人也丧生在4年前的那一场战争中，但你已经是我们北燕的太子妃了，心里再多恨也该放下了。没想到将这蛇蝎押入大牢，待皇上醒来再做定夺。谁敢？辰儿，躺在那儿的可是你父皇。母后，这事不是菲儿做的，若是他做的，肯定会挑起2国战火。他若真不在乎2国百姓死活，何必要和亲？千姑，你亲自带人去东宫搜查。是。素月，那个被完颜雪罚去御膳房的宫女，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奴婢说，全都是太子妃指使的奴婢，她让奴婢将有毒的银块送至龙岸。娘娘，这是我们在太子妃的匣子里搜出来的，这是一些黄金草的毒，这还有北燕边关布防图。东宫的工人还说，太子殿下与太子妃虽然是睡在一间屋子的，可是太子殿下却是睡在地上。放肆！来人，关进大牢。菲儿，我信你，你等着我，我很快就能为你洗去冤屈。果然是红颜祸水啊，都这样了，殿下还吩咐要优待他。上面怎么说，我们怎么做呗。若无法自证清白，那他最后只能将全部的罪孽揽在自己的身上，只求他一人生死，能消除一场战乱。你到底有什么好，让殿下不惜触怒圣颜？你对他冷言冷语，殿下却为了你挨了整整100屏杖。我傅罗到底输在哪里？玉佩还我！原来如此，殿下多年前在天齐救的就是你，他还将北燕的凤玉给了你。这玉佩是完颜成的，可这分明是救他的颜灵给他的呀。菲儿，黑风寨救我的是你吗？错了，都错了，连自己的救命恩人都能认错。傅罗违背本宫命令，将他先关在天牢。是。
殿下多年前在天齐救的就是你，他还将北燕的凤玉给了你。太子妃，您醒了，殿下守了您整整2日。小莲，去端些清粥来。是。这次是我没护好你，不会有下次了。你就是那个黑衣人，是你救了我，我视觉听觉受损，没认出你，可你为什么不说？好，是我的错。你既然另有喜欢的人，我说出来又有什么用呢？你会因为这点恩情移情别恋？我喜欢的是那个闯入黑风寨救我于水火中的人，是那个随我跳下山崖的人，是那个让我安心的人。你说的是我，可你说你喜欢温柔耐心的人。雅典小心又笨拙地帮我处理伤口，夜里怕我着凉，为我盖上衣裳，自己坐在洞口挡着风。可惜我知道的太晚，不晚，我以为要5年、10年，甚至1辈子，才能在你的心里有一个角落。夫君。喊我什么？夫君，你的伤没事了。疼吗？不疼，这伤受得值得。菲儿，我能睡床上吗？殿下，您这是得手了？切，什么得手了？那是本宫的太子妃，有进展了。是，去书房说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成儿，你的证据呢？把人带上来，你们将事情一五一十的说清楚。是副将军找到奴婢，让奴婢将假的银块传上去的。他给了奴婢1000两，那银子还在奴婢的床下面呢。是副将军让奴婢将那张什么图放在太子妃的梳妆匣里的，奴婢得了500两。奴婢没得银子，副将军说他进了太子府，就让奴婢做太子的侍妾。傅家满门忠立，你兄长更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你不配姓傅。殿下，我做这些为了什么？我从14岁跟着你整整8年，他们都说我是未来太子妃，可为什么你要另娶他人？我为你出生入死，他呢？他为你做了什么？他凭什么抢了我的一切？所以你就对我父皇下毒，这可是谋逆大罪。我没想皇上死，我知道北燕有可解百毒的清水丸，皇上不会有事的。本宫从没给你希望，也早就与你说清楚了，你与本宫不过故人之托，是你自己执迷不悟。你扪心自问，这8年你果真是出生入死吗？你的付出配得上那些荣誉吗？既然事情已经明了，那一切按照律法来。母妃，灵儿来了，用早膳了吗？用了。母妃今日这身衣裳真好看，这个妆容也好看。你这小嘴儿啊，越来越甜了。还是你孝顺，隔三差五给我送苏记的东西。这衣裳啊，太合适不过了，不累赘，我修剪花枝也方便。母妃想种点菜，灵儿会吗？要种药材我在行，只是种菜，要不母妃种些多年生的瓜果？这主意不错，等我的果子结好，我还能给各宫里送些，让他们尝尝鲜。你现在就去内务府，喊人给我果树栽上。是娘娘。母妃，这里的茶真香，香吧？这花茶是园中那棵树上摘的花，晾干泡的。你再尝尝这点心，甜而不腻，也是园中花做的。等会儿你回去也带一盒。母妃，太腻了。那别吃了，快喝口茶解解腻。怎么了，母妃？您要做祖母了？做祖母？丽儿，你这花茶你别喝了。苏兰，快去端舀奶羹来。子言还不知道吧？再派人去让子言下了朝就过来。小祥子，拿个软靠垫来，给王妃靠上。母妃，您别忙了，咱们坐着说说话便好。不忙。丽儿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女子怀孕啊，可是大事儿。玉嬷嬷是管家算账的好手，你就别急着将她还回来了，等你生产后再说。等会儿我再给你一个人，是专做有孕之人的餐食的。女人生孩子不容易，孩子小了不好养活，大了你又受罪，所以吃食上一定要小心。这人在这方面经验足，多谢母妃。谢什么？这是应该的。莫阳大人，你是德妃娘娘身边的？正是。莫阳大人，快进去通传一声，王爷大喜啊！父皇，这件事容后再议，儿臣先告辞了。这小子，你说出什么事了？他如此急切。回皇上，是我家王妃有喜了。有喜了？好，有喜好啊！赏，重赏。难怪其地跑那么快，这真是大喜事啊！离儿来得如此快。离儿，太好了，我要当爹了，我们有孩子了。你给我放下来，快放下来！离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疯了？往日看着稳妥，怎的如此不知轻重？是儿子的错。离儿，有没有什么不舒服？想要吃什么吗？还是想休息一下？我不想吃东西，也不想睡，你就像平常一般就好，我没那么娇气。那怎能一样？你现在是2个人。离儿，谢谢你。皇上驾到！今日皇后娘娘寿辰，皇上怎过来了？等会儿与你们一起过去。朕看院子里工人在翻土，臣妾准备种些瓜果，到时候就能吃到新鲜的果子了。
你要自己摘果子，皇家别院可以摘，何必要费那些？那怎能一样？你母妃不知怎的迷上了这些，好几次朕来了，她只顾着那些花花草草，让朕干坐着。你们说这像话吗？皇上也真是的。你要种瓜种果有你，不过熟了可不许私自采摘。怎么还要皇上下一道旨意才能摘？也不是，是朕也想做一回普通老翁。你倒是会解现成的。那朕若得空，就来陪你一起施肥浇水。孩子们在呢。母妃，我们什么都没看到。皇上是否该去交泰殿了？是不早了，走吧。小姐，怎么了？奴婢今日上街买东西，听见茶肆酒坊的人都在窃窃私语，说您跟这个交往甚密，说小姐早已废处子，说的可难听了，气死我了。静宁，进宫面圣。你一无官身，二无召见，如何见得到皇上？半夏，你这是要进宫？是我拿了我父亲的令牌。私拿令牌是大罪，会连累于伯父的。他真是没有办法了。这样吧，皇上问起，你就说是我带你进去的。李儿，多谢你。于小姐，请随属下来。不可能，娘也觉得不可能。我还知道这十有八九是顾家小姐惹出来的事儿，我早就让你处理好，不要给于小姐惹麻烦。你看，我们知晓这是假的，但那些普通百姓并不知道。娘，我们相信夏夏。祖宗啊，你还在坐月子呀？娘，没事的，夏夏的为人我们都知道，她与我一样没心眼，以前的事那就是太单纯了。娘，阿瑶说的对，多谢大嫂和弟妹为夏夏说话。二少爷，青宁丫头让人带话来说于小姐进宫面圣了。什么？参见皇上。你如何进宫了？回皇上，臣女是随景王妃一同入宫的。哦，你有何事？皇上，民女与纪侍郎研制的千里弩成功了。成功了？好啊，好啊！你改良了这么多兵器，朕想着一起赏你，赏万金如何？皇上，臣女不想要万金，只想求一个恩典。什么恩典？臣女以前糊涂，想自己创一番大事业，最后出了漏子，所以还在牢里关了几日。现下我与纪侍郎两情相悦，却被流言所阻，所以才进宫求个恩典。你与纪侍郎两情相悦，朕这就下旨赐婚。皇上，可就算您赐婚了，那些流言还在啊，何况其中还涉及皇室。这样，赏金你接着，至于你要的恩典，待朕了解了事情真相再做打算。你先回府吧。皇上，纪侍郎求见。看来他很担心你啊，出去吧。多谢皇上，臣女告退。你如何进的宫？是景王妃带我进宫的。还有，我不但得了赏金，皇上还答应我会给我一个想要的结果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一次的事都是我不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这关你什么事？你又没去招惹那朵白莲花。白莲花？你去让人查查，还有什么关于于家小姐的谣言？这些谣言从哪里传出的？是，陛下。又是顾家。来人，拟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光禄大夫于桥之嫡女，聪慧敏捷，灵心巧手，致良器，以避无河山。去岁以孤身入牢狱，助朝廷肃清乱商，而之功足嘉矣。兹特封为县君，赐婚兵部侍郎纪淮南。则良臣行大礼，自婚典前入宫受皇后教诲，钦此。谢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于小姐，恭喜了，多谢公公。那咱家就回了，公公慢走。去年于小姐那场牢狱之灾，是为了配合朝廷肃清商场啊！原来是这样啊，冤枉她了。真是流言害人呐！我女儿总算熬出来了，以后做事可不能像原先那样不计后果啊！以前是女儿太不知天高地厚了，以后不会了。逆女跪下！搬弄是非，连你父亲都被连累，遭受一顿训斥。好在圣上还念淑妃娘娘情面，没有深究你在外造那些谣。你好大的胆子，敢造皇室的谣！就算那人被贬，那也是皇上的骨肉，是天家血脉。收拾东西，滚去净水庵。净水庵，这一去女儿就毁了呀！母亲，您救救我！我为何要救你？我早恨不得你们母女三人消失，只恨我无能。不过苍天有眼，恶人自有天收。你们母女落到这地步，也是天意。这才1月有余，能听见什么？快起来！丽儿，我不想这么早要孩子，是怕你受苦。但既然有了，我自然也会好好爱他，只希望他不要让你受太多苦。母妃将会仪给了我，加上我的医术，你就放心吧。你啊，就是太紧张了。李儿，岳母大人，怎么样？有没有难受？没事儿，女儿好着呢。丽儿，你陪岳母说话，我先去书房。恭喜小姐，你们也赶紧，等孩子生下来才有伴呢。长姐，这不是想要就能有的呀。我们都成亲了，长姐催着支书才是。莫瑶那个木头
他也没说让我嫁给他呀。夫人小姐，你们慢聊，奴婢去厨房看看。你怎么了？做任务时被对方捅了一刀，有没有什么补血的食物？给我做一点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严重吗？快让小姐给你看看啊！王妃现在有孕，就别去麻烦她了。这样的伤习惯了，只是失血过多，头有些晕。那你快回房躺着，我给你做些补血的。支书，我以前不惜命，想着反正只有我一人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心里有你，这条命就是为了你也得留着。支书，装，接着装。你听我解释。你说，我听着。我看墨风用苦肉计能成功，所以我也想着用。墨雨说要用鸡血，但我怕鸡血恶心到你，所以才用了番茄酱汁。哼，那我还得感谢你为我着想了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我嘴笨，支书，我心悦你，我想娶你，我一定对你好。傻子，支书，你这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？支书，自己想。笑够了没有？支书常进厨房，能分不清血跟番茄酱汁。莫阳大哥，支书没有拒绝，那就是接受了，你可以去提亲了。是呢，他接受了。是啊，你找个机会去王妃跟前表明心意，提亲吧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你不换身衣裳，情爱使人犯蠢呐。宝宝，娘亲很辛苦，你心疼心疼她，等你出来折腾爹爹吧。我没事，等过了这1月就好了。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？只要是梨儿生的，我都喜欢。王爷，王妃，继父的帖子。梨儿，咱们快开宴时再去，你不得离开我身边。子言，以前怎么没发现你如此？有什么事吗？王妃，这件事本来早就该跟您说的，但前些日子你身体不好，所以……什么事啊？那个就是，王妃，属下想娶支书姑娘，以后肯定一心一意对她，请王妃成全。你总算开口了，我还在想你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？不会要等我的支书丫头先开口吧？那王妃，您这是答应了？答应了。多谢王妃，属下这就去准备。等等，你知道要准备些什么吗？莫阳不像徐景和许慕白，没人为他操持。属下去把这些年的积蓄全交给支书，然后请上媒人上门提亲，让管家帮着准备准备。提亲、彩礼这些，还是要去尚书府走个过场。是王妃，云儿，要不咱们也办个婚礼吧？成了亲与现在有区别吗？区别可大了去了。云儿，我总得给你个名分吧？你不想像普通女子一般穿着凤冠霞帔嫁给我？那你去跟王妃说。你答应了？为何不答应？莫风和莫云都是无父无母，连自己出生的时辰都不知道，这吉日还真不好定。要不然就同莫阳与支书姑娘同一日。这样好，那就让管家劳累一些，一同准备。不劳累，这是大喜事，老奴高兴。管家会办好的，你将你身子养好。今年喜事一件接着一件，真好。下朝了？是啊，今日孩子闹你没有？没有，已经不吐了。你看我掉下的肉已经长回来了。是，梨儿比以前更美了。梨儿，你不是一直长着热吗？我跟父皇告了假，咱们去皇家别院避暑1月。朝里留太子一人帮着父皇，他忙得过来吗？我听说太子妃又有孕了。三皇兄昨日回来了，他说要待上一段时间，不然父皇还真不会如此轻易让我离开这么久。王延雪没跟着来天齐？没有。哎呀，可累死我了！要是撞到你表嫂，我亲手扭了你脑袋。你这是去了哪里？怎么一副难民模样？好丫头，再来一壶，我比难民还惨。走，咱们回房。表哥，我被人追杀，你到底管不管？怎么回事？表弟我苦啊！那六扇门来了个女人，这女人武功极高，做事还较真。哎，也不知怎的被她盯上了，一路追着我，从北跑到南，再从南跑到北。你看我这2条腿都跑细了。所以你就跑我府里来避难了？哎，你这景王府是最安全的地方，让我躲躲。我们明日就要去皇家别院，你要躲你姨母宫里去，更安全。那怎么行？每次见姨母，她都念叨我成亲，不去，坚决不去。随你。哎，表哥，你真不管我？我可是你亲表弟啊！你真不管他？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姨父姨母一直希望他能回成州，这也许是一个机会。你想借这次的事情让他金盆洗手？当初他创立无伤阁，只是卖些消息，我便默认了。谁知他野心不小，渐渐地接起了杀人的活。虽然不沾忠臣和皇室，但恶人自有朝廷律例，不需要他主持正义。不说他了，明朝待明朝，只愿轻轻易逍遥。咱们只管去别院避暑，他的事儿我会交代莫风。七弟，你也太滑头了，我一回来你就撂挑子。三皇兄，你在外逍遥多年，我也未曾念叨过。皇兄说笑的，你好好陪着七弟妹，反正我进来也不打算离开，让你放松放松。好了，时辰不早了，我进宫去了，你们好好玩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三皇兄和七公主有些可惜。个人有个人的缘法，男未婚女未嫁，未必就没有以后了。今日你起得早，睡一会儿吧，应该再有半个时辰就到了。参见景王、景王妃。先把东西拿进去。梨儿，累了吧？咱们进去先休息休息。傍晚时咱们可以划船赏湖景。都不想回京城了。梨儿喜欢，那咱们以后常来。
三皇兄回来，你才能抽身，以后哪能说来就来呢？丽儿，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会安排好一切，到时我就陪着你游遍天下河山。树阴满地日当午，梦觉流吟时一生。山光忽西落，池月见东上。散发乘西凉，开轩卧闲场。和风送香气，竹露滴清响。欲取鸣琴弹，恨无知音赏。李尔，回神。子言，你看着我做什么？李尔不也经常看我？李尔，别，咱们回房。你跟我三哥怎么了？我们没可能了。他说喜欢自由，不想被束缚，他没打算成亲。我已经18了，等不起他了。何况一直是我缠着他，他从来没说过喜欢我。小七，我三哥心里肯定有你，不然以他的性格，怎么会让你跟在身侧这么久啊？你暂时离开也是对的，让他着急着急。这一次换我三哥来追你，皇嫂为你出气。万一他不来呢？万一他只是作为朋友来送贺礼呢？万一没有万一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三皇兄几日前已经离京了，我处理了一些事情。又离京了？听说北燕的七公主要嫁给一个什么逍遥王，三哥主动将出使北燕揽过去了。什么？完颜雪要嫁人了？是啊，三皇兄坐不住，扔下一堆烂摊子就跑了。逍遥王？我怎么没听说过北燕还有这么一个王？不止，也许是新封的，毕竟是北燕皇室最受宠的公主，若对方身份太低，肯定会被册封后再准公主下嫁。不管怎么说，完颜雪是我的朋友，我得备份大礼送去。睡吧，不早了。太子妃，七公主，天齐来人了，看到君侧了吗？看到了。三哥，皇嫂你慢点啊。菲儿的性子倒是变活泼了许多，可见完颜成对你很好。是，他对我很好。婉儿让我给你带了好多东西。此时我当感谢朝阳，若不是朝阳，我说不定就嫁给小人了，一辈子都不能知道真相。真相？三哥应当知晓我非颜灵不嫁的原因吧？听说是他救了你。我也是被这人骗惨了，救我的不是他，而是完颜成。完颜成？两国开战在即，敌国太子还敢潜入天齐，还救了他皇妹。我皇兄？难怪皇兄去了一趟天齐就变了，这几年做的事情也多是缓和天齐北燕的紧张关系。对了，三哥，这次怎么是你来北燕送贺礼？一来是想看看你，二来是想给某人答案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要成亲了。我18了，父皇母后都着急了。可不是，难道要像我一般成了老姑娘再出嫁？女子的年华何其宝贵。你真要嫁给那个什么逍遥王？婚期都定了，这还有假？他对你好吗？对我很好，事事以我为先，陪着我胡闹，包容我的小性子。不嫁行吗？他又能以什么立场去干涉他呢？谁让他以前一直不回应，一直觉得有恃无恐呢？我们情投意合，自然是要成亲的。你们婚期都近了，他还离开京都，这有什么？只心底有彼此，这些都没什么。成家又不是为了束缚他，成了亲我就随他闯荡江湖，做一对恩爱的侠侣。他真的觉得这个跟在他身边时常吵闹的人要离开了。天齐三皇子，男女授受不亲。天齐三皇子，多么客气的称呼啊！男女授受不亲是他以前常对他说的。第一次体会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痛。我回驿馆了。皇嫂御夫有道，连百炼钢都能化成绕指柔，他得听皇嫂的话，不能拖后腿。皇嫂，他好像真的是来恭喜我成亲的。我看不是，你放心，宫宴时我再安排，刺激刺激他。天齐三皇子不远千里来咱们北燕，为我们七公主与逍遥王贺喜。来，老臣敬三皇子一杯。真要谢，也该逍遥王来谢。三皇子有所不知，我们逍遥王在江湖上极有声誉，北燕能这般安宁，这里面逍遥王功不可没啊！是啊，逍遥王一表人才，与咱们七公主实乃绝配。我跟你说，完颜雪这女人可烦人了，她这人呢，让你嘴贱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昨晚有刺客？殿下昨日回了驿馆，又喝了不少酒，就吵着要进宫去找北燕七公主。那时都近子时了，属下只得拼命拦着殿下。酒色误人呐！男子汉在心爱之人面前口气软一些没什么，软的不行再来硬的。完颜成的意思是软的不行就抢亲，可君侧不懂啊。硬的是什么意思啊？霸王硬上弓。三哥酒醒了？昨日喝多了，若说了什么不好听的，你们别在意啊。没有什么不动听的，你恭贺我新婚挺好。你们先坐。雪儿，我招架不住啊，皇嫂快来吧。
雪儿，那些话都是醉话。人家都说酒后吐真言，看来我以前果真很惹人厌烦。没有，我心里对你没有一丝一毫的厌烦，我心里是有你的，只是我这人混账，对感情一向是避而远之。当听说你要成亲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来北燕抢亲。雪儿，你能不能别嫁人？公主，这是内务府送来的喜服，让公主看看喜不喜欢。雪儿，别嫁，求你。三哥，你对小七是我喜欢她，我要娶她。可父皇母后不会让小七远嫁天齐的。我到北燕来。你不是不成亲的吗？你说成了亲就会被束缚，没了自由。如果是你，我愿意。三哥，小七与逍遥王两情相悦，小七是肯定要嫁给逍遥王的，这都是天下皆知的事情，不是儿戏。这是你的令牌。逍遥王是我4年前在梅花镇遇上的。你是说我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逍遥王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绝不后悔，我说的都是认真的。雪儿，我要娶你。果然听皇嫂的话没错。只是什么？你联合菲儿演了这出大戏，差点逼疯我，总是要算一下账的。啊，是你自己说不想成亲的，你还敢跟我算账？哼，完颜成这招真不错。新娘子真美，姐姐才是真正的美人。完颜雪是君妃的三嫂，而君妃也是完颜雪的嫂子，干脆喊君妃姐姐。雪儿这样装扮真好看。我往日不好看？往日也好看，今日格外好看。风吹沙，蝶恋花，千古佳话。似水中月，情迷着镜中花。这世间个人有个人的缘法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但愿岁华改，丈尔看山河。